5月，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没了春的料峭冷寒，也没有夏的燥热难耐，草木欣然，天空沉静。江江，你奶又在打你娘了，你快回家看看吧。他奶又打他娘了？秦娇想都没想，便拔腿往山下跑。哎，江江，你打的猪草怎么办呀？不要啦，你和望秋他们分啦。别说是猪草，就是黄金，秦娇他也不想要了。他这会儿就只想一阵风的杀回老秦家，把那些个缺德冒烟狼心狗肺的男男女女全给灭了，也别管死了是下地狱还是运气爆棚让他穿回去。总之能把忍了8年的这股恶气出了就行。山上和秦娇一起来打猪草的刘夏和望秋听到了，山下来报信的周石英也听到了。你先回去，猪草我帮你拎回来，不然回头你奶又要找你麻烦。我娘她被打得很厉害吗？不怪秦娇这样问，毕竟自打她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天起，她乃侯氏对她娘施氏非打即骂，也亏得她娘打小和她爹一样没了亲娘，抗压能力强，不然换了个人呐，怕是不疯也寻死了。厉不厉害不知道，不过你奶撒泼打滚的要你爹休了你娘，你爹他让人请了族长和我爷去，说是要分家。真的？我爹他真的说要分家了？是真的。秦娇改变主意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能脱离老秦家这个狼窝虎穴，他有的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法子。哎呀，别管那些猪草了，难不成分家还能分头猪给我们家不成？话落，秦娇拔腿便跑。既然把族长和李正，也就是周石英的爷爷都请来了，这次应该是真的了吧。从前他爷和他奶不肯分家，是因为舍不得他爹和他娘这2个好劳力，可自打1个月前他爹犁田时被突然发疯的水牛刺穿了大腿，大夫说得卧床休养个1年半载时，他爷和他奶的态度就变了。说不得今天闹这一出啊，就是他爷和他奶商量好的，目的就是将他们一家给单分出去。至于为什么是单分他们一家呢？自然是因为他2叔和3叔都是他奶亲生的，更别说2叔秦万县还给老秦家生了长孙，只怕他奶早就打定好主意，不但要把他爹给单独分出去，甚至连那份长子田都要剥夺了。呀，娇娇回来了。秦娇笑了笑，脚步不停地进了院子，一只脚才刚跨过门槛，便听到他爷秦茂山气沉丹田的一声吼：你要了这份长子田，就得负担起我和你娘的养老，你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来养活我和你娘？秦娇步子一顿，想了想，他放轻了脚步，悄悄地挤进了人群。秦茂山指着满脸泪痕的施氏对秦万岭说道：他给你生儿子了吗？连个儿子都没有的人，要什么长子田？这么些年没能生个儿子，是施氏心里的痛，又何尝不是秦万岭心里的痛呢？别人这样说也就算了，这会儿被自己亲爹指着鼻子说，秦万岭顿时心如刀割。他看着秦茂山，5尺高的汉子瞬间红了眼眶，整个人控制不住地打起抖来。长子田我们可以不要，以后你和我奶的养老也不归我们管。放屁！敢不养我老，我就去告他不孝。好吧，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施氏脸上和脖子上有着长长的几道血痕。秦娇拧了眉头，从前他奶都是歹毒的挑着他娘私密的地方下毒手的，这回直接往脸上招呼，这是打算彻底撕破脸了吧？娘，你没事吧？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和望秋他们去打猪草了吗？是石英来找的我，说家里出事了。爹，现在怎么办？秦万岭痛苦地闭上了眼。秦娇知道他爹这时又想忍忍算了，分吧，分了，再难也难不过现在这样。别的不说，好歹这种3天一顿骂5天一顿打的日子，我娘不必熬着了。施氏听了秦娇的话，捂着嘴闷声地哭了起来。她不怕苦也不怕累，可是这样的日子她是真的过怕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秦万岭看了眼哭得不能自抑的施氏，又看了看满眼哀求的秦娇，咬了咬牙，分！长子田我们不要了。秦茂山收了目光，
转而对坐在八仙桌上的族长秦德顺和李正、周一贵道：六叔、一贵叔，按我的意思，这家我是不想分的，可没办法，树大分枝，人大分家。您二老是万灵请来的，那就帮着做个见证，把这家分了吧。哎呀，你打算怎么分？万里没儿子，家里的水田就不给他了，旱地给他2亩，村西头的那间茅草房给他，家里1年到头也剩不下半吊钱。之前给他看病抓药费了不少，银钱就也不分了。村西头的泥瓦房，秦娇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家的牛栏呢。后来牛死了，那房子就一直空着，别说是住人，怕是住牲口都不行啊。那家里养的猪还有鸡和鸭，这些也不分吗？不分了。今年过年，老大一家还是回来一起过。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了一阵唏嘘声，秦茂山老脸一红，却没有改口的意思。万灵啊，你怎么说？他怎么说？秦万岭唇角挑起抹讥笑，正待开口，秦娇却突然开口道：族长爷爷，我们可以不要吗？不要。秦德顺看着秦娇问道：对，不要，我们不要我爷给的东西，以后他和我奶的养老我们也不管，行不行？如果不行，那别的人家怎么分，我们家也怎么分。旱地不值钱，可也得3、4两银子1亩。还有那处茅草房，秦茂山早就有今年入冬买头小牛仔的打算。这可是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秦万岭待想要阻止时，秦茂山已经对秦德顺说道：刘叔，就这样办吧，万岭他什么都不要，我和侯氏的养老也找不着他，以后万县和万丰给我和侯氏养老送终。穷人家没什么嫡庶的概念，可秦万岭做了老秦家20多年的长子，给秦茂山养老送终是根植在内心的信念。万万没想到他爹心里嫌弃他，已经嫌弃到养老都不要他养了。秦茂山不敢同他对视，心虚地垂了眼睑，嘟囔地说道：是你要分家的。秦万岭张着嘴想说点什么，却是嘴唇皮直打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气的。秦娇抓住秦万岭颤抖的手，抬头对秦德顺说道：那就按照我爷的意思分吧。万林，你也是这样想的吗？分吧。做儿子做成这样，我还有什么脸继续在这个家待下去？只是我后娘虽然待我不好，可到底将我拉扯大。分家后，只要我还能活下去，48节的礼我一样不落他们的。秦娇郁闷的想吐血，他是觉得要分就分得干净利落，毕竟像秦茂山这样厚颜无耻的人，只要他们以后过得好了，肯定会像那吸血的蚂蟥一样缠着他们不放的。可天子尚且以孝治国，即便秦茂山不辞在前，秦万岭却不能不孝在后。叹了口气，秦娇告诉自己忍了。好在这个世界除了讲孝道还讲规则，有了今天的分家文书在，日后秦茂山也就只能在吃穿用度上打打他们家的秋风了，别的想都别想。分家文书一式3份，秦家父子各执1份，另一份则由李正、周义贵拿去官府备案了。老秦家的这个家就算分好了。太爷爷，能不能把祠堂西侧的那间空屋借我们住几天？太爷爷，我们不白住，年底祭祀的时候我们家出1头羊。舅舅，你家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哪里来的1头羊啊？现在是没有，年底就会有了呀。六叔祖，若是为难就算了，我带着娇娇娘俩去岳父家住几日便是。今天的这场分家必然会轰动4里8乡的。秦茂山和侯氏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是逃不了的，而一旦秦万岭带着秦娇娘俩投奔岳家，秦氏宗族便同样是要被人指着骂的。毕竟秦万岭是被分家，又不是被除族。说什么混账话？你爹糊涂，我这个老不死的还没糊涂呢。这就是同意秦万岭他们一家子住进去了。谢谢六叔祖。被骂的秦茂山却是狠狠地瞪了眼秦万岭，有心想着补几句，可又慑于秦德顺的威严，只得咽下这口闷气。是，你收拾收拾，我们今天就搬过去。知道了，我这就去收拾。说是收拾，无非就是几件破烂衣裳以及2床硬得像石头的棉絮。秦万岭走路还不利索，
施氏将包袱塞到秦娇的手里，便要上前去搀秦万岭，一道人影却快速地自外面走了进来，越过施氏，半蹲在了秦万岭跟前。与此同时，一个同施氏年纪相仿的妇人也走了过来，接过了秦娇手里的棉絮。他三婶儿。于是冲施氏摇了摇头，说道：走吧，望秋他娘呀已经先过去收拾了。辛苦他三叔了。秦万章摆了摆手，背起秦万岭，率先朝外走去。哼，他们来干什么？谁让他们来我们家了？不是说了，他们二房这辈子都不踏进我们家一步吗？秦万章的父亲是秦茂田，和秦茂山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之前兄弟俩感情其实挺好的，是后来陈氏一场暴病死后，秦茂田的老妻宋氏想将自己守寡的姨表妹说给秦茂山当田房，阴差阳错没说成，还让侯氏给知道了。自此侯氏便恨上了二房，隔三差五的找宋氏的不痛快，两家这才闹翻了。你给我消停点，还嫌丢人丢得不够是吧？我丢什么人了？我怎么给你老秦家丢人了？秦茂山，你这个天打雷劈丧良心的，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吵吵你吵吵什么呀？家也分了，你还想怎么样？怎么你不喜欢万岭一家子，整个马岭村的人都得和你一样不喜欢？是我要分的吗？是人家老大一家子嫌弃你这个当爹的。今天晚上我给你们送饭，明天我去趟岳父家，看能不能借些钱，把急用的东西先置办起来。不用，我已经让娇娇她娘给两个舅兄带信去了。施氏娘家要是能给力，何至于这么些年被侯氏这个继婆婆给欺负的直不起腰呢？施家舅爷应该帮，我这个兄弟也应该帮。哎，行了，你也别推辞了啊，就这样定下来了。秦万岭再度的红了眼眶。万章，谢谢你。嗨，自家兄弟说谢就见外了。他三婶啊，给你和他三叔添麻烦了啊。自家人说这些做什么呀？别担心，日子呀总能熬出头的。望秋他娘吴氏也跟着拍了拍施氏道：我家里呀还有几个不用的盆儿和桶，我等下呀就给你拿过来。婶子，不用了，明天我去趟镇子上，把这些东西全都买齐了。屋里的人闻言齐齐的怔了怔。娇娇啊，你哪来的钱呢？娘，你忘记我和你说过的话了，只要能和老秦家分开过，我就一定有法子让你和我爹过上好日子。钱在这里，明天我会去镇上把这里面的东西卖了换钱。众人一头雾水的看着那个补丁打补丁的袋子，不明白这袋子里的东西怎么就能换钱了呢？那不是你从山里捡来的地皮菇吗？不是地皮菇，是竹燕窝。竹燕窝是什么？施氏不知道，可他知道燕窝。既然带上了燕窝两个字，那一定是好东西了。不只有施氏这样想，屋子里的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那应该很值钱吧？前世野生上品竹燕窝可以卖到100多元一斤，这世的价格是多少？秦娇不知道，但肯定比一般的药材贵。值不值钱？明天去趟镇上的药店就知道了。这一袋子竹燕窝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收集的，之所以一直不拿出来，就是怕被秦茂山和侯氏食髓知味，这辈子都摆脱不了他们。第二天，吃过秦万章送来的糙米饭后，秦娇坐上秦万章赶来的牛车，出发去镇上了。万章叔，我们去保和堂吧。保和堂是镇子里最有名的药堂，进出的人非富即贵。秦万章的马车才停在药堂门口。去，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秦万章才要陪着笑脸开口，秦娇已经说道：万章叔，我们去百草堂。百草堂在乌石镇，虽然没有保和堂的名声响，但也是开了几十年的老药堂了。保和堂在东大街，百草堂却在北大街，从东到北要绕大半个乌石镇。牛车走了足足3刻钟，才停在了百草堂外面。让开！让开！突兀的响声响起，与此同时，一匹枣红马也自后面冲了过来，似是没有想到前面会停着辆牛车。好在马背上的人反应迅速，愣是要在撞上的那一刻紧紧地勒住了缰绳。枣红马扬蹄嘶鸣，立在了百草堂外。秦娇惊吓之余忘记了反应，张着嘴愣愣地看着马背上的人。
少年郎约摸13、14岁的年纪，穿一身竹青色的斜领束腰直多，俊秀文雅的面孔上一对寒星似的眸子，淡漠至极的瞄了眼张着嘴的秦娇和变了脸色的秦万章，嘴角微抿，纵身下马，疾步进了药堂。哎呀，那不是墨家大少爷莫明成吗？他怎么会来这里？莫明成，原来他就是莫明成啊，那个11岁便过了院士，连城县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秀才，确切地说是大梁自开朝立国以来最年轻的秀才。学霸不少见，可是颜值在线的学霸还是比较稀缺的。哎呦，大少爷，我爹他3天前便出门会友去了，夫人的事耽搁不得呀，您还是赶紧去保和堂看看吧。保和堂的姜老先生善治疑难杂症，尤善赋斗2科。大少爷，您……百草堂内知道莫明成的来意后，掌柜廖永贵一脸歉意地说道。莫明成英气的眉头微微拧起，丹凤眼里墨色如暗海。廖永贵不敢直视莫明成的怒火，百草堂虽小有名气，可对墨家来说，那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姜老先生3天前也出门访友去了。那可真是不巧啊！300两银子，不管能不能母子平安，只要廖先生随我走一趟，这300两银子就是你们百草堂的。正走进来的秦娇恰巧听见这话，不由目光疑惑地看向眉头紧蹙的廖永贵，送上门的银子都不要，这是下意识的又将目光转向了莫明成，忖道：怕是这银子扎手吧。毕间莫家比莫明成更声名在外的是，他爹莫和正不爱江山爱美人，因为宠妾灭妻而被罢官归田的大八卦。廖掌柜不敢要这送上门的银子，应该是怕得罪了被莫和正放在心尖尖上宠的白姨娘吧。毕竟莫夫人有个好歹，以莫老爷子对白姨娘的深情厚爱，即便不能扶正，也一定是白姨娘独霸后院。秦娇深深地叹了口气，男人呢，果然都是大猪蹄子。狗屁的济世安民，一群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几乎是刹那间，廖永贵一张国字脸涨红如血，是气的还是委屈的很难说。莫明成却是甩下这句话后，转身便要离开。且慢！须发皆白，穿着一身灰色布衣的廖老先生自后堂走了出来。哎呦，爹啊，不是说好了？莫少爷，并不是老夫失了人心，实在是你母亲这样的情况，便是大罗神仙也难救啊！老先生，您都没有看过，怎么就能妄断生死？你母亲可是已经发动3天3夜？是的，她不是足月临产，是意外早产，对不对？莫明成眸底有暗色涌过，稍请再次答道：是的。稳婆可是说了，已经胎死腹中。莫明成默然不语。回去吧。莫明成却是固执地站在原地，目光猩红地看着廖老先生。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有啊，怎么会没有呢？秦娇很想说剖腹产呢，把肚子打开，把胎儿取出来就行了。不是没有，但很是凶险。秦娇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廖老先生，不会也是打着剖腹取子的主意吧？但很快秦娇便知道自己猜错了。找个手小善接生的稳婆，把孩子扯出来，说不定可以救你母亲一命。其实如此一来，你母亲很有可能会有血崩之症。血崩在这个年头也是死路一条啊！老爷子，您这话还不如不说呢。老先生，您一定有办法的，是不是？莫明成看着廖老先生略显稚气的脸上，有着不肯放弃的坚持。莫少爷，我只是个治病救人的大夫，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呀。莫明成黯然了目光，身上突然被悲伤、愤怒、绝望的情绪笼住了。他怔怔地立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抉择。其实血崩之症也并不是无解之症。轻轻柔柔的女声像一道光一般的照亮了莫明成黑暗的世界。他猛地回头朝声音响起的方向看了过来，四目相对。莫明成看清说话的是瘦瘦小小、衣着简陋的秦娇时，目光突然一暗。老先生，3七盐粉，米糖服1钱可解此症。3七粉，那是什么东西？不会吧？这个义士没有3七这味中药吗？不能啊，他明明在山里不止一次的看见过呀。先生，您这里没有吗？没有，并且从未曾听说过。
从未听说过，怎么可能啊？秦娇下意识地说道。只是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怎么会不可能呢？毕竟在华夏文明的发展中，使用3期的历史推论可知3000余年，可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却是约600余年。现在的大梁在华夏历史中并没有记载，不知道3期是理所当然的。小姑娘，这方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啊，几年前有个游方的老道士，路过我们村时病倒了，我接济了他一段时间，便好好作为报答，他教我采药和认药。廖老先生信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莫少爷或可一试。试一试尚有生机，不试却是死路一条。这道理莫明成不会不知道。那个3七粉，你手里有？我手里没有，但是我们村的山里有。我现在就回村去采，赶在天黑前送到你家里，行吗？行吗？不行也得行啊！当下两方议定。秦娇转身便要往外走，却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来意。哎，老先生，竹燕窝你们收吗？竹燕窝？小姑娘，你有竹燕窝？老先生，这袋子里都是竹燕窝。竹燕窝没有燕窝名贵，但对养阴补血却有奇效，特别是像莫夫人这种产后血虚、包宫受损的。眼见莫明成眸色中有不耐急躁之色，廖先生知他此刻怕是心急如焚了。莫少爷，这竹燕窝极其难得，与你母亲之后的身体很是得意，你跟着姑娘买下来吧。你打算怎么卖？我出门急，身上没带多少现银，如果不多的话，我付现银给你，要是不够，回头我让下人结给你，你看可以吗？我也是第一回卖，不过我花了2年的时间才采到这些，你要的话给我2两银子吧。这是秦娇在来的路上就想好的价格，并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这里面的散碎银子有个4、5两的样子，你都拿去吧，多的就当是我问你买3期的。秦娇接过荷包，看也不看的便往袖笼里一塞。我现在就回村去采药，少爷放心，天黑前一定送到你府上。万章叔，我们回村采药去。秦万章一头雾水，想多问几句，却见秦娇已经一脚跨出了门槛，急忙拔腿追了出去。娇娇，采什么药啊？那什么竹燕窝你卖了吗？啊，卖了。店掌柜的说他急需一味药，让我现在就去山里采，趁着天黑前给送过来。哎呦，真的？那太好了，你们家的日子有指望了呀。娇娇，东西明天来置办吧，我们先回去。很快，声音便随着人走远而听不见了。还请老先生，现在就一步。走吧。秦万章赶着马车一路回马岭村，听说秦娇那一袋子竹燕窝卖了2两银子，惊得差点从牛车上摔了下来。要知道，村里人一年到头在地里累死累活的，也赚不回来1两银子。娇娇，既然那个竹燕窝这么赚钱，回头能不能让道武和道信跟你一起去山里采啊？可以呀，只要道武和道信愿意，以后我进山采药都带上他们俩。哎呦，敢不愿意，我打折了他们的腿。村里人日子都苦，马岭村地处深山，本就地少人多，几亩薄田想吃口饱饭都难，哪家不是挖空了心思想要再弄点别的营生，把日子过好的？娇娇啊，这认草药的本事你是跟谁学的呀？万章叔，你还记得2年前我们村来过一个老道士吗？啊，记得。怎么了？是他教我的。啊！秦万章眼睛屁股再次一歪，差点掉下马车。万章叔，你是不是后悔了？早知道那个邋里邋遢不知道从哪来的老道士有这本事，你就把人接回家当财神爷供着了是吧？哎呦，那可不。别后悔，叔，当初我接济他的时候，我哪没少让我饿肚子，你们家的饭我可没少吃，我都记着呢。叔，您放心，以后但凡有我们家一口肉吃，就有您家一口汤喝。好嘞，娇娇，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人说说笑笑的回了马岭村。娘，你把银子收好，我得去山里一趟，等会儿还要再去一趟镇上。话落，抓起角落里的砍柴刀往腰间一别，转身便走。娇娇，诗诗待要追上前问个明白，又生怕弄丢了手里的荷包，想着问问秦万章是怎么回事。秦万章却是连牛车都没顾，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有一阵风撵兔子似的撵着秦道武往这边来。娇娇往大角岭那边去了，你再跑快点，很快就能追上。秦道武一头雾水，撒着脚丫子去追秦娇了。他三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呀？
大嫂，你和我大哥的福气来了。福气？我呸！笑死个人了！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的人还有福气？乍然响起的话使得秦万章和施氏齐齐变了脸色。侯氏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不远处，见两人看来，侯氏冷冷一笑，对着施氏啐了一口，转身便走了。秦万章不是个张扬的性子，可实在不忿侯氏的尖酸和刻薄，当下对脸色苍白的施氏说道：那些竹燕窝，娇娇卖了2两银子，百草堂的掌柜急需一味药，让娇娇采到了，立刻送过去，价格娇娇说了算。余光处瞥见了僵住身子的侯氏。哎呀，好人有好报啊！当初娇娇心善，拼着自己饿肚子也要接近那个老道士。老道士为了报答娇娇，便教了她怎么食药、采药、制药。大嫂，你和我大哥的好日子来了。施氏听说一袋子竹燕窝卖了2两银子，整个人都懵了。后面秦万章说了什么，侯氏又是什么反应，他全都没记住。他抓着手里的荷包，轻一脚重一脚的转身去找秦万岭了。石镇上的墨家此刻却是一派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眼看着下人一盆盆的血水往外端着，屋子里先前还能听到几声压抑的闷哼声，渐渐的便只有稳婆急切的催促声和慌乱的窃窃私语声。满院的下人惶惶不知所措，目光齐齐地朝站着笔直如青竹的莫明成看了过去。莫明成无视看来的目光，微微抬头看脸西边被晚霞照得金光灿灿的屋脊，对身后的小厮厉雨吩咐道：你去门房等着，那个叫娇娇的小姑娘一到，立刻把人带来。厉雨应是，疾步去了门房。安娇叔，能不能再快点？按说山里来回一趟是完全可以天黑前赶到墨家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秦道武会从山上摔下来。万幸的是只擦破了点皮，没有别的伤，只是这样一来却耽搁了时间。秦万章心里过意不去。娇娇啊，前面拐过弯就是墨家，要不我们把牛车停一边走过去？那我跑过去吧。叔，您找个地方把牛车吊好头等我，我很快就回来的。秦万章停下牛车，秦娇撒了脚丫子朝着墨家跑去。远远看到角门处坐着的小厮，秦娇喘了口气，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走上前。哎，你是来送药的吧？是的，这是你家少爷要的药。你随我一同进去吗？瞬间的犹豫后，秦娇点了点头，示意厉雨在前面带路。秦娇一只脚才跨过门槛，身后却突然响起道呵斥声：哪来的要饭的？去，滚一边去！秦娇的自尊心受到了10000点的暴击，身上的衣裳是差了点，可也绝不至于就成了要饭的呀。二少爷，这是大少爷客人，不是要饭的。二少爷？秦娇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恣意飞扬的少年。不得不说，墨家的基因是真的不错。眼前的少年郎虽不似莫明成那般让人一眼惊艳，但却是五官精致，线条流畅，只是眉目间流淌的跋扈却使得这美感大打折扣。客人？莫奇看了看低眉顺眼的秦娇，又看了看一脸急色的厉雨，突然道：厉雨，你好大的胆子啊，竟敢打着大哥的招牌，将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带进府！来人，把人给我赶了出去！门房上另外几个小厮当即一拥而上，吆喝着便要将秦娇赶走。二少爷，他真是大少爷的客人，他是来送药的，夫人等着他的药救命呢。莫奇好看的杏子眼底有厉色一闪而逝，他突然扬起手里的马鞭，便朝着厉雨和秦娇没头没脑地抽了过来。反了天了，竟敢在这里闹腾！厉雨大惊之下，只能闭着眼睛将秦娇护在身后。只是等了许久，也没等来鞭子抽在身上的痛。厉雨颤颤瑟瑟地睁开眼，顿时僵在了原地。秦娇偷偷地从厉雨身后探出半个脑袋张望，等看到牢牢地擒住莫奇抓着马鞭那只手的莫明成时，秦娇暗暗地吁了口气，正打算朝莫明成走去，不曾想莫明成突然用另一只手夺过莫奇手里的鞭子，眼睛都没眨一下，对着莫奇漂亮的脸蛋就抽了下去。莫奇捂着火辣辣的脸蹲在地上，鲜红的血顺着手指缝咕咕地往外流。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秦娇更是惊得张大了嘴。虽说莫明成看着就不像是个好说话的主，可一出手就这样粗暴，也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莫奇痛得整个人都在发抖，嗷嗷的叫声比杀猪的还要惨烈。
莫明成却是连眼角的余光都没有给他。药带来了吗？秦娇说不出话，只能点头如捣米。跟我走。生3期止血去瘀，消肿活血，镇痛；熟3期补气补血，强健身体。秦娇将2种用法分别同廖先生讲明白后，便提出离开了。李宇，你送娇娇姑娘出去。秦娇下意识的便要拒绝，却在想到被莫明成重伤的莫奇时，将拒绝的话咽了下去。他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秦娇一刻不停地跟在厉雨的身后疾步离开，不想才出2门，便看到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走来。为首之人穿着一身宝蓝色团花束腰直坠，身材高挑，头发乌黑，皮肤白皙，气宇轩昂，30出头的样子，很是俊朗。秦娇还在猜测这人的身份时，耳边突然响起一时高一时低的哭声，她不由得步子一顿，抬头朝后院看去。娇娇姑娘，我们走这边。娇娇，我姓秦，你喊我秦娇吧。错身而过的时候，秦娇不自觉地回头朝那行人看去。啊，那是我们家老爷。不爱江山爱美人，也就是宠妾灭妻的莫家大老爷莫和正。适才门口遇上的2少爷，他生母可是白姨娘。丽玉没有回答，只是飞快地看了眼秦娇，不否认便是承认。秦娇不由得私下揣测，莫和正不会是去对莫明成兴师问罪吧？想到莫明成甩下的那一鞭子，秦娇再冷地打了个寒战。这莫家父子俩都是狠人呐。娇娇，娇娇，秦姑娘，有人在外面等你，我就送到这儿了。秦娇谢过丽雨，朝着一脸急色的秦万章走去。天已经黑了，秦娇坐上停在外面的牛车，和秦万章走上回家的路，捡着能说的同秦万章说了：我原本是在前面等你的，等着等着，却听到有过路的人在议论，说莫家门口有人在打架。我怕不巧，正好你给赶上了，又见街上人少了，就赶了牛车过来。娇娇，我没给你惹麻烦吧？没有。怎么就打架了呢？哎，是谁敢在莫家门口打架呀？娇娇，你知道吗？秦娇眼前闪过莫明成决绝狠力甩出的那一鞭，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后摇头道：我不知道啊。夜路不好走，2人回到马岭村已经是戌时3刻了。这个时间，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睡了，只有那么几户人家还零星亮着几盏灯光。这其中便有秦万章家和借住在祠堂西厢房秦娇他们家。娘，好像是爹和娇娇回来了。大嫂，真的是娇娇和她3叔回来了。是，我看见了，是娇娇和万章兄弟。娘，三婶，大武，你们怎么在这儿啊？秦娇跳下牛车，朝着施氏跑了过去。一直等不到你回来，你爹不放心呢，便让我出来迎迎你。这时候秦万章也赶着牛车到了跟前，施氏便又对秦万章道：他3叔啊，今天真是麻烦你了。哎，自家人这么见外干什么？施氏谢了又谢，这才辞了秦万章夫妻俩，牵着秦娇的手回了暂时借住的祠堂。施氏给秦娇在锅里留了饭和菜，即便已经吃了8年，秦娇还是吃不习惯这糙米饭。想着等她有钱了，第一件事便是要餐餐吃精米饭。爹娘，我明天还要去趟镇上，今天光顾着赚钱了，要买的东西一样也没买。秦万岭和施氏已经激动了一下午了，这会儿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娇娇，那道士教你认药材的事，你怎么连我和你娘也都瞒了？也不是存心瞒您和我娘的，之前学的不扎实，不敢和您说，等想和您说的时候，您又出事了。秦万岭觉得自家闺女没有说实话，秦娇心想，爹大胆点把觉得2个字拿掉。呀，早说晚说不都一样吗？娇娇现在不是和你说了吗？娇娇啊，这挖草药这么赚钱，要不了多久我们家就能造房子了吧？秦娇想了想，建房子得问村里买地，砖头木头人工杂七杂八的算下来，怎么说也得10几20两银子，这还得刨除他们一家3口的吃穿用度以及秦万岭的药钱。
娘，你给我2年的时间，最多2年，我就给您和我爹在村里建一幢最好的房子。有个能遮风挡雨自己的家是每个人的梦想。诗诗原本呢，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没有想到秦娇真的有这样的打算。真的吗，娇娇？只要2年，我们就能有自己的房子了？当然是真的，我还能骗你呀？娇娇，我这伤养的也差不多了，回头你再去山里采药的时候，我和你一起去。不行，你这伤怎么说也要再养个半年，等明年开春县里的大夫看过了，再决定去不去山里的事。秦娇心里早就存了想法，等存够了钱，就带着秦万岭去县城复查一遍，顺便再给他娘看看还有没有生儿子的机会。不去，我都好了还去干什么？有钱也不是这样造的呀。秦娇也不和他争执，反正去不去是后面的事儿，现在说去不去啊，还早了点儿。又说了番话，直到外面响起了3更鼓声，一家3口才意犹未尽地睡下了。秦家老宅这会儿虽然也是漆黑一片，但时断时续的声音却没有停止过。我是后娘，老大瞒着我不奇怪，可你是他亲爹呀，怎么连你也瞒了？白日里分家，村里人嘴上没说，可哪个私底下不说这家分得不公的？脏名恶名我们担了，他们一家子得了便宜还卖乖，太欺负人了。去了一趟镇上就几两银子，这1年下来没个1000-8两的，也有个100来两吧。万峰和西儒都到了说亲的年纪，他老大不管我这个后娘可以，可不能不管万峰和西儒呀。你明儿呀找他去，这银子呀就算是我们借他的。啰啰嗦嗦地说了半天，没有得到秦茂山的回应。侯氏正在拿手捅秦茂山，耳边却响起了秦茂山的呼噜声。侯氏微微一怔，醒过神来，狠狠地拧了把熟睡的秦茂山。呼噜声顿时消失，但很快又接着响起。侯氏无奈地叹了口气，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东厢房，秦万县却是翻来覆去都没睡着，刘氏同样也没睡着。自打听说秦娇去一趟镇上赚了几两银子后，他感觉心像是被刀扎了一样。他们1年在地里累到死，也攒不下1两银子。秦娇这个黄毛丫头去趟山里就能换回几两银子，老大一家太能藏了，这家分得太不公平了。你明天就去找爹说，这家分得不公平，得重新分过。哼，重新分过？你说梦话呢？别说大哥同不同意，族长和李正先就得把我们骂死。那也得重新分过。谁知道老大家里藏了多少私呢？指不定啊，偷偷藏下几十上百两银子呢。这银子呀，他必须拿出来分了。行了，睡吧啊，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秦娇起了个大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他觉得还是立张清单的好，省得到时候缺了还得耽误功夫去镇上。有这功夫，他上山多采些草药不好吗？我去趟郑夫子家。郑夫子是个老童生，也是马岭村唯一的读书人，考到年过4旬，家徒4壁，连个秀才都没中后，便死了走仕途的心了。在马岭村半种田半开馆，给条件上好人家的孩子启蒙，赚点油盐钱。你去夫子家做什么呀？要买的东西太多，我怕记不住，不如让秉德大哥帮着写一张清单，回头对着清单上买，这样就不会有漏了。这年头纸墨可不便宜，虽是都在一个村子住着，但2家之前也不走动。这时候贸贸然上门，诗诗劝秦娇道：别去了，万一缺什么了，回头再去买便是了。秦娇知道诗诗的担心，不过她心里早有成算，回头去镇上，她买刀纸送郑家便是了。还是去一趟吧，总是接万张叔家的牛车，也挺难为情的。说着话，拔腿便走了出去。不想他才出门，便看到石英和望秋几个结伴朝他家走来。石英，你们怎么来了？望秋是个直筒子，听了秦娇的话，张开大嗓门便说道：娇娇，村子里都在说你昨天去镇上赚了好几两银子，是真的吗？秦娇顿时一头黑线，好家伙，不是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吗？他这赚银子算是好事吧？怎么也传得这样快呢？
石英和刘夏齐齐瞪了眼望秋，异口同声地说：“你是个傻子吧？”不是啊，我怎么会是傻子呢？石英和刘夏却是给他一个“你就是傻子，别解释了”的眼神。这时候秦娇也已经到了跟前了。走，到你家去说，有事？哎呀，石英，就在这儿说吧，反正成不成也是秦娇一句话的事儿。娇娇，我和刘夏还有石英想跟你学采药，行不行？几乎是考虑都没考虑，望秋话音才落，秦娇便说道：“行啊，这怎么不可以啊？”几个人里，望秋年纪最大，但却是最憨的。刘夏是个木讷的性子，最小年纪的石英反倒是最有成算的。眼见望秋便要欢呼出声，石英一把摁住他，然后看着秦娇问：“你不回去商量一下吗？”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山里的药材那么多，我一个人采得过来吗？再说了，往常我可没少占你的便宜，也该是让你们占回来的时候了。嘿嘿，看吧，我就说了，娇娇不是那小气的人。望秋咋咋呼呼地说道，惹得石英和刘夏狠狠地给他一个白眼。我怎么就会跟你这么个傻子做朋友啊？我哪里傻了？望秋不服气地瞪了石英。我爹都说我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一只眉之深的刘夏默默地补了一句：“望秋，你没听人说吗？那里头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呢。别听他俩乱说，你不傻，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傻。”望秋得意地冲石英和刘夏抬了抬下颌，逗得两人齐齐笑出了声，上前一左一右地挽住他的手，对秦娇说道：“那就这样说定了。你今天去山里不？去的话，我们和你一起去。今天不去，昨天去镇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买，今天还得去一趟。那正巧了，我爹要去县城给我小叔家送东西，你搭我家的车去吧。”周石英的小叔在县里做捕头，每个月周家都要给他送些自家地里的蔬菜瓜果的。行，你从我家门前过的时候喊我一声。好，我现在就回去看看我爹准备好了没有。石英，先别急，我有几句话要同你们说。你们回去都和家里说一声，山里采药卖的钱你们只给家里一半，另外一半你们自己要存起来。要是他们不答应，我就不带你们采药。为什么？石英和刘夏却是交换一个目光后，对秦娇说道：“谢谢你，娇娇。”望秋仍旧是一头雾水，想问又不敢问。眼见石英和刘夏转身往家去了，他也转身回家找他爹了。因为是搭石英家的牛车，秦娇不好意思让别人等他，便没有去郑夫子家，而是转身回去问秦万岭要2两银子，站在村口等石英家的牛车。周叔，周星云笑着将牛车停下，待秦娇坐稳后，这才重新扬起鞭子赶了牛车出发了。娇娇，你要是等得住的话，就在镇上等我，我今天还要赶回来的。秦娇想都没想便拒绝了。马岭村到县城100多里，牛车走1天才能到的，他等周大叔回来烧他，得等到什么时候？不了，周叔，我买的东西有点多，回头从镇上雇辆马车回来便是了。雇辆马车可不便宜，少说也得10几个铜板呢。这要是放在从前，怕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偏这会儿，秦娇张口便说了出来。哎呀，有钱就是不一样啊。秦娇不想耽搁周星云的时间，在镇上和县城的岔路口便下了牛车。锅碗瓢盆就不用说了，床和柜子还有棉絮和席子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买下来，2两银子很快就见了底。别说是雇马车了，就是买2个馒头的钱都没有了。秦娇不得不再次感叹，钱是真难赚，却是真的不禁花。唯一庆幸的是，因为他买了2张杉木床并2个樟木箱子，好歹算是个大主顾。一番嘴皮子下来，家具店的老板总算是答应送货上门了，省了他雇马车的费用。掌柜的，我另外还买了一些东西，我去拿来，你让马车师傅等我一会儿。行，你快去快回，这边再有1刻半钟的样子，应该就能出发了。秦娇哎了一声，连忙去各家店取寄存的货了。正扛着席子往前走，不想身后却突然响起了道迟疑的声音：“秦姑娘。”哎呦，我还以为是认错人了，没想到真的是你啊。老先生安好。哎呀，秦姑娘，能不能借一步说话？那个，
老先生，你有话就在这儿说吧，我出来小半天了，急着回家吃饭呢。没吃饭？哎呦，走，去他们家点2个菜，我们边吃边说。老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只是这话实在是不适合用在须发皆白、身上散着淡淡草药气息的廖老先生身上。哎，老先生，你有话就说吧。廖老先生看了眼秦娇肩上扛着的草席，一瞬间明白过来，怕是这小丫头昨天狠赚了一笔，今天是来大采购的。2件事：一，这些日子没事尽量别到镇上来； 2，以后你采到的3七能不能都卖给我们要它？老先生，莫夫人她没事了吗？孩子没保住，莫夫人有惊无险，靠着你的3七保住了命。秦娇便明白过来了，莫夫人没事了，那些盼着有事的，这会儿怕是正蠢蠢欲动的，打算拿他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泄气呢。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先生。老先生，您只要我的3七吗？别的草药要不要？那得看是什么药。寻常的草药我们有长期进货的地方，一些不常见的你有我就收。秦娇也没想着靠那些烂大街的草药发财，前世干了10年的抓药师，看病开方子他肯定不行，但是草药的高低贵贱却是看一眼就门清的。当下便应承了廖老先生，给他的药必是市面上不常见的好药，当然也没忘记约定价格必须随行就市。半下午的时候，马车停在马岭村，差不多整个马岭村的人都围上来看热闹。秦万岭得了信儿，在施氏的搀扶下走了出来。娘，你给丁小哥带个路，让他帮着把东西搬家去。施氏一叠声的应着，当下便领着背了扇床板的店伙计离开了。这时候村里的男人都下地了，留在家里的也就是老弱妇孺。秦万岭看着满满一马车的东西，激动的眼眶都红了。昨天还愁得肠子都差点打了结，才1个晚上就什么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似的。万岭啊，你福气好啊，生了个这么能干的女儿。是啊，我也觉得我家娇娇很能干呢。望秋和留下去打猪草了，石英从人群外面挤了进来。娇娇，有什么东西是我能拿的？你拿这个吧。石英才待伸手去接，一道身影却抢在他前面，将草席一把夺了过去。奶，你也是来帮忙的吗？侯氏给了秦娇一个白眼，抱着席子指着马车上的铜壶，对同来的刘氏说道：老二家的，你拿这铜壶，你爹呀早就念叨着要买个铜壶带水去地里喝了。刘氏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朝着马车跑了过来，只是没等他伸手，秦娇便拦在了他跟前。奶，二婶，感情你们不是来帮忙的，是来抢我家东西的。你家东西？我呸！老大，昨天分家的时候，你可是红口白牙亲口说的，1年48节不会少了我和你爹的孝敬。我和你爹睡的席子破的就剩4个边边了。还有啊，这大热天的，你爹下地干活连口水也喝不上，这席子和铜壶呀，就算是你孝敬我们二老的了。秦万岭一张脸黑成了锅底了，他是个老实人，这番话确实是他说的，侯氏那番话也没有作假，这席子和铜壶他还真开不了口往回要。还愣着干什么？把铜壶拿上，我们走。眼见秦万岭没吱声，刘氏当即伸手去拉扯在眼前的秦娇，只见他手才伸出去，便看到眼前划过一道白光，吓得他嗷一声缩回了手。奶，你怕是弄错了，这马车上的东西是我的，可不是我爹的。我爹不能拿了我的东西孝敬你和我爷，想要东西让他赚钱给你买去。什么我的他的，你命都是你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呀？没良心的贱蹄子，亲生的爹娘都不认了，你眼睛里还有谁呀？爹，这些东西是谁的？自然是你的。奶，你听到了吗？侯氏一张脸顿时青白交替。道武奶奶，这是娇娇的东西，你还是还给她吧。秦万岭，你没良心的你！
我就算没生你，可总养大了你吧？屎一把尿一把的，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吗？你纵着这个丫头片子欺负到了我的头上了，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哼，就算打雷，第一个也是把你这老钱婆给轰了。大哥，不是我这做弟媳妇的说你啊，你就是让大家伙给评评理。这事儿呀，也是你做的不对。不说你和大嫂把娇娇惯得没规矩，就说这席子和铜壶，你孝敬给爹和娘怎么了？你这里还有满满当当的一马车呢。秦万灵嘴笨，一肚子的话却不知道怎么说，涨红了脸，梗着脖子不说话。二婶说的是没什么，要不我拿着这一马车的东西换爷和奶的房子吧，毕竟你们都有地方住，我们家是借房子住，是不是？是啊，昨天你们分家的时候可没想着说万里叔和你们是一家人，就差让他们一家三口光腚搬出来了。我爷爷说这10里8乡还没谁家分家是这样的分法。昨天的分家，村里人不说个个到场吧，可全程看完的人也不少呀。可不是嘛，今儿一大早呀，我娘家嫂子还托人带话呢，问是不是真的呢，还说呀，这往后谁家的女儿呀还敢往马岭村嫁呀？马岭村地处深山，山里人本就难娶媳妇儿，名声坏了就更难说媳妇儿了。一时间养了儿子的人家纷纷对侯氏指指点点起来，侯氏哪曾想撒泼打赖都占不到好呢？眼见的一大半的人都在指责他，剩下的一小半虽没有指责，却也没有相帮的意思，心里那个恨呀！他嗷的一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头朝着秦万岭撞了过去。我不活了，我还活着什么劲呢？我秦万岭本就有伤在身，哪里经得起侯氏这全力的一撞呢？秦娇扔了火钳，便朝他爹扑了过去，想要替他挡住侯氏这一撞。刘氏像是一早就等着一样，秦娇才动，他便上前把人给拦住了。秦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爹摔在地上，侯氏对着他又是抓又是挠的。秦娇后悔了，他不该扔了火钳的，早知道会这样，他就该抓着火钳把刘氏抽成个猪头。反应过来的村里人忙不迭地上前，试图将侯氏和秦万岭分开。侯氏却像只吸血的蚂蟥一样，死死扒着秦万岭，怎么也不肯松手。你松手，再不松手，我对你不客气了。刘氏的回答是狠狠在秦娇腰间的软肉上捏了一把。你爹和你娘真是把你惯坏了，没大没小的，连你奶都不放在眼里啊！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的教训你。说着抬手便朝着秦娇脸上扇了过去。这世上的坏人不少，但像侯氏和刘氏这样又坏又蠢而不自知的却实在不多。难道他们不知道他早就想动手了，只是因为不想让人说他娘不会生儿子，连个女儿都教不好，才一直压制着？好吧，阎王拦不住送死的鬼，刘氏一心作死，他成全了。秦娇突然冲刘氏呲了呲牙，这笑实在是诡异的很，以至于刘氏目光一僵的同时，手上的动作都忘了，还是私密处的钝痛使得刘氏回过神来。刘氏下意识地想要伸手去捂，然后才伸出手便想到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他收了手，夹紧双腿，呲牙咧嘴地指着秦娇：小畜生，我打死你这个有娘生没娘教的东西！救命啊！我婶婶她要打死我！秦娇一边喊着，一边任由刘氏将他抓住，趁着混乱间，手里的针再次准确无误地扎进了刘氏的胸口。说起来也是刘氏倒霉啊，这针他买的时候随手别在了袖口，路上忘记取下来了，这会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凶器。刘氏吃痛的嗷的一声跳了开去，秦娇趁势跑向了抱着他爹撒狠的侯氏。奶，你别打我爹，你要打就打我吧。说着话的同时，手里的绣花针狠狠地朝着侯氏身上扎了下去。侯氏哪里会想到秦娇会出这样的阴招呢，痛得当场就尖叫了起来。他又不是肯吃亏的主，抓着秦娇将他摁住，巴掌雨点子似的往下落。秦万岭自然不能同意，抓住了侯氏的手。秦娇趁机又给了侯氏好几针，
他就不信了，侯氏还能脱了裤子让人验伤吗？侯氏吃痛，不敢再纠缠，趁势倒在地上打起了滚儿，哭天抢地起来。娇娇，快让爹看看打在哪里了，很痛吧？秦娇本想说他没事儿，但转眼却想到了这是个让秦万岭彻底死心的机会。爹，我二婶和奶奶打得我好痛啊，我快痛死了。娇娇，你哪里痛？你和爹说。秦万岭哆嗦着手，想摸又不敢摸，7尺高的汉子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掉。秦娇虽然是个女儿，可长这么大，他们夫妻俩一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偏今天让侯氏和刘氏婆媳俩轮着打了，心里那个恨呢！如果可以，他恨不得把这两人剁碎了喂猪。他刘婶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一个当婶婶的，怎么能动手打侄女呢？刘翠娥，我和你拼了！施氏自人群外一头扎了进来，一把薅住刘氏的头发，眨眼间两个女人便你一爪子我一巴掌的打了起来。秦娇有点傻眼呢，毕竟这是施氏第一次和人动手，动手的那个人还是刘氏。侯氏自然不能让刘氏吃亏，也不打滚的跳起来便朝施氏扑了过去。奶，你别打我娘，要打就打我！侯氏顿时心生恐惧，下意识的两腿一紧，连连的往一边躲去。秦娇心里暗暗可惜，他还想趁机再扎几针呢。啪！石凤云，你疯了吗？你敢打我！刘氏尖叫着，一双手不要命的往施氏脸上招呼。施氏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痛，他咬着牙关不管不顾，两手抓着刘氏脑袋，用力的往地上砸，只一下便将刘氏砸得两眼发火，脑袋嗡嗡直响。一边的侯氏急得不行，再砸几下还不把人给砸死了。刘氏死了不要紧，两个宝贝孙子怎么办呢？侯氏这会儿也顾不得会被秦娇扎了，扑上前薅住施氏头发，咬牙往后拽。娘，您松手，您这样会伤到凤云的。刘氏趁机爬了起来，对着毫无防备的秦万岭狠狠地挠了下去。霎时间，秦万岭脸上一片血肉模糊。他爹！一旁的秦娇眼见的自己爹和娘都吃亏了，眼底凶光一闪，二话不说，再一次一头扎进了战场，针藏在指缝间，一气在侯氏身上扎了10几20下。奶，你放开我娘，我求你了，你别打我爹和我娘，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你留我们家一条活路吧！每喊一句，秦娇便往侯氏身上狠扎一针。于是乎，除了秦娇喊破嗓子的求饶声，便是侯氏一声高一声低一声的呼痛声。更糟糕的是，不论他怎么用力，都挣不开死死扒着他的秦娇。更要命的是，秦万岭和施氏怕秦娇吃亏，夫妻俩一人一边，死死地扒着侯氏手不让他动。侯氏简直都快疯了。刘氏知道秦娇下阴手，想上前又不敢上前，不敢上前又怕侯氏秋后算账。5个人就像是尾巴打结缠在一起的老鼠，转来转去，热闹的不行。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还不快将人给分开！趁着村人上前，秦娇将手里和别在衣裳上的针扔在地上，还不忘用脚踩了踩，紧接着又飞快地在胳膊和大腿上捏了几把。我要去衙门告你们，不孝的东西，简直是没有天理了！秦娇个小畜生，他拿针扎我，好痛啊，痛死我了！六叔祖啊，您老可要替我们做主啊！昨天分家的时候，是大哥亲口说的，48节的孝敬少不了。今天为了床席子和铜壶，就把我娘给打了，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万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万岭当下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给说了一遍。六叔祖，您老要是不相信我，可以问问大家伙，到底是谁在撒谎？谁撒谎？秦万岭，你个黑心烂干的畜生，你自己养了个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吗？
我都快被你养的小畜生扎成筛子了。奶，我没有扎你，我真的没有，我拿什么扎你啊？还有，你说我扎你了，你当时说我扎你哪儿了？不然你给大家伙看看。给大家伙看看。秦娇的意思是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了衣裳验伤，不然就是他撒谎诬陷不成。侯氏气得差点吐血了。侯氏和刘氏不肯脱衣裳验伤，只一味地要求秦德顺做主惩罚秦万岭一家3口。可秦德顺不是秦茂山，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更别说在场的村民这会儿都一股脑的偏向了秦娇他们一家3口，说这侯氏婆媳俩的不是。几十岁的人了，要点脸行不行？我怎么不要脸了？您老呀可是族长，处事得公正，明明就是秦万岭他不孝。行了，我跟你这黑心眼的妇人说不行，你回头让茂山来和我说。侯氏自然不能同意，张嘴便要嚎。秦德顺一个眼刀子飞了过去。再胡搅蛮缠，关祠堂请家法，族规处置。都散了吧，啊，没事干闲得慌啊，就帮万岭家把这些东西归置归置。侯氏和刘氏虽心有不忿，可惧于秦德顺的威望和势力，不敢再作妖了。婆媳俩叨叨逼逼的往秦氏老宅走去了。太叔祖，谢谢你。你是个能干的孩子，好好把这个家撑起来吧。太叔祖，我会的。侯氏千错万错，可到底有一样没错，他养大了你，有些事儿啊就别太放在心上。他要是真过分了，你来找我，我替你做主便是，动手就是你们不对了。六叔祖，我没有动手，我知道，我就是给你提个醒，有些事是万万不能做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缩了眼一侧的秦娇顿了顿道：行了，你去忙吧啊。乌石镇墨家，昏迷了1天1夜的沈氏慢慢地睁开眼睛。夫人醒了，陶觉，快去禀告大少爷，夫人醒了。哎，妈妈，我这就去。你刚才让陶菊去禀告谁啊？夫人呢？少爷他回来了。啊，川儿，他不是在省城吗？他怎么回来了？昨天半上午的时候，少爷突然回来的。少爷到家问了您的一番情况后，便去了百药堂，把廖老先生请来了。夫人呢？也亏得少爷他回来了，不然您就……张妈妈没敢说那个字，即便沈氏逢凶化吉，可还是有忌讳的。可是他的乡试怎么办呢？范先生都说了，他这次有90%考中的可能啊。都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他。您别这样说，乡试又不是只有今年1次，可如果您没了，真就没了。想到之前的凶险，张妈妈眼泪簌簌的直往下掉。沈氏也想到了，还想到那个生下来就没了气息的女儿，心里刀割似的一样痛。她一直都想要个女儿，好不容易老天爷开恩，谁知道夫人呢？你还坐月子呢，可千万不能哭啊，把眼睛哭坏了怎么办呢？沈氏由着张妈妈替她拭去脸上的泪。川儿怎么会这个时候回来的？可是有人给她送信了。省城离乌石城相距几百里，便是马不停蹄的跑，也要跑个几天几夜的。她是因为意外才早产的，从发作到生产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就算是有人送信，估摸着这会儿信还在去省城的路上呢。沈氏百思不得其解，同样的后赵院莫老太爷同样百思不得其解。他看着眼前承载着他所有期望的长孙。没有人给你送信，是因为你梦见你娘难产，你才赶回来的。是的。莫老太爷捋着颌下的山羊须，沉吟着没有吱声。爹，你这是不打算给琪儿做主了吗？你想祖父怎么替他做主？同样的，给我来一鞭子！逆子，你这是什么态度？琪儿是你亲弟弟，你怎么就下得了这样的手？您错了，他是你儿子，但不是我弟弟。你在替莫奇讨回公道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还我娘一个公道？离临产还有1个多月，她为什么会突然早产？你这是什么话啊？她为什么早产？我怎么知道？还有，我们现在说的是你打伤琪儿的事，你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莫明成不看莫和正，他知道这个人在他们母子头上已经不是偏心，而是完全没有心了。在回来之前，我已经让人去石城县送信给舅舅了，算着时间，他应该这2天就会到，到时候是和离还是告官，看舅舅的意思办吧。小畜生，你什么意思？就连莫老太爷也变了脸色。嫡长孙有出息，他自然高兴。可庶出的孙子资质也不差，假以时日，科举入仕，朝堂之上必然也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可现如今容貌被毁，今生今世都没有入仕的可能了。心中遗憾的同时，对长孙自然便也有怨怪之意。只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处理，长孙却说沈家要来人了。明成啊，即便是你爹对你娘有所亏欠，可你始终是墨家的子孙，你这样丝毫不将墨家的利益放在心上，祖父对你很是失望啊。即使孙儿让祖父失望了，那不如便让孙儿随同母亲一同离开墨家吧。你说什么？你要离开墨家？对上莫老太爷威严震慑的目光，莫明成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孙儿已经想好了，若是舅舅执意让母亲和父亲和离，孙儿便跟随母亲去沈家，并且改姓沈。莫老太爷一口气差点没续上。逆子，我打死你这个忤逆不孝没有人伦的东西！哎，也好，长孙这脾气实在要不得，确实也该受点教训。只是意料中的巴掌声却没有响起。等莫老太爷睁开眼睛看时，才发现莫明成攥住了莫和正高高举起的手腕。这世上谁都可以教训我，唯有你不能。我不能，我呸！你是我生的，我养的，这世上除了我，谁还有资格教训你？只是他虽然比莫明成生得高生得壮，可常年的酒色亏空，早已经是一副空架子了。而莫明成打从3岁起，除了读书写字做文章外，还冬练3九夏练3伏，学了一身的好功夫。真要动起手来，这个老子根本不是儿子的对手。你可以，但你不配。莫明成松开了莫和正的同时，略一用力，莫和正踉跄着，差点便一屁股蹲在地上。畜生，你给我滚！现在就滚出这个家！走，肯定是要走的，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却不是你说了算。好啊，他就说这是个黑心烂肝的小畜生，怕是他早就计划好了的，毁了琪儿的容貌，让他无缘仕途，这样他就能在墨家呼风唤雨，一枝独大。爹，您看到了吧？我早就说这畜生天生反骨，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墨家，您现在信了吧？莫老太爷默然不语，他目光沉沉地看着烛光斑驳的地面，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同样是自己的血脉，儿子蠢得像头猪，孙子却聪明得像只狐狸。好笑的是，蠢的人蠢不自知，聪明的人也不点破。传儿，你这是想逼祖父废子立孙是不是？爹，您什么意思？什么废子立孙？我怎么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呀？莫老太爷不看莫和正，而是目光沉沉地看着莫明成。传儿，你心里到底怎么打算的？不如全都说出来吧。孙儿能有什么打算？母亲的委屈不能白受，妹妹不能白死，这一切都该有个交代。祖父，您说是不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要什么交代？你跟谁要交代？粗粝的吼声震得莫老太爷耳朵疼。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就滚出去！爹，您凶我干什么呀？明明是这小畜生。门外伺候的下人个个噤若寒蝉，以至于来报信的陶菊还没进院门，便被拦了下来。夫人醒了，想要见大少爷。哎呦，老太爷正在发脾气呢，这个档口谁敢进去替你通传呢？哎呀，等等吧，啊，等过了这阵风口再进去。陶菊是个死心眼，想着自家夫人死里逃生的，想见一眼大少爷怎么就不行了？当下不管不顾的便往里闯。少爷，大少爷，夫人醒了！陶菊的喊声打破了屋里令人窒息的寂静。祖父，孙儿告退。也不等莫老太爷开口，便大步的走了出去。爹，您看看您都给他惯成什么样了？莫老太爷却是一个冷刀子砸了过来。你媳妇儿醒了，你不去看看？我不去，我去能干什么呀？再说大夫说过了，人能醒过来就是没事了。我得去看看琪儿。对了，爹，我跟您说件事啊，我想带琪儿去府城看看，说不得府城有好大夫能看好他脸上的伤。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要……爹，您打我干什么呀？我打你干什么？我打死你这个猪油蒙了心的蠢货！爹，您这是干什么呀？莫和正一边喊一边往外逃了出去。蠢货，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出升天的王八？老太爷，老爷他可是您亲生的，他是王八，您是什么呀？你别笑。沈氏看着眉目间难掩疲惫倦怠之色的儿子，还没开口，眼泪就先掉了下来。哎，您还在坐着月子，别哭，哭坏了眼睛怎么办？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在府城那几天，一下心神不宁，总感觉要出什么事。有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你浑身是血的来向我告别，梦醒后我就马不停蹄的往家赶了。他没说因为走得太急，他甚至连身路上换洗的衣裳都没带，一个梦便让儿子连前程都不要了。沈氏心里又是愧疚又是安慰，这个家里到底还是有人把他放在心上的，只可惜错过这次相识，儿子就要再等3年。都是娘不好，是娘连累了你了。我不喜欢您这样说，相识3年一次，这次不考，下次还能再考，您有个好歹，我还能去和阎王爷抢人不成？川儿，你妹妹她……我已经和祖父说过了，这件事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张妈妈说你打伤了莫奇，你爹他没怎么样你吧？阿洛目光紧张的上下打量着莫明成，生怕伤了哪儿碰着哪儿的。我没事，您不用担心，他蠢，祖父可不蠢。哎，现在有你祖父在，他还有所忌惮，可要是以后你祖父没了呢？祖父没了，我还在，你放心，我肯定能护住你的。我回来之前让人捎了信去外祖家，估摸着这2天舅舅应该就要到了。如果舅舅让您和离，您愿意吗？和离？可是想到和离的代价是同儿子再难相见，他就怎么都下不了这个决心。我自然是愿意的，这莫家大夫人谁爱做谁做去，我不稀罕。可是如果我同你爹和离了，你怎么办呢？白氏那个贱人早就视你为肉中刺了，现在你又伤了莫奇，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川儿，你去你舅舅家吧。我和祖父说了，要是您和离，我和您一起离开莫家，您会将我过继到舅舅膝下。除非你祖父他疯了，不然他肯定不能同意的。同不同意是他老人家的事，我们不操这个心。因为四面环山，马岭村时常云雾缭绕，忽略掉村子的闭塞和贫穷，单论景色，道一声人间仙境也不为过。石英，看到娇娇了没？周石英摇头，从崖上往下看，只有一片葱绿的绿色，再往下是条山涧小溪，唯独不见秦娇的身影。望秋得不到回答，心里着急，对周石英喊道：你来抓绳子，我来看看。别胡闹，这里就说你力气最大，你不把这绳子，娇娇真要有事怎么办？大武，要不你下去看看？望秋，你知道的，我怕高。嗨，秦大武，你没做梦吧？你一个山里乡下娃，平日里不是上树掏鸟，就是下河抓鱼。你说你怕高，还不如说你怕死呢。秦道武一张微微泛黑的脸霎时涨成了猪肝紫。他是男孩，就算是年纪不大，也是要面子的。谁怕死？我才不怕呢！说完话，便松开了手里的绳子往前走。大武，你疯了！你想害死娇娇吗？秦道武一个机灵，下意识地紧了紧手里的绳子，留下回头想要说几句望秋，却感觉手里的绳子陡然一轻，不由得对正要走过来的周石英道：石英，你再去看看，娇娇应该到了。打住了，我要下去了。石英一句小心些还没说出口，周石英已经下了崖壁。崖下，秦娇看着枯树下一丛橘红色像极了新鲜牛肉干的牛樟菇，激动的整个人打起了哆嗦。牛樟芝啊，全世界只有宝岛才能自然生产的东西，万万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找到。这丛牛樟芝不说成百上千几十两的银子，绝对值的。秦娇深吸了口气，取了背篓里的药锄，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将那丛约摸1斤左右的牛樟芝连着泥土一起挖了出来，放在背篓里。石英，你怎么下来了？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秦娇之所以会下到这崖壁，
是因为他想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铁皮石斛。不曾想运气好到爆棚，没找到石斛，却找到了牛樟芝。嘿，我弄到好东西了，先上去再说。哎，娇娇，这不是蘑菇吗？娇娇，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啊。刘夏和秦道武同样一头雾水地看着秦娇。这叫牛樟芝，当然也可以叫牛樟菇，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就是说它可以卖钱，卖的还不便宜，是吧？是的，我估摸着卖个10几20两应该不难。这还只是他的保守估计，按后市价格来说呢，这朵牛樟芝卖个20、30万是妥妥的。那么多呀！这是我预估的价格，不过真正能卖多少得看运气。娇娇，我们去县城卖吧。我爹说城里的柴火都比镇上卖得贵，这么好的药材，县城的药堂肯定比镇上的药堂出的价高。周世英见他不说话了，便也没有再吱声。娇娇，这事让娇娇决定，她说在哪里卖就在哪里卖。秦娇自然是想多赚点的，不说他这会儿缺钱缺得想疯了，就算不缺，那也没人和钱过不去不是？他只是想着他之前答应过廖老先生药材都卖给他，现在有了好药材，问也不问他一声就卖给别家，好像不大好。还是先去百草堂问问廖老先生吧，要是他给我的价格合适，就还是卖给他。石英几个虽然略感失望，但都尊重了秦娇的决定。几个人在山里又转了几圈，挖了些别的药材后，眼见天色不早，便收拾东西回了村子。次日，秦道武赶着自家牛车接了秦娇去镇上的百草堂。因为来得早，药堂人不多，廖永贵正在给人诊着脉呢。廖老先生副手站在一边看。老先生，我昨儿得了味好药材，您看看收不收？哎呦，是吗？快拿给我看看。秦娇小心地从竹篓里将牛樟芝拿了出来。牛樟芝，既然识得这是牛樟芝，那么自然也清楚它的价格。秦娇心里松了口气，这样一来可省了他不少的口舌呢。是的，老先生没说错，这是牛樟芝。廖老先生接了过来，一边爱不释手地打量着，一边问道：秦姑娘，你打算卖多少啊？老先生准备出多少？廖老先生才要开口，却在看到了药堂外的人来人往后，话声一顿。秦姑娘，我们去后面说吧。行，不过我得先去和我堂哥说一声，不然回头他进来看不到我人，他是得着急。不想正说着话，停好牛车的秦道武已经从外面走了进来。老先生，他是我堂哥，叫秦道武。老先生。廖老先生和蔼地点了点头，对秦娇道：我们去后堂说话，这里不方便。草堂和镇上大多数人家的铺子一样，都是前殿后院的格式，四四方方的小天井，一间正房外加东西2间厢房，收拾得很是干净整齐。秦姑娘，这里没有外人，你说个价吧。那我就不跟您俩客气了，您看50两银子怎么样？50两银子，秦道武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了，甚至是连目光都无处安放，既不敢看向廖老先生，也不敢看秦娇，只想着明明之前说的是10几20两，怎么这会儿就变成50两了？秦娇却是落落大方的看着廖老先生，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秦姑娘，50两可不便宜啊，一只上等人参也就这个价吧。是不便宜，不过老先生想必也知道，它真正的价值远远不止50两，您说是不是？哎呀，真是个有趣的小姑娘。行，50两就50两，我这就去取来给你。娇娇，你再掐我一下，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这一路上，秦娇已经应秦道武的要求掐了他不下10次。还掐呀？你不痛，我手却是痛了。不掐了，这下你爹和你娘不用犯愁啦。10两银子，别说是给你娶媳妇，遇上好说话的人家，连你弟的媳妇本都有了。山里人穷，要不是聘礼给的够，家里有女儿的都不愿意把女儿往山里嫁。于是肚子争气，生了3子1女。虽说多子便是多福，可想到以后要给3个儿子娶媳妇，于是和秦万章夫妻俩就觉得身上像压了座山一样。娇娇，这银子你是打算同我们几个平分吗？不平分，
难道我一个人独吞呐？不是，我的意思是……站住！只见4、5个痞里痞气的男子吊儿郎当地站在路中央，正不怀好意地朝着秦道武和秦娇两人看来。虽然不常来镇上，可这几个人秦道武却是知道的。这些人是镇上有名的地痞，为首的人绰号赖老八，专门干着坑蒙拐骗、欺男霸女的勾当。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小崽子，你赖爷爷来送福气了，把人带走！混混们一哄而上，目标直指牛车上的秦娇。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还有没有王法了？小畜生，赖爷爷告诉你，在这乌石镇，你赖爷爷就是王法。话落，赖老八扬手便朝秦道武狠狠地扇了下去。这一巴掌要是扇在脸上，怕是牙齿都得掉2颗。秦道武却不敢躲，他怕自己要是躲开这一巴掌，身后的秦娇就得遭殃。便在秦道武闭着眼睛准备硬扛这一巴掌时，秦娇却猛地扯了把秦道武。好小子，敢躲你赖爷爷的巴掌，不想活了是吧？给我往死里打！秦道武白了脸色，他不过就是个孩子，赖老八他们可是成年的男子了，一个对一个都够他受的，更别说还5、6个人一齐上。可就这样，他也还是死死地拦在了秦娇的身前。娇娇，你快跑，我拦住他们！跑？秦娇可不认为自己能跑得了。狭路相逢勇者胜，今天不是赖老八死，就是他亡了。大武，他们的目标是我拖住他们，你找机会跑。他没说让秦道武回去找人，先不说等他爹娘赶来黄花菜都凉了，便说能在乌石镇为非作歹这么多年都没出事儿，只怕赖老八背后的势力大着呢。他爹和娘来了也是炮灰的下场。也不等秦道武反驳，秦娇一把推开他，一头朝赖老八撞了过去。娇娇！秦道武急得眼睛都红了，他没有如秦娇希望的那样拔腿逃跑，而是涨红着脸抓起牛车上的扁担，胡乱地抡了出去。我跟你们拼了！这个时候，街道两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可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忙的。个小杂种，敢跟你赖爷爷玩横的，爷今天弄不死你算你命大！老爸骂骂咧咧的撸了袖子，便要对秦道武动手了。他是根本没有把朝他撞来的秦娇看在眼里的。在距赖老八还有2步距离时，他突然纵身而起，与此同时手底寒光乍现，照着赖老八的面门狠狠地落了下去。赖老八怎么也没想到秦娇还能玩出这一手，惊得一时忘了反应，直至寒光落进眼底，他嗷的一声喊了出来，脚一软，咚的一声跌坐在了地上。却在这时，秦娇手里的刀狠狠地插在了他2腿之间的地上。秦娇的反应很迅捷，拔刀纵身，目标仍旧是赖老八。赖老八不是没遇上过狠人，可像秦娇这样见面便动刀的却是头一回。更要命的是，秦娇不是吓唬人，而是他真的要杀人。黄麻子、八里，你们还不快来帮忙！黄麻子几个已经抢下了秦道武的扁担，正你一拳我一脚的群殴秦道武呢。听到喊声，回头看了过来，眼见赖老八被秦娇逼得如同丧家之犬，当即便一窝蜂的跑了过来。人群里，廖永贵眼见秦娇被黄麻子一棍子打在手上，握刀的手颤了颤，却硬是没有松开。爹，秦姑娘今天怕是要凶多吉少，我们要不要帮帮她？帮？怎么帮？赖老八身后的人是谁？别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父子俩还在纠结着帮不帮时，场中的秦娇在一刀扎在黄麻子胳膊后，最终还是双拳难敌4手，被赖老八几个给摁住了。秦道武抹了把嘴角的血，抓起扁担要救人，被赖老八的人一拳头抡翻在了地上，狠劲地跺了2脚。眼见的秦道武脸色惨白，抱着肚子痛得直打哆嗦，这才狠狠地啐了一口，转身朝赖老八走去。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都给你爷爷我散了！黄麻子抓着鲜血淋漓的胳膊，哆嗦着对赖老八道：八爷，我得找个大夫看看，这丈夫太狠了，怕不是给扎了个对穿啊！哎呀，去吧去吧，回头老地方见。秦道武挣扎着爬了起来，孤零零地站在牛车旁，挨打时没哭的，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舅舅，舅舅，叔叔，大爷大妈，求求你们，救救我妹妹！哭声凄凉，却没能阻止淡漠离开的人群。哎呀，你这孩子，你坐着哭有什么用啊？还不赶紧回家找你们家大人，迟了呀，你妹妹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哭得正伤心的秦道武猛地爬了起来，哆嗦着手脚往牛车上爬，却因为太过紧张慌乱，几次都没能爬上去。廖永贵走上前，伸手扶住了秦道武。你这时候回家找大人，哪里还来得及呀？大叔，您好人有好报，您帮帮我吧。孩子，你求我没有用，我要能帮早就帮了。哎呀，我给你这条明路，你去墨家找墨家的大少爷，求他救救你妹妹。墨家，秦道武是知道的，只是墨家的大少爷他只是听说过，连个照面都没打。他去求他救人，他能同意吗？莫夫人当日难产，有了你妹妹的药才转危为安的，你去试试，万一墨家记这个人情呢？秦道武听了不再迟疑，抹了把脸上的泪，赶着牛车就去了墨家。廖永贵目送牛车走远了，转身朝着等在角落的廖老爷子走去。爹，您说墨家大少爷会出手吗？廖老先生摇了摇头，转身往百草堂走去。早前私下里有传言，说是莫老太爷决定越过莫老爷，将墨家直接传给莫大少爷，您说会是真的吗？廖老先生仍旧没有吱声。他早先以为赖老八是冲那50两银子来的，可赖老八的目标却是秦娇，无冤无仇的赖老八怎么就会针对起秦娇这么个小姑娘呢？自然是因为墨家的那位白姨娘。要知道，赖老八的娘和白姨娘的娘可是嫡亲的姐妹，赖老八在这乌石镇混得风生水起的，仗的不就是墨家的事吗？莫大少爷伤了莫二少爷，因为有老太爷撑腰，莫老爷也拿莫大少爷无可奈何，白姨娘便恨上了秦娇，让赖老八这个表兄拿了秦娇去泄愤呢。小娼妇，你不是很恨吗？你继续横啊，怎么不横了？秦娇不是个能忍气的主，就在赖老八的手再次拍下来时，他瞅准时机，脖子一歪，快很准，一口咬住赖老八的手掌。下一刻，全身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牙齿上。哎呦，松开！臭婊子，你给我松开！弄死他！给我弄死这个小娼妇！几人蜂拥上前，两人抓住秦娇的身子，一人则捏住秦娇的下颌，八脸则用力地掰着秦娇的嘴。秦娇满嘴都是血腥味儿，她甚至能感觉有咕咕的血水混着口水往喉咙里流淌。可就是这样，她也仍旧不肯松口，横竖都是一个死，就是死，她也要咬下赖老八一块肉来。弄死他！弄死他！八脸眼底凶光一闪而过，拔出了别在腰间的匕首，便要朝秦娇捅。八脸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莫明成，稍顷身体轰然倒地。抓着秦娇的小混混发出尖利的惨叫声，松开了秦娇，拔腿便朝堂屋跑去。莫明成没有看赖老八，淡漠到近乎无情的目光落在了秦娇的身上，四目相对。秦娇下意识地扯了扯嘴角，脸上站起了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莫明成眉梢微动，不是很明白，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这姑娘还笑得出来呢？确认秦娇没有性命之忧后，莫明成微微侧脸，都处理了吧？祥林颔首，拔腿朝堂屋走去。饶命啊，大少爷，饶命啊！不干我们的事啊，是赖老八。只是很快随着两道闷哼声响起，小院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赖老八看了眼一脸无动于衷的莫明成，头皮渐渐发麻。听到身后渐渐地响起的步子声，他突然拔腿便朝破烂的窗台跑去，却被祥林一把揪住了后领。罗川，你不能杀我！赖家就我一根独苗，要是我死了，我表妹她不会放过你的。祥林没有理会赖老八的尖叫，抬手便要朝着赖老八脑门砸了下去。慢着，他就说嘛，这天底下就没有儿子干得过老子的。莫川再能干又如何？他爹是莫和正，莫和正的心头肉是他的表妹。表妹怎么让他死了？太便宜了，断了他的四肢，割了他的舌头，扔到东街上去做乞丐吧。
莫川，你敢？我表妹知道了，她不会放过你的。莫明成没有理会他的威胁，而是看着被这个变化弄得有点反应不过来的秦娇问道：你要留下关刑吗？秦娇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莫明成这是什么眼光啊？难道在他的眼里，他看起来像是那种凶残成性的人吗？念头起，秦娇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莫明成，莫明成却对着他挑了挑嘴角，脸上站起了微微的笑，笑容温和，带着少年公子的矜持，又带着文人墨客的漫不经心，和谐中透着些许怪异，让人很难忘记。秦娇看不透莫明成，莫明成却在院子里响起长短不一的惨叫声后，对站在身侧一副事不关己模样的秦娇问道：你不害怕吗？我为什么要害怕？莫明成清亮的眸底有笑意再一次一闪而过，目光探究地看着秦娇。你很不一样。莫少爷您真会说话，我怎么就不一样了？不也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吗？是吗？莫明成笑着，用一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目光看着秦娇，目光温和，但却灼得秦娇脊背发烫。要不是骨子里有这个成熟的灵魂，秦娇怕是早就要败下阵来了。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安，打定主意以后离莫明成有多远离多远。为了缓解心中的不安，秦娇没话找话地问道：你不是叫莫明成吗？赖老八怎么却喊你莫川呢？明成是我的字，莫川才是我的名字。哦，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不是要到20举行弱冠礼时才会有长辈另外取字的吗？怎么莫川这个年纪就有了字呢？而且似乎他这个字比他的名还要响呢。怕是半个乌石镇的人都知道莫明成是谁吧，却不知道莫川是谁吧。天色不早了，我们离开这里吧。你那个堂兄怕是要等得着急了。道武他在哪里？因为两人前后就隔了半个月，是故秦娇从小到大都是直呼其名的。他在鲤鱼桥等你。秦娇心里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莫明成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还有他回去后莫老爷子会不会为难他。但转念一想，问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也帮不上，还不如不问呢。那我走了，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哎，不用谢，应该的。你去吧，别让你堂兄等急了。娇娇，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呢？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黄麻子踢的那两脚，秦娇是看在眼里的，有心想劝秦道武找家医馆去看看，秦道武却抢在他开口前道：没有，我好着呢，就我这皮糙肉厚的，再来几下都没事儿。娇娇，不早了，我们赶紧回家去吧。那行，我们先回家。你回头要是觉得哪里不舒服了，明天再来镇上看大夫便是，别心疼银子。现在我们最不缺的就是银子了。秦娇提起银子，秦道武猛地便想起了他藏在牛车里竹篓里那50两银子。之前光顾着担心秦娇了，都没检查一下银子还在不在。越想越后怕，秦道武一把抓起了牛车上的竹篓，却在下一刻整个人如同雷劈。怎么了，道武？银子不见了！秦娇一听说银子不见了，心跟着一沉，眼见秦道武哭得整个人都打起了哆嗦，不是爬上牛车四处翻找，就是钻到牛车底下胡乱翻找。不见了，真的不见了！秦娇也心疼啊，但想着今天能有命活着都已经是老天开恩了，银子没了就没了吧，只要有人在，还能赚不到银子吗？哎，行了，道武，别找了，应该是让人车乱魔走了，没了就没了，我们再努力赚就是。50两啊！你也说了，这样的好运气不是每回都有的，我们到哪儿再去赚到50两啊？哎呀，有人在，还怕赚不到银子啊？回家去吧，再不回去，你爹还有我爹，怕是得摸黑找到镇上来了。秦娇原只是随口一说的，没曾想秦万章和秦万岭兄弟俩真举着个火把一路来迎他们了。爹，我把卖药的银子给弄丢了。丢了多少？50两。
50两！秦万章一个哆嗦，差点就一屁股蹲在地上，还是秦万岭眼疾手快的一把扯住了他。站稳了的秦万章问也没有问秦道武一句银子是怎么丢的，抄起地上的树枝，劈头盖脸的便朝秦道武抽了下来。哎，万章，你这是干什么？快住手！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哎，三叔，您知不知道我和道武差点命都没了？按照秦娇的意思，他是不打算把今天在镇上发生的事儿告诉家里大人的，但眼见的秦万岭都拦不住秦万章，情急之下只能先拿话把人镇住了再说。娇娇，你们遇上什么事了？你没事吧？我没事。眼见秦万章也走了过来，当下便将他们卖了牛樟芝却被赖老八几个拦下的事儿给说了。幸亏道武去莫家找了莫大少爷，不然我哪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同你们说话呢？是百草堂的廖掌柜让我去找莫大少爷的。哎呀，下次不能再让你单独去镇上了，说什么也得有个大人陪着。秦娇本想说赖老八已经废了，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想到伤人杀人都是犯法的事儿，莫明成好心帮他，他可不能替他惹祸，便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转而说道：您别担心，这次是我大意了，下次我会小心的。三叔，我们回去吧，三婶和我娘该等得着急了。秦万章虽然还心疼那50两银子，但到底人比银子重要，儿子能好端端的站在面前比什么都强。可不是等着急了，赶紧先回家吧啊！叫秦娇意外的是，等在他家里的除了于氏和望秋娘俩外，还有石英母女俩。小娇，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啊，出了点事，所以回来的迟了。出什么事了呀？娇娇。这时吴氏和石英的娘汪氏也已经走了过来，秦娇才待开口，跟在后面进屋的秦万岭抢了话说道：娇娇这一天水都还没喝上一口，先让她喝口水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再说吧。一听秦娇这一天都水米不沾的，诗诗顿时心疼的不行啊，连忙去将锅里留着的糙米饭和菜端了出来，招呼着秦娇先去填饱肚子。娘，我等会儿吃，我先把事情同望秋、石英还有婶子他们先说了。没事儿，娇娇，你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说也不迟。秦娇摇了摇头，招呼着望秋他们几人坐下，然后将白天镇上发生的事儿又再说了一遍。当然有些不能说的便被他给含糊带了过去。听说那丛牛樟芝卖了50两银子，望秋和石英激动的差点抱在了一起。等再听到赖老八带着人找麻烦，两人脸色顿时一片惨白。最后知道是莫明成救了秦娇后，望秋和石英脸上复杂的神色已经是言语难以描述了。莫明成啊，那个只出现在传说中的人，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生活会和他有所交集。哼，挨千刀的畜生，让他拿着银子买一辈子药吃吧。汪氏的娘家爹是秀才出身，他自诩是书香门第，平时很是注意自己言辞仪表，可这会儿也忍不住跟着骂道：哼，买什么药呀？买棺材板还差不多。这个夜晚对秦娇他们几家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毕竟得而复失远比从未拥有更折磨人。50两银子怕是要成为这几家未来几年间的遗憾。莫明成陪着沈氏用完晚餐，见沈氏精神比前些日子好了很多，便问道：今日天气不冷不燥，母亲要不要去院子里走走消消食？这怎么能行啊，夫人还在月子里呢。算了吧，我还是不去了。你要是觉得闷的话呢，让丽宇陪你去走走吧。不用了，我还是陪您说说话吧。白日里我好似听陶菊说有人来找你，说是自家妹子出事了。是你书院的朋友吗？他妹子出事了，怎么来找你啊？对上沈氏眼底的关切和隐隐的不安，莫明成想了想，将赖老八为难秦娇的事情给简单的说了一遍。说起来，这位秦姑娘也是受我们牵连，如果当日她不送药，也不会受了这无妄之灾啊。是啊，多亏了这位秦姑娘，我想过了，等过些日子或是让人去接了这姑娘来，又或者呢是我亲自去趟他们家，不拘怎样总要好好的谢谢人家。还有那个赖老八是怎么回事啊？他没把人姑娘怎么样吧？这事儿你看看要不要和你祖父说一声啊？一个地痞流氓而已，处置了便处置了，还要惊动祖父他老人家做甚？不是啊，赖老八自然不足为惧，
可你别忘了，白氏是他嫡亲的表妹呀，回头白氏在你爹耳边吹吹枕边风，只怕……夫人，老爷来了。沈氏话声一顿，目光复杂地看着莫明成。畜生，你干的好事！也不知道是不是莫明成从开始就有防范，还是就这么碰巧。总之，就在莫和正踢过来的刹那，莫明成突然转身朝沈氏走过去。莫和正站立不稳，往前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了。眼见着莫和正见面便动手，抓起自己面前的粉色瓷钟，对着莫和正便砸了过去。滚出去！粉彩瓷钟不偏不倚的正正的砸在莫和正的额头上，茶水泼了一脸的同时，血水也跟着滴滴答答的淌了下来。张妈妈吓得一颗心卡在了嗓子眼儿，急急上前拿了帕子，只是还没等到他靠近呢，莫和正却突然抬起一脚将张妈妈踢了出去。奶娘！眼见张妈妈痛得脸皱成一团，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抬头恨恨地瞪着莫和正。莫和正，你有本事就把我们母子都杀了，拿个下人逞威风算什么本事啊？沈天蓝，你听着，我要休了你！你放屁！你凭什么休了我？起初我占了哪一条啊？我哥哥在时你怎么不说休妻呢？我哥哥才一离开你便说要休妻，你真当我们沈家好欺负是吗？别担心，有我呢，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你去。沈氏先还拼命地挣扎着，这日子不过了，他要拉了眼前这个王八蛋的男人一起下地狱。可当耳边响起儿子温柔的话语声，沈氏一头扎在莫明成的怀里，放声的大哭起来。待感觉沈氏好过了些后，扬声喊了瑟瑟站在门边的陶菊上前，让他扶了沈氏下去。有什么事去我的院子解决吧，母亲她还在月子里。莫和正才要开口，莫明成却抢在他开口前说道：我是什么脾性的人你知道，你存心要叫母亲不痛快，那我也有的是办法叫你的人不痛快，你自己决定吧。话落，转身便往外走。路过张妈妈身边时，莫明成步子一顿，扬声喊了外面候着的丽宇进来，指着张妈妈说道：去请个大夫来给张妈妈看看。是，少爷。你是来替赖老八出头的？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那么狠毒，简直是丧心病狂，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你当老天和你一样蠢一样瞎吗？莫和正气得眼前一黑，差点就一头栽倒在地上。我原本想着这只是一个警告，只是显然有人觉得这个警告还不够重，等着，我会如他所愿的。你什么意思？我警告你啊，你再乱来的话，我一定不会再姑息你的。到时候你怎么样？去官府告我，把宠妾灭妻、杀妻灭子的名声给坐实了？疯子！你和你娘一样都是疯子！话落，扶着额头匆匆地离开了。站在原地的莫明成看着莫和正狼狈的背影，却是笑意愈深，喃喃的道：疯子吗？天才微微亮，娇娇，天还早，你再睡会儿，我先去把衣服洗了，再回来做早饭。村东边有条自山上流下来的小溪沟，不刮风下雨的时候，马岭村的妇人都是早早的来这里洗衣裳。施氏虽说出门的早，可比他早的人大有人在。看着挨挨挤挤的人，施氏叹了口气，便打算抱着盆回去，过会儿等人少了再来。娇娇娘，你过来，我快洗好了。施氏闻言便端着木盆走了过去。吴氏往后退了退，打算让出点位置，让施氏先把衣裳打湿了。不想这一退，却退出了祸事。吴水塘，你干什么呢？差点把我挤沟里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施氏看清是刘氏后，转身就想离开，可又怕因为他让刘氏和吴氏起了争执，一阵犹豫后，到底还是没有离开，皱着眉头站到了一侧。哎呦，道元娘，真是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望秋娘，不是我说你啊，你就算是想讨好巴家人，也换个地方行不行啊？整个村子就这一条小溪沟，大家都想着早点把衣裳洗了回家做饭呢，你就这样让施凤云插进来，你让那些等着的人怎么想啊？吴氏被刘氏说的脸涨红如血。虽说都在一个村子住着，但人与人之间总有个亲疏远近的，平日里也不是没有早到的人给晚到的人插队，大家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过了，偏刘氏今天就和他过不去了。刘艳秋，你这样说有意思吗？
什么讨好巴结的，你当人人都跟你一样呢？再说了，你敢说你从前就没有搭个顺手人情的时候？嘿，这话我还真敢说，我可不像你，为了几个臭钱脸都不要了。吴氏因为自家男人是独子，平时并不轻易的和人起争执，但不起争执不代表他就是软柿子，谁都可以捏。我呸！猪鼻子插蒜，装什么像呢？一个村子住着，谁还不知道谁呢？你要脸，你去抢分了家的侄女的东西啊！你要脸，占人家长子田。你放屁啊！老娘撕烂你的臭嘴！打架，吴氏一点都不怵刘氏，挡开刘氏手的同时，抬脚便将刘氏踹到了溪沟里。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就打起来了呢？吵架可以看个热闹，打架却是不能的。很快便有人放下手里衣裳上前来劝架，有劝着吴氏先回去的，也有伸手去拽溪沟里刘氏的，当然也有趁势奚落施氏的。娇娇娘，这事说起来都是你的不是，你赶紧跟道元他娘赔个不是吧。哎，广全家的，你瞎说什么呢？他们俩吵架打架跟娇娇娘有什么关系啊？他赔的哪门子不是啊？说话的是于氏，他已经在一边看了好一会儿了，不说是族亲，单就凭着秦万章和秦万岭的交情，也不可能让周广全家的把施氏给欺负了。我倒是谁呢？原来是道五娘啊！不怪你要替人打抱不平，毕竟人家可是白送给你们家50两银子呢。周广全家的话一说完，整个溪沟顿时炸开了。启林他娘，你说什么？什么白送了50两银子呀？不是吧？你竟然不知道？前天娇娇带着道武还有望秋他们几个在山里找到那个很值钱的宝贝，昨天娇娇和道武去镇上把那宝贝卖了50两银子，回来道武却说那50两银子被人偷了。这平日里瞧着道武啊是个老实本分的，没想到心思藏得这样深呢。这不就是说秦道武撒谎昧下了银子吗？要是把这事认了，秦道武以后在这马岭村还怎么做人呢？王大丫，空口白牙的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家道武要是像你说的丧良心昧了那50两银子，我们全家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道武娘，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说什么。于是刚准备攒足火力对付汪氏，一边的刘氏却已经阴阳怪气地说道：这有什么呀？那些做了坏事赌咒发誓的人还少吗？可谁看见老天爷收拾他们了？老天爷真有那么灵？这世上哪还有坏人呢？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于是气得脸上一阵白一阵青，看着一侧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村人，恨不得上前把汪氏给撕碎了。可他知道真要动手了，回头就得被人说成是他心虚恼羞成怒，一口气哽在胸口，差点没把他给憋死。他三婶儿，你理他们干什么呀？谁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村子住了几十年，谁心里还能没点数啊？道武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都知道。是啊，道武娘，你跟那些个满嘴喷粪的人计较什么呀？我们信得你和万章的为人，更信得过道武。人没事就是最好的，银子没了再赚就是了嘛。你俩说的对，我生的我养的我教的儿子，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这个当娘的最清楚。我家道武是个好的，那些冤枉他的人早晚得嘴巴长钉，头顶生脓，脚底生疮，不得好死。这下轮到汪氏和刘氏气得不轻了，这不就差指着鼻子咒他们了吗？道武娘，你什么意思呢？有这样说话的吗？我们怎么着你了？你要这样咒我们呀？刘氏和汪氏嚷嚷着挤到于氏跟前，高一句低一句的吵起来。你们脑子没问题吧？道武娘咒的是那些冤枉道武的人，你们这是承认自己空口白牙的诬陷人了？要想找于氏的麻烦，就得承认自己冤枉了秦道武。汪氏和于氏怎么可能承认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讪讪的说不出半句话来。刘氏却是眼珠子一转，突然跳起来，扬手给了吴氏一巴掌。吴水桃，别忘了你刚才还踹了我一脚呢。吴氏自然不肯吃亏，很快便和刘氏扭打在一起了。娇娇啊，你在不在家呀？快找身干净的衣裳给你娘换上。这是出事了。秦娇拔腿走了出去，便看到浑身湿透的施氏被个婶子扶着走了进来。娘！秦娇急忙上前扶住施氏。婶子，我娘她这是怎么了？摔溪沟里去了？你二婶和望秋娘打了起来，你娘帮着劝架，结果一不小心被撞到溪沟里去了。娇娇啊，快别问那么多了，
先找身衣裳出来给你娘换上，最好是烧锅热水让她洗洗去寒气。溪沟里的水是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越是天热越是沁凉入骨，不泡个热水澡，说不得就要落个伤风感冒。穷人可生不起病啊！怎么好端端的就打起来了呢？接过秦娇递来的衣裳，一边在帐幔后换衣裳，一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启林他娘怎么知道银子被偷的？谁知道呢？许是从别处听来的吧？从别处听来的，那这个别处是哪处呢？是望秋他们家还是石英家呢？之所以秦娇没往刘夏身上想，是因为他都还没来得及和刘夏说呢。秦万林，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你给我滚出来！突然响起的骂声吓得秦娇和诗诗冷不丁齐齐打了个哆嗦。娘，我爹呢？早起啊，被你万章叔叫走了。这还是秦娇他们搬出去后秦茂山第一次来，扫了眼虽简陋但却整齐温馨的屋子，秦茂山沉着脸对诗诗道：你男人呢？把他喊来，我有话问他。就算分家了，可秦茂山到底是长辈，诗诗心里再不愿意，还是得恭顺地说道：爹，万岭他不在家，天才刚亮，万章就来把他喊出去了。又是秦万章，诗诗，你到底有没有脑子？放着自家的亲兄弟不来往，跟个隔房的兄弟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怪不得老祖宗说呀，丧母长女不能娶，没规矩也没教养。年幼丧母是诗诗一辈子的痛，秦茂山的话像刀子一样的扎在了他的心上，瞬间让诗诗泪如泉涌，哆嗦着嘴唇想替自己分辨几句，却是喉咙痛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是得有多蠢呢？50两银子，人家说丢就丢了，这话你们也信？去，你去二房找他们，让他们赔。唉，我真就不懂了，这银子丢没丢的和您二位有关系吗？都已经分家了，我们家的银子是丢也好，是送也罢，那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您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的？分家了，你爹也是我儿子，我一天是他老子，他一天就得听我的。那你找我爹去说吧。秦娇说着话便拿起扫把将人往外赶了。这一早起来地都还没有扫呢，麻烦您二位让一让。说的是让的话，手里的竹扫把却是一下不停地往两人脚上打。做了几十年一家之主的秦茂山怎么能忍得了秦娇这样的侮辱呢？抡起胳膊便朝秦娇一巴掌扇了过去，秦娇却突然后退一步。哎呀，有个屎苍蝇，恶心死了，我得把他赶出去。一边说一边抡起手里的扫把，对着秦茂山和秦万宪上下挥舞起来。秦娇，你疯了？你还有点做孙女的样子吗？敢对自己的爷爷动手，这是忤逆啊！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六叔祖，让他开祠堂处置你。二叔，你说什么呢？我明明是在打苍蝇，哪里对爷爷动手了？您是有多不喜欢我，要给我扣顶这样大的帽子？越说越委屈。不用你去找他爷爷，我现在就去找他老人家，让他来评评这个理。秦茂山可不敢招惹秦德顺，这事真要较起真儿来，可是他理亏啊。虽然他是老子，可分了家了就是两家人。正如秦娇说的，银子是送了丢了，都轮不到他来过问。还不快去把人追回来！把你六叔祖招来，我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叫我说，六叔祖来了才好。秦万宪闷声说道：就算分了家，我和我大哥也是兄弟吧，哪有放着自家的亲兄弟不管，照顾隔房兄弟的道理？道武能跟着佼佼采药，道远怎么就不可以？话落，眼见诗诗站在一边不停地抹眼泪，想也不想地说道：大嫂，从前你和大哥不是想过继道成给你们当儿子吗？我和刘氏商量过了，这事儿他答应了，等挑个好日子让六叔祖开祠堂，我们就把这事办了吧。我和你大哥什么时候说过要过继道成了？从前日子艰难，他确实动过过继的想法，但人选却不是秦道成，而是道武的弟弟道信。可是自从分了家，秦娇头一次去镇上便带回了5两银子后，他就断了这个念头，想着等银子再多点去县城找个好点的大夫看看，说不定他这辈子还能生儿子呢。你不过继道成，你想过继谁啊？你以为是菜园子里的菜呢？你想摘哪个就摘哪个，就是道成，那也是看在老大是我亲儿子的份上，不然就凭你有那么大脸吗？做了老秦家10来年的媳妇，
施氏是打心眼里怵秦茂山这个说一不二的公公，被他一吼，到嘴的分辨都不敢往外说了，却是急得眼泪噼里啪啦的直往下掉。我不过继，我还年轻呢，我能生儿子，我要自己生儿子。放你娘狗屁！秦茂山一口啐在施氏脚边，能生早就生了，这都多少年了，你除了秦娇那个丫头片子，你肚子连个声响都没有，你不过继，你是想让万岭绝后吧？你怎么就这么歹毒呢？我不是，我没有啊，爹，我求你了，你让我和万岭自己生吧，我一定能给万岭生个儿子的。施氏的坚持惹恼了秦茂山的同时，也让秦万宪心里很不痛快。大嫂，你不是想自己生，你是想过继二房的道信吧？没有，我谁都没想过继，我就想自己生。那你要是生不出呢？我能生，别人能生，我也一定能生。别人3年抱俩，你呢？3年抱了几？他3年抱几和你有关系吗？他先是上前扶起跪在地上差点没哭晕过去的施氏，末了目光鄙夷地看着秦万宪道：二叔，你可真是让我长见识了，一个做小叔子的管天管地，连兄嫂的房里事也管了，你无耻不无耻啊？秦万宪被秦娇说的脸涨红如血，他现在明明说的是过继的事儿，怎么就扯到了兄嫂房里的事儿了？这传了出去，他还要不要做人呢？秦娇，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八道？周爷爷，适才我二叔的话你也是听到了的，是不是我二叔在问我娘3年抱了几？我爹娘生不生娃和他一个做人小叔子的有什么关系啊？秦茂山父子俩豁然抬头，这才发现秦娇请来的不是族长秦德顺，而是李正、周义贵。父子俩一时间都有点懵，不知道秦娇怎么把他给请来了。周叔，冤枉啊！我怎么可能管兄嫂的房里事呢？是我爹揪着我大哥，这都快30了，却连个儿子都没有，便想着商量下，要不要把道成过继给他们。过继？你和我爷先是逼着我娘去三叔家要回道武丢了的50两银子，这会儿又要把道成过继给我爹娘做儿子，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再说了，我爹和我娘还年轻呢，你怎么就能笃定他们这辈子一定没儿子？屁话！他要是能生儿子，拉屎我都不能冷，我一口给吃了。哼，放心，有你吃屎的那一天。我打死你这个目无尊长的狗东西！秦茂山左右张望，抄起角落的烧火棍，便朝秦娇走了过去。爹，不要啊，娇娇她还小呢。娘，别求她，虽说我是你孙女，可到底是分了家的，你这一棍子下来，没个4、5两银子，怕是了不了事。秦茂山怎么会受秦娇的威胁呢？手里的棍子连个停顿都没有，就狠狠地抡了下来。爷爷，你不让我们一家活，那就大家都别活了。说着话，一阵风地冲进了秦家老宅，抄起院子里的砍柴刀，直奔猪栏而去。猪栏里的猪发出了嗷的一声惨叫。快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不想话才说完，便看到秦娇一身血的自猪栏里走了出来。他身后养了1年近200斤的猪，嗷嗷的惨叫不停。秦娇，你这个畜生，你做了什么？嘿，没干什么，让你们提前杀年猪。他辛辛苦苦养了1年多的猪啊，原本还指望着年底的时候拉到镇上去，能卖个4、5两银子。秦娇，我打死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你来啊，我就站在这儿等着。侯氏抬脚便要上前，可是却在目光触及到秦娇手里闪着寒光的柴刀时，心下一颤，脚怎么也抬不起来了。哼，记着，别再来招惹我，不然下次是人还是畜生就难说了。你不能走，你得陪我家猪呢。秦娇步子顿住，回头冲刘氏道：你说什么？我听不见，要不过来说。眼见侯氏和刘氏都不敢上前，秦娇扑哧一笑：切，就这点胆量也敢欺负人？刚出院子，便看到秦茂山和秦万宪急急地走了过来。秦娇，你把你二婶怎么了？秦娇却是连个眼角的余光都没有给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当家的，秦娇这个小娼妇把我们家的猪给砍了，砍的是猪而不是人。父子俩齐齐地吁了口气。
但很快却是一颗心又卡在了嗓子眼了。我说啦，爷你那一棍子没个4、5两了不了似的，你偏不信，这下信了吧？秦茂山拳头捏得咔咔响，什么也没说，阴沉着脸朝秦娇走了过去。哎呀，李正爷爷救命啊！我爷他要杀人啦！周一贵手脚无措地站在那儿，心里如同打翻了5味瓶。这会儿他总算是弄明白秦娇不请秦德顺请他的原因了。秦德顺出面，那就是秦氏族里的事情，秦娇就算是有理也吃亏，毕竟他是小辈儿。可由他出面就不一样了，他是李正，代表的不是宗族，而是朝廷的律法。秦老哥，你这是干什么呢？有什么话我们……这个小畜生把我们家猪给砍了，我养了1年多的猪啊，眼见着年底赶着镇上去就能换回5两银子了。不行，我得让他赔。金娇，你赔我的猪。哎呦，娇娇啊，你怎么能把猪给砍了呢？李正爷爷，他们能来我家打我娘，我为什么就不能砍他们家的猪啊？猪是畜生，我娘是人，人重要还是畜生重要？自然是人重要啊，只是话到嘴边却被周一贵咽了回去。老秦家这猪拉到镇上卖不了5两银子，也能卖个4两，就这样让秦娇给祸害了。娇娇，你这孩子也太胡来了啊！你奶他们养头猪多不容易，你怎么就能把它砍了呢？这孩子莫不是中邪了吧？不然好端端的怎么就想到把猪给砍了呀？嘿，婶子，照您的意思，我就不该砍猪，应该砍人才是，对吧？呸呸呸，我可没这么说啊！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不怪你爷和你奶啊不喜欢你，这换谁也喜欢不起来呀！闭嘴吧你！我缺你们那点子喜欢吗？我秦娇除了缺钱啥都不缺，哪像你们5行缺德，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你！妇人指着秦娇气得跺脚，想骂几句难听的，可才领教过秦娇嘴巴的厉害，这会儿还真不敢乱说。李正爷爷，我爷和我二叔当着您的面动手，您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别和我说什么大道理了。我只认准分了家就是2家人，谁都没资格对我娘和我动手。这次是猪，下次是什么，我可就不保证了。你什么意思呀？随着一道清脆的女声响起，秦娇的小姑秦熙如自人群外走了进来。分了家，你们就不是老秦家的人了？秦娇对秦熙如这个小姑很是感冒，她是侯氏的老来女，只比秦娇大5岁，打小就是个掐尖要强的，明明生了个农女身，却有颗小姐心。秦娇稍微大点就被她当作丫鬟使唤，但凡秦娇有个不乐意，她就要到侯氏跟前上眼药水，侯氏不好发作秦娇，便对施氏非打即骂。随小姑你了，你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了，我无所谓。大嫂，你就是这样教女儿的吗？就算你爹娘早逝，没有人教你怎么做娘，可是你做了老秦家这么多年的媳妇儿，她也应该看会了吧？施护施氏是施氏心底不可触碰的痛，却在1天里被秦茂山和秦熙如父母俩一次又一次的提起。我家娇娇很好，不用人教，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说她几句的。你说谁是阿猫阿狗呢？又没说你，你这么急着对号入座干什么？哥，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母女俩这样欺负我。秦万峰看了眼施氏和秦娇，便在秦娇以为他会替秦熙如出头的时候，秦万峰却闷声地说道：爹和娘都在，你多什么嘴？娘，你看看，小哥他帮外人也不帮我。他说啊，这事儿从头到尾的你都看到了，你是李正，这事儿啊，你说应该怎么处理啊？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断呢。茂山兄弟，要不还是把德顺叔喊来吧，看看他老人家是个什么意思。老三，你去请你六叔祖。不想秦万峰却是看了眼侯氏后没有动，仍旧像个庄子一样的立在那儿。老三，您怎么说？秦茂山拿定了主意，对秦万峰说道：去吧，这是大事，确实该让他老人家出来主持公道。娇娇啊，让人去把你爹找回来吧，今天这事儿怕是不能善了了，你奶和你爷呀不会放过我们的。巧了，我也没打算善了。娇娇啊，这事儿不能再闹大了，
再闹大了，说不得你奶会吵着让族长将我们除族的。到时候，望秋娘啊，你帮个忙，去趟他三婶家，让他三婶赶紧的把娇娇他爹喊回来。行，我这就去啊，你也别太着急了，这事是他们有错在先，到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帮着你的。话落，退出人群，一阵风似的往于氏家跑去。六叔，事情我已经听说了，这事儿你是怎么打算？秦茂山瞟了眼相互扶持的秦娇母女俩，都是自家人，也不必非得闹个你死我活的，赔5两银子就算了吧。诗诗，你公公的意思你怎么说？太爷爷，5两银子没有，1两银子可以考虑，不过话要说清楚了，银子给了，猪就得归我们。放你娘的屁！小娼妇，你怎么不去抢呢？这猪实打实的养了1年多了，拉到镇上怎么不能卖个4两5两的？1两银子，你穷疯了吧你？我怎么会穷疯了呢？穷疯了的是你们吧？不然怎么我爷和我二叔大清早跑我们家要银子呢？您可别忘了，我们是分家了的。几乎秦娇的话音才落，大家看侯氏几人的目光便都变了。看什么看呢？就算分家了，我大哥也还是我爹的儿子，儿子孝敬老子不是应该的吗？明明是他不孝，怎么能……小姑，话不是你这样说的，圣人说父慈子孝，这儿子孝不孝，是不是得先问做老子的慈不慈啊？试问这世上哪个慈父分家时会只给嫡长子1间牛屋2亩旱地啊？哼，好厉害的一张嘴！你既知道父慈子孝，那你应该也知道父在子不分家惜财吧？你爷还在呢，你们一家3口吵着闹着要分家，到底是谁不慈谁不孝啊？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他很清楚秦熙如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有理有据的一番话绝不是秦熙如说得出来的。秦娇想到那个嫁到东田镇刘家村的大姑秦玉茹，嘴角绽起抹讥诮的弧度，因为到了议亲的年纪，侯氏一心想把这个最疼的女儿嫁去县城的，也早早就嘱咐了嫁得不错离县城仅几里之遥的秦玉茹。半个月前，秦玉茹让人捎信来，说是替秦熙如相看了一户人家，让秦晚风把人送去他家，找时间私下里相看相看。分家的时候秦熙如不在，但显然他早就知悉了分家的全过程了，也早就商量好了对策。不错，老祖宗是说过父在子不分家惜财，可老祖宗同样也说过嫡庶有别，尊卑有序。我爹是这个家的嫡长子，我娘是他3叔6聘明媒正娶的妻，按说他们在这个家有着仅次于我爷的地位。可这些年你们是怎么对他们的？一个季婆婆3天1小打，5天1大打，嫡亲的公公非但没有帮着主持公道，反而还跟着把人往死路上逼。如果非打即骂便是慈，那么我不介意对小姑表达一下我深切的爱意。阳光下，秦娇手里的柴刀泛着森冷的寒光。六叔啊，求您老人家替我做主啊！我嫁到老秦家，勤勤恳恳的几10年，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让个小辈儿这样骑在头上拉屎，我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您要是不替我做这个主啊，我回头就1根绳子吊死在祠堂门口了。刘叔祖，你老人家给我们做主啊！秦德顺脑瓜仁闷闷的痛，浑浊的目光看了眼跪在地上抱头痛哭的侯氏母女俩，又看了看自自在在的好似无事人一般的秦娇，觉得秦娇这小丫头片子也太目中无人了些，说不得是该给她点警告。娇娇，这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周全的儿女，这件事是你做过了。诗诗霎时白了脸，她撩起裙摆便要跪下求情，却被秦娇一只手死死扯住。那依着太爷爷的意思，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赔你爷奶4两银子，猪归你，是杀了吃肉，是卖了换钱，随便你们。侯氏便要反对，却被秦熙如给阻止了。娘，大姐说了，让秦娇那个小蹄子自寻死路，我们一边看戏就行了。
侯氏仍旧愤愤不平，可大女儿的话他却不敢不听。只可惜侯氏愿意忍，秦娇却不肯吃这个眼前亏。太爷爷，您年纪大了，耳朵怕是不大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1两银子可以考虑，还有猪得归我们。在场的人就连秦德顺都变了脸色。要知道秦德顺可是族长，在马岭村周一贵的话或许不顶用，可秦德顺只要开了口，便没人敢反驳。再想不到这次不但被人反驳了，还是被秦娇这么个小丫头给驳了。既然如此，那你们一家3口就离开马岭村吧。六叔祖啊，六叔祖啊，不要赶我们走啊！娘！他目光猩红地看着施氏，缓缓地举起手里柴刀，架在他纤细的脖子上。您要是敢答应赔4两银子，我现在就死给您看！娇娇啊，娇娇啊，你把刀放下，你不要吓娘，娘听你的，娘都听你的。娇娇，你干什么？你快把他放下！当家的，你劝劝娇娇，让他把刀放下，只要他好好的，我什么都听他的。银子我们不赔了，出租我们也认了，只要他好好的。秦万岭没有急着去劝秦娇，而是转身对神色晦暗不明的秦德顺说道：六叔祖，事情我们都知道了，银子我们肯定是不会赔的，您帮我们出足吧。哼，看，都让我大姐说到了吧。秦娇这小蹄子自己会作死，我们看戏就行了。除族啊，除了族，这一家3口就不再是马岭村的人了，走到哪儿都是丧家之犬不说，而她呢，也成了名正言顺秦家的女主人。100年之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葬进秦家祖坟，享受秦家子子孙孙的香火供奉。德顺这会儿却是骑驴难下了，分家的事儿他已经被7里8乡的人戳脊梁骨了，再把秦万岭除族，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到了他这个年纪还能出尔反尔不成吗？族长，我反对。一片寂静中，望秋的爹秦向荣走了出来。我也反对。秦万章这时也走了出来。我也反对。留下的爹秦荣文紧跟着走了出来。族长，凡事有因才有果，您是不是先把事情的起因问清楚，再决定怎么处置这件事啊？是啊，族长。晚风兄弟说的对，族长，您问清楚了再决定吧。秦德顺暗暗地吁了口气。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各自把事情说一遍吧，完了也让大家跟着评评理。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秦茂山和施氏的说辞自然不能统一，自动忽略的50两银子的事儿，只一口咬定了他找施氏是谈过继的事儿，便是过继在他嘴里说出来，也和事实大有出入。六叔祖啊，我方才的话若是有一句假的，让我天打五雷劈，不得好死啊！这年头的人是很重视誓言的，再加上同住一个村子都是什么样的人，谁心里还会没点数呢？施氏，你这个毒妇，你至少断我老秦家的香火呀！老大，你要还当我是爹，你就休了这个毒妇。施氏又急又怕，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万林，我刚才也说了，这世上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周到的儿女。你爹虽有错，但他确实为你好。这事儿，叔祖，施氏嫁给我10年，我从没想过休妻另娶，也没想过过继。我有娇娇，只要是我夫妻2人膝下无子，大不了招赘便是。糊涂啊！这入赘的男子能好到哪儿去？你以为你这是疼娇娇？你这是害他，你知不知道？秦万岭哪里又是想真心招赘啊？他们家1没钱2没势，凭什么让人上门入赘呢？再者说了，这年头肯上门入赘的都是无能无用之辈，帮不了娇娇不说，怕还得拖累他。他只不过是想用这个话来堵他爹的嘴罢了。行了，今天的事两边都有错，都是自家人，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我现在做主，万林，你们赔2两银子，这猪就归你们了。秦万岭却是第一时间朝秦娇看了过来，似乎只要秦娇说个不字，他立刻就给拒了。侯氏却是眼前一黑，气得当场晕过去了。娘，你怎么了？快把你娘背回去，去请大夫，快去啊！一阵兵荒马乱后，现场便只留下秦娇一家人以及围着看热闹的村民。爹，既是太爷爷发了话，那就按太爷爷说的办吧。柳叔祖，就按您老人家的意思办吧。秦德顺深深地看了眼秦万岭，想说什么，却在去见被施氏抢了刀，一把揽在怀里的秦娇时，那些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族长的位置啊，他可真是坐够了，找个黄道吉日退位让贤吧。
秦万宪才进院子，背上的侯氏便醒了，哭天抢地的要去找秦德顺说理，谁劝也不听。行了，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你凶什么凶啊？你有能耐到外面使去，别就知道在家里欺负我们娘儿几个。秦茂山憋了一肚子的闷气，想都不想便扬起了巴掌。爹，您干什么呀？娘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还要和他动手吗？是啊，爹，说到底呀，娘还不是心疼咱家的猪吗？那么大一头猪拉到镇上，怎么也能卖个4两银子吧？秦茂山不心疼吗？他不但心疼，他连肺和肝都疼，全身都在痛。爹，我都和郑夫子说好了，年底把猪卖了，开春就送道元和道成去启蒙，现在怎么办啊？族长发话了，李正虽没发话，但却也默认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秦茂山阴沉着脸没吱声，侯氏一屁股坐在地上，拍天抢地地哭了起来。娇娇啊，这往后再不敢使这么大性子了哈，这万一把自己伤到了怎么办呢？叫你爹和娘还活不活呀？是啊，娇娇，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呢？别说你娘了，就是婶子都被你吓住了，这会儿啊，心还在砰砰的跳呢。施氏紧紧抓着秦娇的手，生怕一松手人就不见了。娇娇，娘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娘只求你好好的，只要你好好的，日子再苦再难，娘都不怕的。对不起，我以后不吓你了。没有，是娘不对，都是娘的错。你回头还是得去趟六叔祖那儿，去跟他老人家赔个不是。秦相荣和秦介文也跟着劝道。是啊，万里，族长那里你去说几句好话吧，今天的事儿他老人家未必会放在心上，只是传了出去，到底不好听啊。我明白的，只是这样空手上门不好，回头我准备点东西再去吧，这样也显得有诚一点。有了这次的教训，大伯他再想为难你啊，就得掂量掂量了。说起来今儿这事儿也算是福祸相依啊。秦万灵苦笑着点了点头，几人又劝慰了一番，便起身告辞了。好了，都别难过了，做饭吃吧，我饿死了。秦娇这才想起，这一大早吵吵闹闹的，他还1粒米都没下肚呢。母女俩连忙起身去准备吃食了。爹，你早上去哪儿了？你三叔在狮子岭那边发现几块荒地，让我去看看要不要开出来做菜地。狮子岭在马岭村5里地外，到那里开荒种菜也太远了吧。秦娇正想着劝秦万岭算了时，外面突然响起道怯怯的声音。姐夫，你们在家吗？好像是小舅舅来了。秉和，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没有，家里没事儿，我和哥哥都好着呢。村里人说您和姐夫被分出来当过了，哥让我来看看您和姐夫。施氏闻言顿时红了眼眶，他10岁没了娘，12岁没了爹，那些年又当娘又当姐的将2个兄弟拉扯大。15岁嫁给秦万岭时，2个弟弟哭了一路送她出嫁。可就是这样，大弟和小弟遇上再大的难事儿也不会来秦家找他的。可这会儿却在听说他分家了，第一时间便让小弟来看他。是的，分家了，以后呀，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我和娇娇了。说是没分田也没分地给你们，是真的吗？不是的，分了，是我和你姐夫没要。施秉和看了看旁边的秦万岭，抿了抿嘴，转身从挑来的箩筐里往外掏东西。这是家里去年收上来的红薯，你们先吃着，过些日子我再想办法送些别的吃食来。施家没有田，只有几亩山地，山地贫瘠，种什么产量都不高，就这几亩山地的产出，兄弟俩自己都不够填饱肚子的，这会儿却还要分出一大半来救济秦娇他们一家人。施氏再次红了眼眶，秦万岭也满心不是滋味，正想劝说施秉和说他们有吃的时，姐，这里有袋子米，你给娇娇吃。哪来的米呀？拿帮工换的呀。开春的时候，我和大哥帮人犁田插秧，当时说好了1天的工钱按1斤米算，只可惜村里人都穷，能喊得起帮工的人家太少，
只能换到这5斤糙米。2个壮劳力，1天的工钱就是1斤糙米。可就这样的糙米，2个舅舅都舍不得吃一口，全都拿来给他吃了。秦娇心里酸酸涩涩的。大舅今年21了，别人这个年纪都当爹了，可大舅却因为穷连个媳妇都没有。小舅过完年也19了呀。小舅，红薯留下来，这米您带回去，和大舅你们自己吃。我现在能挣钱了，我们可以自己买米吃。对了，等下让我娘给您再多装点，以后没米吃了，您就来拿。施氏娘家凑属窝村，离马岭村其实不远，也就是20里地的样子。只是这中间呢，要翻过好几座大山，但因为村与村之间总会有几家姻亲的，所以消息传递虽然慢，但却不至于闭塞。施秉和知道老秦家分家的事儿，自然便也听说了秦娇采药换钱的事儿，只是他认为啊，那只是一时的运气罢了，并没有认真的看待。是啊，秉和，娇娇现在能采药换钱了，我们不愁米吃，你把这些米都带回去，我这里呀还有1袋米，等会儿呢也给你1半，等下回去镇上呀多买点，我再捎信儿，你或者大弟来拿就是了。娇娇，你真的带人进山采药了？哎，小舅，我教您食药认药吧，这样您和大舅也能采药换钱了。哎呀，娇娇这个主意出得好呀，我看呀也别一个教一个了，把大弟喊来，你们俩一起跟着娇娇学，等学会了再回去采药换钱吧。啊，对，凑树窝村周边都是山，这些年也没出过什么采药人，等你们俩学会了，所有的山都是你们的了。施秉和隐隐的有些心动，可余光处看到虽然布置的简洁，但却仍显得狭小的屋子时，却是摇了摇头，说道：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和大哥商量商量。还商量什么呀？你们俩也都老大不小的了，早该娶亲成家了，赶早着学了挣银子，各自把媳妇儿娶上才是正经呢。娘，小舅是担心他来了之后和我们同住一室不方便，您别再骂他了。被说破心事的施秉和涨红着脸低下了头，讷讷的想说点什么，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样吧，明天我去山里挖几株活的药，拿钵子种好，过几天小舅您来带回去认，等认全了我们再换一批，您看这样行吗？啊，可以的，这样最好了。行，那就这样说定了。小舅，你爷家杀猪了，你要不要去看看？不去，杀猪有什么好看的？话落，又对埋头扒饭的施秉和说：小舅，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等一下你正好带2斤肉回去，和大舅开荤。都分家了，这肉你爷怕是不会给吧？还有这不年不节的亲家怎么就杀猪了呢？难不成是猪病了吗？施秉和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老秦家之所以不年不节的杀猪，全是他外甥女秦娇的功劳。娇娇，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么？谁同意你进来的？刘老四则是眯着眼打量起秦娇来，他已经从刘氏嘴里听说了秦娇的所作所为，杀猪前也检查了猪耳朵后的伤口，深可见骨的伤口，很难相信会是眼前这么个小人下的手。我也没想来，这不听说我爷杀猪了，我来拿我们家应得的那份猪肉。你要脸吗？厨房的侯氏和刘氏婆媳俩听到动静走了出来，见到是秦娇站在院子里，婆媳俩瞬间红了眼睛。滚！你给我滚出去！刘氏左右看了看，看到地上褪猪毛的脏水桶，拎起便朝秦娇泼了过来。娘，您犯不着和这种缺教的玩人置气，往后不跟他们来往就是了。侯氏气得胸脯子一起一伏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嘴唇也跟着打起了哆嗦。娘，您别急，先喝口水喘喘气。且说秦娇踩出了院子，等在外面的望秋便迎上前。娇娇，他们是不是疯了？怎么话都不问一句就动手啊？不怪望秋这么问，一早他就喊了刘下去打猪草了，才到家便听说老秦家杀猪了，水都没喝一口就去给秦娇通风报信。嗨，正常，我原还想着怕是得拿刀招呼我呢，还好只是抡个扫帚。望秋傻眼了。行了，你先回去吧，我去老族长家。他又来干什么？叶氏也不是很喜欢秦娇的做派，就觉得长辈便是有错，你一个做小辈的也不应该这样不依不饶的。一个小姑娘连刀都动上了，这还有个姑娘家的样子吗？好像是他爷奶把猪杀了，他上门去要猪肉，结果被赶出来了，来找您给主持公道。
我给主持什么公道啊？他把猪给砍了，又只肯出2两银子，他爷奶傻了才会要银子不要猪。哎呀，去，你去告诉他，这公道我没法给他。爷，秦娇说，当初您主持分家的时候，他爷亲口说过，猪鸭鸡这些家畜不分，等过年杀猪的时候，喊他们一家回去吃肉，1头猪分他们家5斤肉就行了。娘，秦娇那个小蹄子又来了。茂山呐，把他喊出来，我跟他说几句话。六叔祖，你找我爹有什么事儿啊？秦德顺烦透了他们这一家子的烂事儿，心里埋怨着秦茂山黑了心肝，娶了后娘变成了后爹的同时，也埋怨秦万岭没把秦娇给教好了，成天只知道掐尖要强。当初你们分家的时候，家畜没分，说好年底把万岭一家子喊回来吃肉的，现在猪杀了，是让他们一家子回来吃肉，还是分他们家几斤肉？你们想好了没呀？猪肉没有，猪屎那里还有1桶呢。小娼妇，我就是拿肉喂狗了，我也不会给你吃一口的。奶，你是说真的吗？这猪肉你1斤都不打算分我们家？回答秦娇的是侯氏啐在他地上的一口浓痰。太爷爷，那这往后48节的礼我们家也不拿了，到时候您可不能说我爹不孝啊。他不说，他保证什么都不说，只求你们2家别再上门来折腾他这把老骨头了。你放屁！凭什么48节的孝敬不拿了？白纸黑字写着呢，是你老子亲口答应的。你个小蹄子，这是要反了天做你老子的主吗？太爷爷，我们走吧。您放心，今天出了这道门，从此我们2家便没关系了，往后也不用再烦扰您老人家了。秦德顺自是巴不得如此呢，可到底还是基于职业操守，停下脚步，回头朝侯氏等人看了过来。你们都听到了？六叔啊，您什么意思呀？六叔啊，您不能这样，凭什么秦娇这小蹄子说什么就是什么？您是族长，出事得公正，可现在您看看您这办的都是什么事儿啊？秦德顺年过70旬，是整个马岭村他最年长的。好，既然你嫌我处事不公，那以后你们家的事儿都别再找我了。六叔祖，秦万峰急急地追上前来。哎呀，六叔祖，您别生气呀，我娘她说错了话，我替她向您赔不是。既是我爹当初说过的话，自然是要作数的。我这就去给娇娇拿肉。秦万峰转身自箩筐里拿起了一刀肉，递给了秦娇。娇娇，这肉你拿回家去吃吧。哎，谢谢小叔。自家人不用这么见外，快回去吧啊！让你娘收拾收拾，晚上做给你吃。哎，六叔祖，家里杀猪，晚上您和我茂坤叔来喝一杯。不用了，我不缺你们家一口肉吃。我也不敢吃，不然怕是又要被人说啊，我不但偏心，还嘴馋。你六叔祖我还是要脸的。六叔祖说笑了，自打您当族长以来啊，村子里谁不在背后说您一句处事最是公正？秦万峰一边说着，一边送着气汹汹的秦德顺往外走，身后侯氏气得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掉。秦希如红了眼眶，看着秦娇背影，目光像淬了毒似的，闪着蓝汪汪的光。秦万峰随手拿的一刀肉有6斤多重，还是块肥瘦相间的前腿肉。娘，留2斤，我们晚上包饺子吃，剩下的抹上盐，都让小舅带走。诗诗这会儿还有点懵，娇娇啊，这肉真是你爷奶给的？我爷奶哪有那么大方，人家都说了，家里的猪肉喂狗都不给我们家吃一口，这肉是小叔给的。说起来，我小叔这人挺有意思的。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些年，老秦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秦娇不说了如指掌，也可以算是熟知了。可现在他却发现，有些事儿有些人，或许他了解的只是表面。你小叔和你二叔不一样。秦娇心里道，一样不一样的，现在下结论还早了点，眼瞅着太阳已经过严了，20里的山路不好走。娘，你再给我舅拿上2串钱呗。诗诗下意识地朝秦万岭看去，2串钱那可就是200个铜板，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秦万岭的手啃，他就是再心疼自家弟弟，也是不敢把这钱往外掏的。你看我干什么？娇娇都开口了，我还能不同意？哎呀，快给拿上吧啊！姐，不用，真的不用啊！
家里吃的用的都有，没有用钱的地方。小舅，买盐买油要钱吧？你就拿着吧，又不多，就当是我孝敬您和大舅舅的。拿着吧，娇娇没少吃你们送来的兔子和野鸡，现在她挣钱了，孝敬你们俩也是应该的。大山里的凑数窝村野生动物资源不少，之前施家兄弟俩但凡逮到只兔子野鸡的就往秦家送，明知能落到自家姐姐和外甥女嘴里的没多少，却想着能吃一口是一口。姐夫，看您说的，娇娇是我们的外甥女，疼她还是不应该的嘛。小舅说的对，您和大舅疼我是应该的，那我孝敬您俩也是应该的呀。施秉和红着脸收下那串钱。娇娇，哎呦，是舅舅们没用，帮不上你们不说还……哎呀，舅舅，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呢？不早了，20里山路不好走，您早些动身回去吧，过2天您记得再来一趟。一家3口把施秉和送出村口，这才转身往回走。娇娇娘，那是你娘家兄弟吧？这满满2箩筐，不会是把你们家底儿都搬走了吧？秦娇看脸说话的人，见是早上在西边闹事的汪氏。哟，还真就让婶子说着了，我小舅把我们家都搬空了呢。哎呀，可是怎么办呢？我和我爹都还觉得他哪少了呢。汪氏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周边围着看热闹的人齐齐地发出一阵哄笑声，臊得汪氏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娇娇，今天还去采药吗？去的，我们不跑远，就去大角岭看看。上次给莫名城的3期就是在大角岭采的，秦娇还想去碰碰运气。秦娇等人的动作再次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有心思活络的已经在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自家亲戚里有没有年纪相当的男孩，是不是应该早点请个媒人上门说亲去。不过想到秦娇那泼辣的性子，不自觉的又打起了退堂鼓。可转念又一想，只要能赚钱，泼辣点就泼辣点吧，等有了儿女再好放手收拾时，到时自然就乖了。秦娇自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唐僧肉。山路难走，花蚊子逮着空就往身上扑，没多久，一个脸上脖子上便是一大片的红包包。娇娇，前面有条小溪，我们过去洗洗脚吧。行，我再在附近找些止痒消肿的药草给你们涂涂。溪水清澈见底不说，还沁凉入骨，掬一把在脸上脖子上，顿时酷热全消，就连被蚊子咬过的地方都好似不怎么痒了。秦娇抹了把脸上的水，目光随意的一转，落在了一丛马齿苋上。他上前揪下一把，喊了石英几个，那把这个汁液涂在蚊子咬过的地方，等会儿就不痒了。石英几个顿时一拥而上，你帮我，我帮你，嘻嘻哈哈的闹成了一团。秦娇想着只有道武一个男孩，虽说年纪还小吧，但到底男女有别。正想着喊上他上前，由他替他涂时，不想身后却响起了道武的声音：娇娇，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呀？秦娇疑惑地走了过去。冲楼！石英3人这时候也已经走了过来，听到秦娇的声音，齐声道：重楼！娇娇，这就是你说的重楼吗？重楼其实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那就是七叶一枝花。通俗的叫法是重楼、草禾车、海螺漆等等，是一种珍稀的药材。是的，这就是我和你们说过的重楼。一番观察后，他认定这株重楼少说也有6、7年了，就这一株估计卖个4、5钱银子不难。秦娇则小心地扒开表面的泥土，将重楼的地下金块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清洗干净后放进身后的竹篓里。我们大家分开找，看看这附近还能不能再找到。当下望秋几人便以小溪为中心散开，仔细在周边搜寻起来。秦娇则小心地扒开表层的泥土，将重楼的地下金块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清洗干净后放进身后的竹篓里，对一直留意着他动作的道武说道：看清了吧？再找到就像我刚才一样，把他的金块挖出来。道武重重的点头表示明白了。很快太阳便落山了，虽然几人干劲很足，但还是在秦娇提出下山回家时都放弃了继续寻找的劲头。明天我们再来，明天我肯定能找到。大家都找到了，就他没找到。向来争强好胜的人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失败。嘿嘿，明天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今天还大的。我也是。道武看着叽叽喳喳的几个小姑娘，却是笑笑并不说话，暗自拿定主意，明天一定不能输给他们。
也不知道是福星高照还是命运之神的眷顾。第二天，秦娇他们虽然没在大角岭找到重楼和三七，却在距大角岭10几里外的老鸭间找到了金线莲。金线莲的珍惜是重楼和三七无法比拟的。要知道，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工栽培的金线莲都能卖到200至700元不等，野生的更是卖到几千上万元一斤。因为药用价值高，使用范围广，很多人将它称为药王。叶背淡紫红色，叶面膜绿色中有金黄脉网，筋节明显，叶呈椭圆形弧身巨柄，叶面有光泽。因为太过激动，秦娇的声音不自觉地打了哆嗦。娇娇，你怎么了？望秋，我们发财了啊！发财？发什么财啊？看到没？这就是来给我们送银子的财神爷。我告诉你，说不得那丢掉的50两银子，我们又可以赚回来了。啊！望秋惊得瞪大了眼，下一刻他便打算越过秦娇，去扯那层层叠叠、长势喜人的金线莲。幸亏秦娇眼疾手快的一把将他拦了下来。哎，把石英和刘夏喊下来，我教你们怎么采，4个人一起动手，早点采完下山回家。崖壁下，秦娇已经先小心地采起了金线莲。一般来说，生长周期越长便越受客人喜欢，而发达的根系和完整的叶片脉络是判断的唯一标准。记住了，挑根茎粗壮的采，不要破坏叶子，还有一些年份不足的不要破坏了。这可是我们的财神爷，往后每年都能给我们送钱花。石英和刘夏点头表示完全明白，望秋却是抓着药杵不敢动手。怎么办？我突然好紧张好害怕呀，我怕我一不小心就会伤了财神爷。那你别动手了，你负责将我们采好的装筐。本想叮嘱一句注意轻拿轻放，却在对上望秋满是汗水的额头时咽下了到嘴边的话，改口说道：哎，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它再金贵也就是味药材而已。谁说的？它明明就是亮闪闪金灿灿的大元宝。秦娇先是一怔，紧接着却是和石英3人齐齐地笑出了声，清越的笑声回荡在山林峰炼间，说不出的欢快愉悦。崖上的道武听到这笑声，也忍不住扬起唇角，绽起抹大大的笑脸。真好啊，这样的生活有期待，有笑声，有梦想，有甜蜜。如果一辈子都能这样过就好了。一天，秦娇几人比平时回家的要晚，还没等走出老鸭间，太阳便下山了。望秋走在最前头，时不时地回头问走在后面的秦娇：娇娇，你说的是真的吗？今天这几篓子的草真的可以卖40-50两银子？什么草不草的，娇娇不是说了，它叫金线莲，也叫金草，还叫药王。嘿嘿，我记不住。我说实话，娇娇叫我们认的那些草，我睡一个晚上就忘记了。石英气得直翻白眼，刘夏跟着笑骂了一句：你还好意思说？望秋才要还嘴，一只拳头大的癞蛤蟆突然自草丛里蹦了出来，恰恰地落在望秋的脚前。几人同时惊了惊，望秋最先反应过来，嘴里喊着哇，好大的一只癞蛤蟆，手便伸了出去。不想树丛里却突然窜出条通体乌黑碗口粗的蛇，照着望秋脚边的癞蛤蟆扑了过来。蛇，有蛇！石英和刘夏傻眼了，似乎不能相信秦娇她怎么会怕蛇呢？娇娇别怕，是无风蛇，没有毒的。秦娇悲催的想哭啊，哥哥呀，有毒没毒重要吗？没毒它也是蛇好不好呀？望秋的反应也很快，只是他的快却是让秦娇大跌眼镜的。说时迟那时快，便在乌风蛇扑向癞蛤蟆的那一瞬间，望秋的手半道改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扣住了蛇颈。不等手腕粗的蛇身缠上来，望秋抽出竹篓里的药杵，朝着蛇头和蛇腹的中间用力地砍下。一套动作下来，似行云流水，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我估摸着收拾干净，少说也有10来斤呢。晚上都来我家吃啊！我爹做的蛇包鸡最好吃了。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不吃蛇。望秋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两人，见他们不像是客气说假话，哼了一声，一副乡巴佬不识货的表情，转而对秦娇和道武说道：娇娇、道武，你们来吃吧。我告诉你们，蛇肉可鲜了，
哪怕不用鸡，光炖蛇汤也很鲜的。谢谢你啊，王秋，不过我不敢吃。我吃的，不过我不去你家吃。你愿意的话，回头送一碗去我家吧。没问题，别说一碗，一锅都可以。这么大一条，一锅都炖不下呢。行了，别说了，赶紧回家吧。哎，这只癞蛤蟆怎么还不走啊？秦娇闻言看了过去，诶，竟然是只黑矿蟾蜍，应该是受伤了，这会儿呆呆地蹲在那儿，一副生死随意的样子。你把这只癞蛤蟆也带上吧。带上它干什么？嘴上虽有疑问，行动却很忠实。娇娇，你要这只癞蛤蟆干什么？不是我要，是你要。我要这癞蛤蟆干什么？就算它能剥皮吃肉，可这一只也太少了吧。果然，吃货的世界永远都是只有吃。你不是总记不住药材吗？这个癞蛤蟆蜕下的皮可以卖了换钱，你家人多，不如试试看能不能养它挣钱。其实不只是皮可以卖钱，癞蛤蟆背上疙瘩里的毒液也是为药材，只是现在还没有提炼的方法和技术。娇娇，你没有骗我吧？田里那么多癞蛤蟆，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它们什么时候蜕过皮。它们一般都是在晚上蜕皮，而且是在饥饿难耐或者生长需要的情况下才会蜕皮，一边蜕一边吃。你到哪儿去找蜕过的皮啊？田里地里到处都是癞蛤蟆，自家兄弟又多，眼下又正是癞蛤蟆活动的季节。一家人全出动的话，不多说，一晚上几十上百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抓来养哪里呢？我早听你讲过了，你家屋后不是有块空地吗？那块空地因为靠山，常有山泉水流下来，最是适合癞蛤蟆这种东西生活了。把那块地整整，就养在那儿。是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弟他们几个每年都会在那儿抓到好些癞蛤蟆呢。他们家孩子多，吃不饱饭是常事儿，就连逢年过节荤腥都很少见。想要解馋，全靠自己想办法。屋后的那些癞蛤蟆个儿大，抓住了把皮一剥，拿青椒、生姜、桂仁大火一顿猛炒，好吃的舌头都能吞下。只是望秋从没想过，这些癞蛤蟆除了能吃，竟然还能换钱。行，我回去和我爹娘他们说一声。娇娇，你再找个时间教教我们怎么养。秦娇自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不过当务之急却是将这几天采的药拿到镇上去卖掉。哎呦，真巧了，我还想着找人捎个信儿给姑娘你，没想到你今儿就来了。老先生，你有事？啊，是有事儿。廖老先生一边说着话，一边将三人带去药堂的后院。那个三七，秦姑娘，你能不能想办法多弄点呀？老先生，这药是山里长的，能不能弄到完全是碰运气。要是能多弄，我还会和银子过不去吗？老先生，是有人大批量需要吗？秦姑娘，你知道漳州吗？漳州是那个要不到漳州不齐，要不过漳州不灵的漳州吗？我同门师兄在漳州开药行，前些日子我把你送来的三七以及用法托人捎给他，他昨天来信了，说要大批量收购三七，价格按5000银子一斤收。石英和刘夏狠吸了一口凉气，好家伙，5000一斤，那2斤不就是1两银子了吗？1两银子呀！两人一脸兴奋地看着秦娇，恨不得摁着秦娇的脑袋答应下来。我干什么？难道有钱我不想赚吗？是啊，三七是长在大山里的，又不是长在他们的菜园子里呢，想要多少挖多少就是了。石英和刘夏黯然了神色，心里跟刀割似的难受。白花花的银子送到手上却拿不住，人生还有比这更悲催的吗？哎，秦姑娘，这次是什么好东西啊？药王！听到廖老先生脱口而出的那一声药王，秦娇脸上笑容愈深，石英和刘夏则更甚，差点就忍不住想开口道：是啊，就是药王，这么多的药王，老先生您打算出多少银子呀？北有冬虫夏草，南有药王金线莲啊！秦姑娘，这些我全要了，你开个价吧。还是老先生您出个价吧，按照我和您老的约定，经过我手里的药，必然先让您过一趟眼。余下的话秦娇没说，但彼此都是聪明人，秦娇的意思很明白，我有好东西先让您老长眼，您老喜欢，价格给的合适，咱们就成交。
喜欢价格给的不合适，那对不起了，自有能给合适的人。2两银子1斤，行不行？左右一番斟酌后，秦娇点头道：好，成交。老先生，您看可水灵了，昨天下午才从山里采来的。是水灵，我让人来称啊。你们几个小姑娘坐下喝口茶吧。你亲自称了，再亲自炮制了。炮制药材是门妥妥的技术活，药材再好，可药性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全看炮药人的水平。好的炮制师傅，无论是炒、浸、泡、制，还是烘晒、切、藏，均有独到之处。是，孩儿这就去办了。秦姑娘，你要不要跟了过去看看？不用了，掌柜的和老先生您是厚道人，我信得过。你这话老头子我喜欢听。来，我们坐下喝茶。掌柜的，莫大少爷来了。话音落，便看到小伙子领着穿一袭玉白色长衫的莫明成自外面走了进来。果真是你，丽宇说看到你，我还想着怕是他认错人了。秦娇一头雾水，石英和刘夏却是在莫明成进来的那一刻便惊得没了动作。这会儿离得近，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檀香，听着他清越磁性的嗓音，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大少爷，您是特意来找秦姑娘的？也不是，只是恰巧遇见了。我娘的事儿也不曾正式向秦姑娘道过信，便想着过来见见。哎呦，是啊，你母亲的事说起来真的是多亏了秦姑娘。不是的，是老先生您医术高超，才能让莫夫人转危为安。相请不如偶遇，我想在春风楼设宴，答谢姑娘当日送药之恩，秦姑娘可否赏脸？春风楼是乌石镇最大的酒楼，据说酒楼掌柜的祖上是御厨，名声在外不说，就连城县周遭的县城也常有人慕名而来。一桌席面少则3、5两银子，多则几十上百两的都是有可能的。秦娇的心思却不在春风楼上，别人不知道，他还能不知道吗？他和莫明成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恩不恩的，真要说他对他有恩，也在当日他将他从赖老八手里救下时两清了。秦娇当即笃定莫明成找他有事儿，宴请就不必了。不过我想起来，我这里还有个土方子，对夫人养气固元大有益处，可否请莫少爷借一步说话？莫明成似笑非笑的眸子里有亮光一闪而逝，率先把脚朝外走去。廖大叔，我同莫少爷说几句话，很快就回来。目送二人前后离开，没多想，抬脚朝着神魂尚未回笼的石英和刘夏走去。两位姑娘，金线莲一共是16斤8两3钱，这里有纹银33两6钱6分，两位请过目。亮闪闪的银子终于将陷入美色当中的两人拉了回来。掌柜叔，还是等娇娇回来吧。爹，莫大少爷找秦姑娘什么事啊？莫老夫人身体恢复得很好，今天恰巧遇上，莫少爷应是想对秦姑娘表达感谢之情。两人找了稍显阴凉的巷子站定了。秦娇看着莫明成问道：您找我什么事？莫明成给了秦娇一个赞赏的目光，也不藏着掖着，开门见山的道：我需要一味药。什么药材？一味能让人不死，但却不能行动自如，吃喝拉撒都需要人服侍的药材。秦娇霎时如同炸了毛的猫，猛地往后退了一大步，拉开了他和莫明成的距离。没有，我没有这味药材。莫明成神色不变地看着秦娇，稍请眼睑微垂，唇角却是扬起抹浅浅的弧度，说道：不要急着拒绝啊，试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有或者没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莫明成他要用这味药干什么？那么多家药铺他不去买，却单独找上他，秦娇想想都觉得脊背发寒。莫少爷见谅，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采药的，药都认不全，更别说按药效去找药了。秦姑娘，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事不急，你可以再仔细想想，想好了你再来找我。回到药堂门口，丽宇已经赶着马车等在了那儿。秦娇扶丽丽便要转身往里走，却被莫明成喊住了。秦娇以为莫明成还要劝说，正打算抢先拒绝，不想莫明成却回头对站在马车一侧的丽宇说道：把东西给秦姑娘送进去吧。是，少爷。秦姑娘，这些东西给您放哪儿？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一点点诚意和心意罢了。不用了，无功不
不受禄，我愧不敢当。把东西都放在药堂吧。厉雨当即抱着手里的绢布进了药堂，不多时走了出来，又从马车上拎下了几个盒子，再次进了药堂。这一幕，别说是秦娇，就连药堂里的伙计也都看傻眼了。立刻便有人跑去后院禀告了廖老先生父子二人。等廖老先生父子俩以及石英留下4人走出来时，药堂门口已经不见了莫名成。哇，这么多东西啊！就连见惯世面的石英，在看到角落堆得满满的各色礼盒和布匹时，眼底也不由自主地掠过抹羡慕的神色。这些都是莫少爷送的。我说了不要了，那我给留下分了。哎，我不要，这里怕是得10几20两的银子呢，我可不敢要。提起银子，秦娇想起正事来。廖大叔，我们的金线莲您称过了吧？啊，称了，一共是16斤8两3钱，合计纹银33两6钱6分。廖大叔，我家里还有些重篓，等再多挖些，下次带来一起卖给你。好嘞，你有什么好东西尽管送来，叔绝对亏不了你。秦娇3人辞了廖老先生父子俩，雇了辆牛车，在镇上转了一圈，添置些生活必需品后，便赶着牛车回马岭村了。那个莫少爷生得真好看，跟画里的人似的，人长得好看，学问又好，也不知道哪个有福气的姑娘能嫁给他呢。是挺好看的，不过感觉人好像不是那么好相处。怎么就不好相处了？你没发现吗？他是用鼻孔看人的。他岂止是用鼻孔看人，他杀人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啊，不会啊，我感觉莫少爷人挺温和的。那个什么君子如玉，温润而泽，说的就是他吧？哪有啊？两人一路叽叽喳喳地说着，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莫名成3个字，年少慕爱的缱绻心思啊。秦娇含笑看着身边的2个姑娘，脑海里同样是莫名成，只是没有奇思异想，有的只是淡淡的惊惧和悚然。一味让人生不如死的药，莫名成他要干什么？那可是6两7钱3分银子，咱们全家人加在一起，累死累活的几年都赚不到。就是60两银600两，那和我们也没关系。你叨叨个什么？这家分亏了，没有这样分的。你去和他们说，这家要重新分啊！不，这家不分了，我们不分家了。秦茂山狠狠地瞪了眼哭得比死了爹娘还伤心的侯氏，起身踩着2只草鞋便往外走。你去哪儿啊？你是不是去老大家呀？我和你……万县、万峰，下地干活了。秦万县这个无赏也没歇好，心里就像是灌了几瓶的醋，酸得厉害。爹，这是怎么了？怎么提前了小半个时辰下地啊？还能怎么啦？咱们被人算计了，爹心里难受又不舍得说，只能拿你和万峰出气呗。别瞎说，爹不是那样的人。路过祠堂时，一阵欢快的笑声传来，秦茂山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竖起耳朵听着祠堂内的话语声。娘，等我们手里银钱再多点，我们就买地盖房子，盖石英他们家那样的砖瓦房。哎呦，砖瓦房可不便宜呀，没个30、40两银子可不敢动手啊。30、40两银子又不是300、400两银子，怎么就盖不了啦？盖得了，盖得了，我们娇娇说盖得了，那就一定盖得了。屋子外面将这番话听了个全的秦家父子3人，秦万县目光复杂的看了眼住着秦娇一家3口的屋子。爹，我们走吧。秦茂山沧桑的脸上绽起抹愁苦之色，漠然地朝前走去。娘，我想去舅舅家住几天。秦万县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好端端的，怎么想到去你舅舅家住了？百草堂的廖老先生说需要大批量的3七，我想去舅舅家那边的山里看看，再顺便教会大舅和小舅拾药采药，这样舅舅们就能早点赚到钱了。秦万县嘴里顿时如同咬碎了苦胆，满嘴都是苦涩难耐的味道，但很快这苦涩又变成浓浓的不甘和怨愤。他想不通，一家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过不去的？他们再有错，可到底都姓秦呢，难道不比施家这个外人来的强吗？秦娇他怎么能这样区别对待呢？他不知道自己是姓秦的吗？说好是去拿药材的，怎么把娇娇也给一起带回来了？不是施秉仓不欢迎外甥女，
而是自家破房子实在没个能住人的地方。大舅，百草堂的廖老先生跟我说要大批量的三七，我们村里的山上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几株，我想着您这边山多林密，说不定会有呢，便央着小舅带上我一起回来了。听说秦娇是来找药的，施秉仓变得犹豫了。大舅，我们家需要钱，您和小舅也需要钱，不去赚哪里来的钱啊？就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进山采药。施秉仓不再坚持，没错，他们需要钱，姐姐姐夫家也需要钱，天上不会掉馅饼，自己不赚哪来的钱呢？晚上舅甥三人胡乱地对付了一顿饭，次日一早吃了口剩菜剩饭，三人背起竹篓，拿上药锄和柴刀，便朝着大山里出发了。他们去的是一处叫走禅峰的大山，这里山高林密，潭瀑密集，植被茂密，郁郁葱葱。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上三七虽然没找到，但重楼却找到不少。另外还有葚子草、定风草、大火草、素心草、何首乌等也找到不少。施家兄弟俩一边听着秦娇的讲解，一边感叹于他们兄弟俩守这个聚宝盆20几年却不自知，白挨了这么多年的穷。娇娇，你有这本事，怎么早不和大舅说呢？我可不敢说，让我爷和我奶知道了，他们还能同意分家？不分家，我们一家就是赚再多，也不会有一个铜板落到我们自己手里。施家兄弟俩闻言不由得便是一阵默然，老秦家有多过分？按说就算施家父母双亡，可施家还有兄弟俩呢，秦家每年的年节礼应该是要送来的吧？可施氏嫁进来这么多年，侯氏愣是一次年节礼都没送过。也因为这样，本来穷被人看不起的施家兄弟俩没少被笑话。可为了不让自家姐姐为难，兄弟俩愣是一个字都没说过。呀，三七！他们这会儿找到的三七啊，是成片生长的。这就是三七吗？是的，大舅，这就是三七。廖老先生愿出5000银子一斤收购的三七。虽说野生三七个头不大，但这样一片挖下来凑个6、7斤肯定不难啊。用望秋的话说，他现在眼里看到的哪是什么花什么草啊，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凑数窝村不大，村里人穷得能吃上口饱饭的也就那么2、3户人家。这2、3户人家里便有守寡3年，有一朝施秉仓上门的白寡妇。原本想着施家兄弟俩穷的就快光腚了，这个年纪了也没个媒人上门。虽说他年纪大了点，又带着3个孩子，可对于连个女人味都没闻过的施秉仓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万万没想到的是，施秉仓竟然拒绝了他。白寡妇又气又恼，又羞又臊，连着几天都没出门了。不想这天一出门，便听到村里的几个妇女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着施家兄弟俩要发财的话。哼，发财？财这么容易发？两兄弟至于穷的连个媳妇儿都说不上吗？白寡妇看上施秉仓这事儿不是秘密。嘿嘿，盛娃他娘，你还不知道吧？秉仓他外甥女儿啊是个能人，这2天呢正带着秉仓兄弟俩满山采药呢。秉和说啊，镇上百草堂掌柜的发话了，他们采多少他就要多少呢。王婶儿，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啦。这几天呢，秉仓秉和兄弟俩天天带着外甥女儿往山里跑，天不亮就出去，天黑才回来。见白寡妇脸色难看，王婆子心里升起些许快意。日子艰难，没了男人的女人日子更难。身为女人，大家都能理解。白寡妇看上施秉仓，这也没什么。可你一个拖儿带女的寡妇，凭什么要个大好的后生上门入赘呢？这不是欺负人吗？秦娇外祖母在世时，王婆子同她关系不错，心里也是着实联系施秉仓、施秉和兄弟俩的。盛娃他娘啊，你不知道吧？咱们村呀，好些个人都在盘算着自家亲戚里有没有合适的姑娘，想说给秉仓、秉和兄弟俩做媳妇呢。哈哈，是吗？那个，我灶上还烧着饭呢，我先回去了啊。盛娃他娘啊，你衣裳还没洗呢。眼见白寡妇走远了，王婆子对她的背影啐了一口，没好气地说：呸，这会儿知道臊了吧？也不看看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算了算了，她一个寡妇带着3个孩子，确实也难了点。老姐姐，你跟她置什么气呀？我哪是跟她置气呀？大家都是女人，女人还不得多体谅女人呢。她要是带着盛娃他们仨改嫁，
我还得帮着劝劝秉仓呢。可让人秉仓上门是个什么意思呀？王婆子端着木盆朝着自家走去，一抬头却见施秉仓和施秉和兄弟两人挑着箩筐迎面走来。秉仓、秉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呀？今天不去山里了吗？啊，今天不去山里了。婶子，我们把这几天采的药挑去镇上卖。好好好，快去吧，趁着这会儿还凉快，好走路。话落，又看到走在最后面的秦娇，王婆子笑得越发慈祥。哎呦，娇娇呀，你这是回家呢，还是陪着你舅他们去镇上呀？婆婆，我先陪我大舅小舅去镇上认个门，完了再回家。好好，赶紧上路吧，吃了天热起来呀，就不好赶路了。去镇上的路要穿过马岭村，秦家祠堂修在村子的北边，正巧是出村的必经之路。20里山路顶着个大太阳，走得秦娇几度的怀疑人生。大舅小舅，等下进村去我家歇歇脚，喝口水，我去借一辆牛车，不然这一天的时间就用在赶路上了。娇娇，你是不是累了？你坐到箩里来，大舅挑着你走。我不坐，我不累的，我就是想着等会儿从镇上回来，你和小舅不是要添置好些东西吗？借了牛车方便一些。哎呀，没关系的，我用箩挑着就是了。施秉和看了他哥一眼，接了话说：哎，如果借得到牛车，那就赶牛车去吧。施秉仓瞪了弟弟一眼，才待要开口，却见施秉和一个劲儿地冲自己打眼色，微微一怔后醒过神来。娇娇不愿走山路，可心疼他们不肯坐箩筐里，让他们挑，这样一来确实还是借牛车的好。等赚了钱，我们也买头牛，还要买头驴，到时候娇娇再去我们家，就可以让她骑毛驴，不用走路了。行，那就买毛驴，不买牛。老驴哪有牛来的实用呢？秦娇感受着自家两个舅舅的关爱，笑着说道：买牛吧，牛可以拉车赶路，还能犁田呢。舅生三人一路说笑着赶路，一眨眼便到了马岭村。秦娇正想着是先去秦万章家借牛车，还是先回家去喝口水见见施氏和秦万岭时，不想村西头原本正围坐在廊檐下说闲话的几个妇人，在看到他后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娇娇啊，你可回来了，你快回家去看看吧，你家出事了。汤婶，我家出什么事了？镇上莫家的人呐，带着个媒婆去了你家，跟你爹娘说呢，要纳了你去做妾。你爹娘不同意，和那人大吵了一架，你爹呀还被那人给踹了一脚呢。秦娇没听妇人把话说完，撒了脚丫子便往家里跑。娇娇，你回来了。望秋，莫家来的是谁？我爹他要不要紧？有没有请大夫？恨得牙痒痒的同时，心里也忍不住猜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要纳他做妾呢？他一个8岁的孩子做的哪门子妾呀？那个人说他是莫家的管家，他家少爷看上你了，要纳了你去做妾。你爹和你娘不同意，当场和他吵了起来。你爹还把那人带来的东西给扔了，那人便动手打了你爹。人呢？还在村里吗？没有，打了人留下东西，带着媒婆就走了。走之前放下话说，3天后抬了轿子来接人，接他姥姥。完了，拔腿跑回家。你凭什么不同意啊？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我告诉你，这亲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就是死，也不能让娇娇去给人做妾。那你就去死！秦娇心里噌地升起股怒火，拔腿便要往里走，却在这时施秉仓的声音响起：亲家，娇娇除了是你们老秦家的孙女，她还是我们施家的外甥女。你们老秦家的孙女可以做妾，可我们施家的外甥女不可以。你害怕莫家迁怒你们，我们兄弟俩不害怕。娇娇我们兄弟俩接了去，莫家来要人，你尽管让他们冲着我们兄弟俩来，豁出我们兄弟俩的命，我们也一定会护娇娇一个周全。秦娇眼眶泛红，心头也沾起些许酸意。娇娇，你舅舅对你真好，不像他家舅舅，恨不得在他们家扒下层皮来。是啊，我大舅和我小舅对我可好了。我呸！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大舅当然不是什么东西，但他比你这个东西要强100倍。秦茂山气得差点撅了过去。小娼妇，你还是个人吗？有这样说自己爷爷的吗？看看，这就是你们夫妻俩教出来的女儿。眼睛都哭肿了的施氏一反常态，没有再像从前无数次一样默默地忍受侯氏的咒骂。我家娇娇很好，比你们谁都好。你们既然害怕受我们连累，那就请了族长和李正来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好了。是啊，只要断绝关系，
墨家就找不上你们。秦茂山神色犹豫，侯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秋，你去请了族长和李正来，就说我爷爷要和我们家断绝关系，请他们来做个见证。望秋哎了一声，转身便往外走，只是一只脚才刚跨过门槛，便被迎面走来的秦熙如给推回了屋里。望秋，你是个傻的吧？我们家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去，哪凉快哪待着去。我听娇娇的，娇娇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没资格赶我，也没资格说我。秦熙如嫌恶地撇了撇嘴，朝着秦茂山和侯氏走了过去。爹娘，大姐让人送了东西来，你们快回家去看看吧。听说大女儿让人送了东西来，秦茂山拔腿便往外走，侯氏还在犹豫，秦熙如径直上前挽了他的手。走吧，日头都快过严了，饭都还没做呢，二哥和小哥他们回来吃什么呀？侯氏这辈子最看重的便是自己亲生的几个儿女，听了秦熙如的话，连忙拔脚便往外走了。大哥大嫂，爹和娘也是担心家里人，你们别往心里去啊，我回去会好好劝劝他们的，一家人本就该风雨同舟，祸福与共的。直到秦熙如走了好一会儿，秦娇才回过神来。我没认错人吧？刚才那人真是我小姑？秦熙如的自私刻薄，没人比秦娇了解得更深刻，她实在很难将眼前的秦熙如和记忆里的那个秦熙如对上号。没错，确实是你小姑秦熙如。事出反常必有妖，看来这段时间我得小心点了，鬼知道我小姑肚子里兜着什么坏手呢。不怕，他要是敢欺负你，我帮你打他。能动手就别逼逼，能整死啊就别留活口，这是秦娇一直奉行的宗旨，没曾想却被小迷妹望秋学到了精髓。姐夫，我听说那墨家的人动手了，您伤到哪没？要不要去请个大夫给看看？不用，我没事，不用看大夫。也别去请大夫了，我去到我家借牛车。爹，你跟我们一起去镇上，请百草堂的廖掌柜给看看吧。话落，也不等秦万岭吱声，转身便往外走去借牛车了。娇娇，你回来后还去你舅舅家吗？他是还得去一趟，我舅舅家那边山里的草药多，我想再去几趟，把明年看春建房子的钱赚来。那我们家癞蛤蟆怎么办呀？你家有多少只癞蛤蟆啦？300-400只肯定是有的，让你爹把你家屋后那块地拿篱笆先围了。我今天去镇上看看有渔网卖不，有的话我带几张回来，回头你们把渔网围在篱笆里面，这样就跑不掉了。那给他们吃什么呀？吃虫子，要想他们蜕皮，最好先饿着，饿了他们自己会蜕皮吃，然后你们再抓紧机会把蜕下的皮收集起来，拿去药房卖。行，我记住了，你忙去吧，要帮忙说一声啊。廖老先生父子俩擅长的是妇科和小儿科，好在药堂内还有善内外科的华大夫。华大夫年纪同廖老先生差不多，给秦万岭号完脉，看着秦娇三人道：没什么大碍，吃2帖活血化瘀的药就好了。秦娇和施家兄弟俩长吁了口气，华大夫去开方子，秦娇这才同廖老先生谈起了生意，因为价格是之前都谈好的，只需要让人过下秤，按重量付钱就行了。老先生，我想见见莫少爷，除了去莫家，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见到他？可真是巧了，2天前莫少爷订了一批荣养丸，说好今天过来拿的。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在这儿等吧。这么巧吗？秦娇突然想起一句话，世上所有的巧合都是蓄谋已久吧，一切早就在莫名城的算计之中吧。我不急的，我在这等好了。这时候施家兄弟俩已经同廖永贵结好账，正朝着秦娇走来，只是兄弟俩脸上并没有赚钱的喜色，反而多了抹凝重和愁苦。这是怎么了？3期一共是8斤9两，合计4两4钱5分，另外的何首乌、重楼、沈子草这些一共是2两5钱4分。也就是说这一趟统共赚了7两银子，和预期的差不多。7两银子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自家大舅和小舅怎么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呢？莫少爷来了。话音落，便看到莫名城自外面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同样穿一身黑色长衫，不似小厮却似文人墨客的祥林。几乎是一进药堂，莫名城的目光便朝秦娇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真巧，没想到又在这儿遇上秦姑娘了。不巧，我是特意在这里等莫少爷您的。莫少爷，施家兄弟俩和秦万岭齐齐变了脸色。莫少爷，
我家娇娇年纪还小，长得也丑，求您高抬贵手放过她吧。说着话，便双心一软，打算给莫明成下跪求情。幸亏莫明成反应迅疾，及时伸手阻止了秦万岭下跪的动作。大叔您误会了，要拿秦姑娘做妾的是我叔弟，不是我。莫二爷见都没见过我家娇娇，怎么就想到要纳她做妾？大少爷，您看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是啊，我也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不过这件事我既然知道了，回去一定会严加约束，不让他胡来的。爹，您身体不好，您去歇着吧，我跟大少爷说几句话。话落，示意一边的施秉仓来将秦万岭带走。这里人来人往，不是说话的地方。秦姑娘若是信得过我，不若我们到对面蓬莱茶楼坐坐，您看如何？你要的药我有，但是你怎么保证一旦东窗事发，这件事不会追究到我，不会连累到我的家人？你知道我要那味药做什么？秦娇用一种这么蠢的问题你都好意思问，是你太蠢，还是在你的眼里我就那么傻的目光看着莫明成？我不保证。你不保证？你既然不保证，我凭什么还要帮你？帮我？你错了，你帮的是你自己。喝茶。喝你妹呀喝！我母亲身体不好，我想找个懂药理的人在她身边伺候。什么意思啊？想不想进莫府当差？银子不是问题。不想。药什么时候能给我？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我有条件。什么条件？你得保证你家那个庶子还有那个姨娘，他们从今以后都不能再来找我麻烦。说起来，秦娇真是冤得慌。要不是因为莫明成，他能惹上这两个人吗？不惹上这两人，他至于一次次的被人算计落险吗？莫明成对上秦娇水汪汪波光潋滟的眸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想再逗一逗他的念头，只是那念头却在看到秦娇抿成一条线的嘴唇时悄然褪去。可以。好，成交。5天后我会来百草堂送药，到时候不必，过几天我会让祥林去一趟马岭村，你到时候找机会把药给他就行了。直至莫明成的马车消失在街角，秦万岭这才小声地问道：娇娇，大少爷他怎么说？莫明成说的话要是讲给秦万岭听，还不得把他吓死啊！大少爷就说这是一个误会，他会解决的，让我们不要担心。秦万岭仍旧一头雾水，还想多问几句，只是秦娇打定主意不说真话，秦万岭根本就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再加上秦娇咬定了这件事情莫明成会解决的，秦万岭不信也只能信了。大舅小舅，天色不早了，我们去把要买的东西买了，赶紧回家吧。其实也没什么要买的，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吧。谁说的？家里油和盐都没了，米也快见缸底了，草席破的就剩个边儿，还有盖在身上的被子硬得像石头，还有……真要按照秦娇说的买啊，一牛车怕是都不够装的。那就先去把油和盐还有米买了，别的不急用的暂时先不买。不行，席子和被子也要买。大山里的白天太阳暴晒，酷热难当，可是到了夜里温度却是相差10几20度，不盖被子睡会很冷的。舅，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卖了药材赚到钱就把该买的都买了，你怎么又变卦了？之前不是没有莫家这档的事儿吗？现在有了这档的事儿，万一莫家大少爷搞不定，手里留着银子也有个保障，是不是？当然这话他不能告诉秦娇，自家这个外甥女年纪不大，主意却很大，肯定不会同意他的做法的。大舅，你是不是想存着银子娶媳妇啊？他却并不反驳，只是嘿嘿地笑着，看那样子就好似默认了一般。其实秦娇怎么会不知道施秉仓的打算呢？正因为知道，他心里的愧疚感也愈重。明明他很早前就可以让大舅和小舅摆脱这份贫困，可因为一己之私，他硬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么多年在温饱线上徘徊。哎呀，娶媳妇重要，可是吃好睡好也重要啊！我们先解决了眼前的困难，走，我们买街去。买街？娇娇，什么是买街啊？小舅，买街的意思就是我们买的东西太多，把一条街的铺子都买空了，这就叫买街。7两银子哪里就能买空一条街上的铺子呢？好，我们买街去。兄弟俩的性格不一样，施秉和心比较大，既然人莫家大少爷都说了会解决这件事儿，那肯定就能解决了。真要解决不了，到时候再说呗，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成？
大舅，我还要跟你们回奏树窝村呢，附近还有几座山我们都没有去过，我想再去那几座山看看，指不定能够找到牛樟芝或者梅树菌，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就发大财了。施秉仓是知道一头牛樟芝卖出50两银子高价的，梅树菌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能和牛樟芝并列，可见一定也是好东西。好，大舅听你的。听我的是吧？行，那我们现在买街去。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老爷，不好了，是翠祥林闯进二少爷的院子，将二少爷带走了。来回话的是莫奇的小厮贺武。怎么回事？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祥林一个下人，怎么敢闯进琪儿的院子？他有什么不敢的呀？他有人撑腰，他有什么不敢做的？老爷、姨娘，您俩还是快点去救少爷吧。祥林将二少爷带去了祠堂，小的听下人们说，大少爷要在祠堂里处置了二少爷。想到莫明成抽在自己儿子脸上那一鞭子，白姨娘尖叫着喊了一声我的琪儿呀，两眼一翻便倒了下去。还不快去叫人来帮忙！贺武拔腿便跑去喊人了，跑了没几步，却见之前被莫和正打发走的下人从四面围了过来。老爷，您还是快去救二少爷吧，迟了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不怪贺武着急，他是莫奇的人，莫奇真要有个好歹，以白姨娘护短的性子，他的小命也难保啊。快去请老太爷。他很清楚自己这个父亲在莫明成的心里怕是算个屁，真要救下莫奇，怕是只有老太爷出马才行啊。莫老太爷得到消息却是比莫和正还要快呢，他先莫和正一步赶到祠堂，此刻看着薄唇紧抿，目光猩红，面目扭曲，被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的莫奇，莫老太爷心头一痛，同时便厉声的吼道：川儿，你这是在干什么？在教他做人。莫川，你有种就弄死我！今天你要是弄不死我，总有一天我会弄死你。琪儿，不许胡说！川儿，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弟弟，他有错你教训他是应该的，只是……莫川，你这个忤逆不孝的混账东西，你想干什么？还不快把琪儿给放了！动手！板子划过一道流光，重重地击打在五花大绑的莫奇的身上。板子打在肉上的声音夹着莫奇撕心裂肺的叫骂声响彻祠堂内外。逆子，你这个逆子，我要杀了你！只是还没等到他冲到跟前，便被斜刺里跑出的厉雨挡住了。厉雨一言不发，任莫和正拳脚并用的打在身上，就是不肯让出脚下半步。祥林的板子板板到肉，莫奇先还能硬气的叫骂声不绝，但很快便慢慢的没了声音。来人，快来人！林路，打死这个没有尊卑的狗东西！是，老爷。都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老爷？林路一句话还没说完，耳边突然响起道风声。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去，莫明成不知道什么时候抓在手里的马鞭啪的一声抽在林路的脸上，周围的下人都看到了，林路半张脸瞬间肿了起来，一道鞭痕从他的右眼贯穿到左边的嘴角，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十分的狰狞骇人。跪下！林路诧异，不自觉地流露出犹豫之色。莫明成的鞭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在了林路的身上，林路疼得打起了哆嗦，不敢再有怠慢之意，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恰在这时，白姨娘在心腹丫鬟的扶持下走了进来，见林路跪在莫明成面前，她脚步一顿的同时，手紧紧地摁在了胸口，阴鸷的目光恶狠狠地朝着莫明成看了过去。琪儿！白姨娘推开丫鬟，发疯似的朝着祠堂内跑去。祥林！几乎是莫明成话音才落下，祠堂内的祥林手里的板子猛地朝一只脚已经跨过门槛的白姨娘挥了过来，砰的一声响，白姨娘整个人倒飞着，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青青，你怎么样了？青青！莫和正将白姨娘揽在怀里，颤抖着双手想要去摸她，却又怕弄痛了白姨娘。请大夫，快去请大夫啊！有下人想起身，莫明成冷冰冰的声音却在这时响起：没有我的准许，我看谁敢离开这里一步。霎时四下里一片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动弹半分。畜生，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祖父一遍，不介意再回答你一遍。
我在教他们做人，子不教，父之过。今天我就要让你明白，什么是三纲五常。莫和正，你把鞭子给我放下！你敢伤了川儿，我立刻逐你出府。爹，他是您的孙子，琪儿也是您的孙子呀，我也是您的儿子呀。您看看他都做了什么，他这是想要琪儿的命啊，您知不知道？莫老太爷苍老的脸上绽放着浓浓的无奈之色，他没有回答莫和正的话，而是看着莫明成问道：为什么？李禄带人去马岭村，逼着秦家宋姑娘入府为妾。祖父，您知道吗？知道。怎么了？不就是个乡下丫头吗？至于？那个乡下丫头是我的恩人。电光火石间，莫老太爷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他目光骤然一紧，朝莫和正看了过来，问道：琪儿要的那个丫头，是当日上门送药的那个丫头？是她又怎样？一个乡下丫头，琪儿能看上她，是她的造化。莫老太爷闭了闭眼，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无力感。他早该知道的，这就是个蠢货，而且是个无药可救的蠢货。爹，您看到了，这就是个薄情寡义、无君无父的畜生。这样的人如何担当家族重任？爹啊，您别再被他蒙蔽了。你这个无可救药的蠢货，好好的两兄弟，被你这个蠢货给挑拨的兄弟戏强，自强鱼肉。那姑娘对你媳妇儿有活命之恩，你不好好感谢人家便也罢了，反而逼着人家入府做妾。你把莫家的名声放哪里？你让川儿的脸面往哪里搁？你让外面的人以后怎么看我们莫家？莫老太爷是越说越气，越想越恨，恨不得能回到自家老妻生产的那一日，把这个自诩聪明实则蠢的无药可救的儿子扔到马桶里溺死算了。老太爷，您不要责怪老爷，都是我的错，是我这个做娘亲的不忍看着琪儿每日里自伤自缢，孤僻自怜，也想着替她找个伶俐的丫头，好好开解她一番。莫老太爷眼底的嫌弃一闪而逝，心里万分后悔，当日应该狠狠心将这白事远远地打发出去，不该一时妇人之仁，才会造成今日今时之祸。爹，您是打定主意一味袒护这小畜生了是吗？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不是，就请您老人家还琪儿一个公道。是的话，爹的心里如果只有这小畜生，这个家没有我和琪儿的立身之地，我便带着琪儿和他娘离开墨家，今生今世再不踏入墨家半步。一直好似看戏人般的莫明成唇角挑起抹讥诮的弧度，清冷的眸子微微抬起，看向被阳光照得发白的瓦片，突然就好奇那个怀里揣着7两银子却意气风发喊着要买空一条街的姑娘这会儿怎么样了？有没有买齐她想要的东西呢？莫老太爷一声嗤笑后，而是冷冷地说了5个字：那你就滚吧。莫和正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莫老太爷，他是独子，是莫家他这一辈里唯一考取功名且出世的男子，曾经他是父亲眼里的骄傲，是整个家族的荣耀。父亲。莫老太爷没有回应，他看着莫明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主之位既然已经给了你，以后家中之事便都由你来决断吧。只是到底是一脉相承的弟弟，小惩大戒一番便可，千万不能伤了性命，不然日后莫明成科举入仕也会受到影响。毕竟就算你文采再斐然，可自守的道德修养却被排在了首位，不然也不会有得以续位能以授官的说法了。祖父放心，我明白的。莫老太爷放心吗？肯定是不放心的。以他对莫明成的了解，自家的这个大孙子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便是绝路。可就算是这样，他又能怎么办呢？儿子是个蠢的，他教不会；孙子是个聪明的，可却不服管。人生啊，艰难呐！让莫老太爷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莫明成真的就是高高举起，轻轻的放下，让下人将挨过板子的莫奇和受伤吐血的白衣娘送回各自院子后，他跟着离开了祠堂。这不像是川儿的行事作风啊。大少爷这是将老太爷您的话给听进心里了，您没白疼他一场啊。不是川儿将我的话听进了心里，而是川儿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总是知道怎样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莫老太爷断定莫明成不敢闹得太过了，是不想因为私德有损影响他日后的仕途。他却忘记了，便在不久前，莫明成为了替沈氏要个公道，可是连家族都可以舍弃的。不管怎么样，莫明成爱惜羽毛的行为还是大大取悦了莫老太爷。你去开了我的库房，把那块昌化的机械石给川儿送去。那可是您藏了几十年的宝贝。再好的宝贝最后还不都是他们的，现在给还是个人情。去吧，完了你再去趟前院，替我看看琪儿。莫老太爷虽然厌恶白氏，可对莫奇这个孙儿还是有几分疼惜的。毕竟莫家子嗣单薄，多一个男嗣便多一份人气，也多一份期许。只可惜啊，青青，你吃药，听话，把药吃了伤才会好。白姨娘像具木偶般的任由莫和正揽在怀里，不任他说什么都不予反应。青青，你不要这样，你相信我，今天的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正哥，你让我走吧，这个家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胡说，有我在，谁敢把你怎样？只是话才出口，便感觉脸上一热。这是他的家不假，可就在一刻钟前，一个下人当着他的面伤了他最疼爱的女人。莫和正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他奈何不了莫明成，难道连祥林这个小杂种都奈何不了吗？青青，你等着，我这就去替你出气。话落，起身便往外走。正哥，你回来，你别去，你别再去招惹他。姨娘，你没事吧？要不要奴婢去把老爷喊回来？白姨娘却突然抬头恶狠狠地盯了丫鬟一眼，凶拧的目光吓得丫鬟猛地往后退了一大步，惴惴不安地低下了头。脚步声很快地消失在廊下，白姨娘慢慢地坐了起来，目光悠悠地看着门外惨白的阳光，良久问道：少爷那边怎么样了？回姨娘的话，贺武已经给少爷上过药了，大夫说没有伤到骨头，但最好还是卧床休养几个月。丫鬟原以为他会提出去前院看看，等了许久也没有等到他开口，偷偷地去了一眼，下一刻却像见了鬼似的忙不迭地垂了目光，垂在身侧的手攥了又攥，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得像是揣了只兔子。姨娘好可怕。小畜生，你把祥林那个杂种藏哪儿去了？沈氏变了脸色，想也不想地站在了莫明成跟前，怒目盯着莫和正：你来干什么？我这里不欢迎你，你出去。沈听兰，你脑子没进水吧？这里是莫家，是我莫和正的家，哪里我去不得？要滚也是你滚。莫和正一脸厌弃地看着沈氏，待见到正施施然站起来的莫明成时，他伸手一把扯开沈氏，抡圆了胳膊便朝莫明成扇去。莫和正，你不是人！今天你敢动川儿一个手指头，我便和你拼了！莫和正被沈氏撞得一个趔趄，那一巴掌便也失去了方向，恼羞成怒之下，转身便朝沈氏一脚踢了过去。莫明成目光骤然一暗，急忙上前挡在了沈氏跟前，替沈氏挨了这一脚。莫明成闷哼一声，扶着沈氏退到了一边。老爷，有什么话你好好同夫人说，这样动手没得伤了夫妻情分呢。夫妻？我和他算哪门子夫妻？我告诉你，沈听兰识相的，你就自请下堂，否则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好看。川儿，你伤到哪儿了？告诉娘，我们去请大夫。娘这就让人去请大夫。我没事，您别担心，我真的没事。为夫不正，为父不慈。你说像你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怎么，你还想弑父不成？当然不会，打老鼠伤玉萍这种事，不是聪明人所为。老鼠？玉萍？谁是老鼠？谁是玉萍？与其两看两相厌，不若不见。这主院，你以后别再来了。莫和正心头怒火再起，眼见的便要再度发作，莫明成却抢在他发作前说道：这世上除了长幼有序，还有尊卑有别。我劝你还是别拿为夫为父的身份来作妖了，毕竟你做的越厉害，
你放在心坎上的人便会越难过。除非什么？除非你能弄死我。莫和正，你敢动川儿一个手指头，我沈听兰必倾沈氏全族之力，与你不死不休。若是从前，莫和正未必将沈家看在眼里，士农工商，沈家恰恰便是排在末位的商。可对被夺职只保留一个进士出身的莫和正来说，沈氏已经不是他能随意拿捏的。更别说沈家家主沈玉南很是看重莫明成这个外甥。说起来，祥林那个杂碎便是沈玉南送给莫明成的。莫和正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停，眼底的恨意让沈氏毫不怀疑，如果目光能杀人，莫明成此刻早已经死了千百次了。你三书六礼八抬大轿娶我进门的，你既心有所爱，又为什么要来招惹我呢？我是被逼的，我根本就不想娶你，我想娶的人是青青，是青青，你知道吗？沈氏哆嗦着嘴唇，上下牙齿咬得咔咔作响，眼泪簌簌的直往下掉。她沈听兰也是打小金钗银币被爹娘视作掌心宝养大的，何曾受过这样的羞辱？她不是嫁不出去，非得死皮赖脸的嫁给他莫和正。便在沈氏伤心的无以复加时，一双温热的手扶住了她的胳膊。莫明成揽着沈氏，清冷的目光寒冰似的看着莫和正。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明明是自己软弱无能，却将这软弱无能怪罪到别人头上。是被逼的也好，是自愿的也罢，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好和坏都自己受着。当然，你如果有魄力改变这个选择，我还是愿意看得起你几分的。如果不能，那就老老实实窝窝囊囊的过着，以及管好你的人，别整天像条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人，省得哪天被打死了也没地喊冤。祥林，送客。我莫和正指着莫明成，手臂发抖，半天也没说出句完整的话来。混蛋，你松开我！你这个杂碎，你竟敢对我动手，我要杀了你！您别难过了，为了他那样的人，不值得。川儿，你记住，将来你成亲了，一定要好好的对你妻子。这个世道，女子活得太难了。娇娇，你这是从镇上回来吗？大舅，你们先走，反正快到村子了，我和石英他们走回来。看了眼装得满满当当的牛车，石英拿着胳膊肘捅了捅青椒。娇娇，你舅他们这次采的药卖了多少钱呢？不多，7两不到。你可真是财大气粗，7两银子还嫌少啊？嫌少你给我啊，我不嫌。想得美你！秦娇嗔了石英一眼，看脸刘夏和道武身后的竹篓，见他们篓子里值钱的药材并不多，道武脸上还有被划伤的痕迹，叹了口气说道：唉，这一行赚不赚钱，纯粹就是看运气。等手里银子多一些，得想办法做点别的，不然这来钱的速度太慢了。娇娇，我乃打算在县城替我买间小铺子，已经让我二叔帮着留意了。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有的话，我跟我奶说一声。在县城买铺子？周家这是打算把周石英嫁到县城去吧？能去城里，谁又愿意在乡下待着呢？谢谢你啊，石英。不过我答应了我爹娘，要给他们在村里建装大房子，以后再说吧。等我手里的银子再多一些，我就考虑在县城买铺子。可以的，你随时想好了，随时和我说。县城再没有人比我二叔熟悉的了。好，我记下了。哎，这个时候山里有蘑菇吗？别的地方没有，这是我们在江梅岭那边的莽山上发现的。电光火石间，秦娇脑海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她目光明亮地看着三人。天太热，嘴里吃什么都没有味道，这蘑菇却是鲜得很。明天我们再去一趟江梅岭，怎么样？你喜欢吃蘑菇啊？那这些蘑菇都给你，你拿回家去吃。这几多还不够我塞牙缝的。明天我们再去一趟。我刚才看到道武的竹篓里好似有3叶青，也是在莽山采的吗？3叶青没有37卖得起价，但品质好的也能卖到3、4分银子一斤。你没说错，是从莽山采的。那行，明天我们再去一趟莽山，你们找药，我找蘑菇。再好的药材都会有股天然的药味，蘑菇就不一样了。晒干盐粉，稍稍的往吃食里放一些，便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坏事给干成了。还是那句话啊，有些事儿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彻底。听说秦娇不去凑树窝村了，施家兄弟俩有片刻的失神。怎么又不去了？
刚才路上还说要去的呢。石英他们这几日都没有采到什么值钱的药材，今天在莽山找到了3叶青，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别的他们不认识的值钱的药材。行，那等你想去舅舅家的时候，托人捎个口信来，我让你小舅来接你。知道了，大舅。天色已经不早了，施氏兄弟俩不敢再耽搁，辞了自家姐姐和姐夫，走上了回家的路。秦娇跟着施氏把人送出村口，母女俩正准备回家做晚饭时，秦熙如却迎面走了过来。大嫂，你和娇娇怎么在这里呀？你有事儿啊？哎呀，看看嫂嫂说的，我们是一家人，没事我还不能来找你吗？被秦熙如挽住胳膊的施氏如同被毒蛇咬了一般，猛地甩开她的手，抓着秦娇往后退了一大步。哎，你有事说事啊，别动手动脚的。嫂子，我找你确实是有事儿，不过是好事，不是坏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回家再说吧。说着也不等施氏开口，转身便朝着祠堂秦娇他们住的地方走去了。走吧，咱们小姑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你就算是一晚上不回去，她也会在我们家等一晚上的。你爹家的这些人呐，一个比一个难缠，要是可以啊，我巴不得一辈子不跟他们来往呢。小妹，你怎么来了？秦熙如打心里看不上这个继兄，但这会子有求于人，态度自然不会像以往那般。大哥，我是来求你和嫂嫂一件事儿的。什么事啊？啊，不急，等嫂嫂回来我再说吧。不想话声才落，身后便响起施氏的声音：“你说吧，我听着呢。”大哥，嫂嫂，墨家的亲事你们答应吧？你胡说什么？别说我和你嫂嫂，就娇娇一个女儿，就是10个8个的，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女儿送去给人做妾的。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大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还说什么说呀？你以为做妾是什么光彩的事吗？你要是觉得好，你去，我们家娇娇不去。嫂嫂，我就是想说，我替娇娇去。施氏正在了当场，秦万灵也被秦熙如这句话给砸懵了。小姑，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墨家的亲事你们应下来，你不愿去，小姑替你去，怎么样？秦娇仍旧有些懵，她抬头看着秦熙如，那可是去做妾。说是做妾，其实就是通房丫头。想到莫奇才多大呀，也就是12、13岁的年纪，这个年纪虽说到了议亲的年纪，可这年头哪家讲究的人会正妻没进门就先纳妾的呢？莫奇这时想要拿她做法子羞辱莫明成呢？做妾有什么不好的吗？做妾很好吗？旁人家的妾自然不好，可莫家的妾，娇娇，莫家的白姨娘你听说过吗？她也是妾，可是却比正头夫人还要威风不少呢。白姨娘是莫老爷自己看中的，那你也是大少爷自己看中的呀。白姨娘能得了莫老爷的宠，和正头夫人分庭抗礼，我为什么就不能啊？秦娇再度无语，可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是秦熙如怎么会认为是莫家大少爷派人来提的亲呢？小姑，谁说是莫家大少爷了？不是莫家大少爷吗？不可能啊！那莫家来的人明明说了，是因为你救了大少爷的娘，大少爷无以为报，便想着把你接去莫家，等你年纪再大点儿，便和你圆房殿下妾室的名分吗？谁告诉你的？大哥，莫家的人不是这样说的吗？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这事儿你也别再说了。你要想去给莫家做妾，你自己去莫家和他们说去。大哥，凤云，你送熙如回去。你快回去吧，以后都别来了啊！哎呀，嫂嫂，嫂嫂，你听我说，莫家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我这样也算是帮了你们，不是啊？我们不要你帮，你别来祸害我们就行了。施氏说着话，手上用力，再没给秦熙如机会，愣是把她推出去了不说，还顺手将门给拴上了。秦熙如急得在外面拍门，又怕被村里人看见，拍了几下，眼见施氏不肯开门，狠狠的一跺脚，转身走了。门外没了秦熙如的动静，施氏这才重新的开了门，对着已经走远的秦熙如的背影啐了一口，骂道：呸！猪油蒙了心了，脑子勾了芡的糊涂东西，想富贵日子想疯了。爹，您说我姑的心思，我爷和奶他们知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吧。
你爷和你奶最疼的就是你小姑，肯定不能同意他这样干啊。那可不一定，爹和娘呀一心想把她往城里嫁，就是想她能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说不得她来之前就商量好了。秦娇深以为然。秦茂山暂且抛在一边不说，单说侯氏那可是掉在钱眼里的人。别的不说，就说他大姑秦玉茹的亲事。秦玉茹是马岭村出了名的相貌好，当初提亲的人呢，差点把老秦家门槛给踩破了。可最终侯氏却把她嫁给了东田镇刘家村刘满才。那刘满才要长相没长相，要身高没身高，可就因为东田镇靠近县城，刘家除了出得起6两银子的聘礼外，还答应秦玉茹进门3年后分开另住时，给建一栋3间正房2间偏房的青砖大瓦房。侯氏啊，便就应下了这门亲事。石英说，之前我大姑相中的那户人家挺有钱的，就是年纪比我小姑大不少，而且还长了一脸的麻子。就这样的人家，我哪都同意我小姑去相看。莫家这样的富贵人家，那还不得上赶着抢啊？那是他们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怎么就没有关系了？万一等一会儿爹和娘又来说了，你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他们想攀高枝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攀这高枝就是了。说破天了我也不能同意，我们娇娇以后还要嫁人的。你明白就好啊。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的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呢？别想了，日子总会往好里过的。是啊，娘，他们闹腾他们的，我们不跟着掺和就是。你说的对，他们闹随他们的，我们不搭理过自己日子就是了。呀，这么多木耳啊！还有呢，竹篓装不下就没摘了，明天换个大点的篓子再去。娘，多晒一点，回头分一点给大舅他们。凤云，你说要不要给爹他们送下去啊？施氏手上动作一顿，说实话他是真不想送，可一个村子住着，就算秦茂山和侯氏待他们再不好，到底是他们长辈，这么多木耳不送过去些，背后肯定是要遭人说的。哎，你去吧。秦万岭接过笸箩，小心地去了眼一旁的秦娇，一副做错事怕责怪的样子。爹，您去吧，我不生您的气，只要您不强求我对他们好就行。至于您怎么对待我爷和我叔他们，那是您的自由。娇娇，你放心，爹心里有数的，太过分的事情爹不能答应，爹心里最疼的还是你。我知道，您去吧，快去快回啊，我和我娘等您回来吃饭呢。知道了，我把东西送到就回来。母女俩正等着秦万岭回来吃晚饭，寂静的村子里突然响起了几声粗厉的叫骂声，声音是从秦家老房子那边传来的。送东西还能送出顿骂来，怕是除了我们家再也不会有第二家了吧。娇娇啊，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呀？你爹他不会吃亏吧？我去把爹喊回来，您就别去了。她是孙女，隔着一辈，秦茂山和侯氏不好拿她动手，可施氏就不一样了。婆婆打儿媳妇在这个年头可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儿，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不用，你在这等着，事情闹大了也好有人搬救兵不是。秦娇到的时候，秦万岭正铁青着脸站在院子里，他继奶侯氏则哭天抢地地赖在地上，两只手死死地抱着他的大腿。不等秦娇开口，院子里的侯氏先看见了他，当下松开秦万岭，爬起来朝着秦娇抢了过来。娇娇，快回家去！只是秦娇才抬起脚，侯氏却已经扑通一声跪在了秦娇面前。娇娇啊，就算是奶求你了，奶给你磕头行不行啊？你帮你小姑这一回吧，奶下辈子做牛做马的报答你啊！说着话，真就咚咚的把头往地上磕。秦娇其实无所谓，你爱磕头是你的事儿，又不是他要求的。可秦万岭却不是这样想的，侯氏是祖母，秦娇是孙女，侯氏这样跪拜秦娇，这是要折他的寿的。秦万岭一股热血直往上涌，他豁然回头，朝站在廊檐下骂声不绝的秦茂山吼道：一直以来因为你是我亲爹，什么委屈我都忍了，可打从今天起我不忍了。从今往后咱们只有父子的名声，没有父子的情分。走，娇娇，我们回家，这里以后都不用来了。秦万良，你个杀千刀的，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你爹呀？有没有我这个娘啊？
侯氏嗷嗷喊着，双手死死拽着秦娇不肯松手。松手啊！再不松手，我就把这事儿嚷他满村子人都知道。你不做人，西如他也不做人了是吧？就算你们母女俩不怕丢人，你可别忘记还有道元、道成兄弟俩呢。万峰也还没有成亲，你是不是想他一辈子都打光棍？你秦茂山，你是个死人吗？你就由着你儿子这么欺负我呀？老天爷呀，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侯氏哭天抢地地撒起泼来，秦万灵重重的一巴掌拍在了他扯着秦娇的手上，扯着秦娇便往外走。父女俩才出院门，便和扛着锄头急忙走来的秦万宪、秦万峰撞了个正着。大哥这是怎么了？大哥，就算娘不是你亲娘，可好歹也养育了你一场，不指望你报她的养育之恩，但能不能也别这样恩将仇报啊？恩将仇报，行，今天当着你和万峰的面，我把话撂这里了。这个家门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踏进一步，也请你们这些人这辈子也别踏进我的家门一步。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和我们断绝关系？没错，就这意思。从今往后你们就当这世上没有秦万灵这个人，我也当我生来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知道你们家有钱了，眼里啊哪里还会有我们这些穷亲戚？你尽管放心，我们虽然穷，可也不是那没脸没皮的，不会死缠烂打的扒着你们不放。话落，秦万宪拔脚便进了院子，对着还在地上撒泼打滚的侯氏说：你就是养条狗，养了10几年也会对你摇尾乞怜，可你看看你养了10几年的人是个什么东西，连条狗都不如。秦娇顿时怒了，转身便要去和秦万宪辩个是非，却被秦万灵紧紧地抓住了手。娇娇，我们走，不相干的人没必要和他们争执。话落，不顾秦娇的反对，硬是拽着他离开了老秦家。你又招惹他们干什么？你个好赖不分的混账东西，谁亲谁疏，谁好谁坏你不知道啊你？我就知道我生你还不如生个棒槌呢。秦万峰甩手便回了自己房间，一直躲在屋子里的秦熙如抹了把脸上的泪水，一脸委屈地走了出来。娘，不是说了让你好好同大哥说的吗？现在闹成这样，接下来我怎么办呀？不急，这事儿回头和你大姐商量下，看你大姐怎么说。爹，大哥不把娘看在眼里也就算了，怎么也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你怎么能让他就那样走了？是啊，爹，大哥他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啊，完全不把您这个当爹的放在眼里呢。哼，你也就是个窝里横的怂货，到了外面屁用都没有。滚去做饭，一天到晚就知道吵吵，这个家就是让你吵吵成这样的。侯氏不服气，叉腰同秦茂山站在院子里吵了起来。是不是我小姑不死心，让我奶出面劝你应承下墨家的亲事？秦万灵点头，眼底满是晦涩之色。是吧？我就说了，西如打的主意，爹和娘肯定知道，一家子就没个好东西。别气了，以后我们远着他们就是了。吃饭吧，娇娇在外面忙了一天，早点把饭吃了，等会儿洗个澡，好早点歇息。娇娇啊，今天还去山里吗？不去了，汪秋说他们家的癞蛤蟆有些开始蜕皮了，让我帮着去看看。哦，那今天的中饭你在家做了吧，我和你爹呀一起去开狮子岭那2块荒地。癞蛤蟆蜕皮都在晚上，你夜里子时的时候拿灯守着，记住一定要等它们蜕完整了再下手解，完整的蛤蟆皮值钱。娇娇，我一直都没问你，一张蛤蟆皮多少钱呢？看完整度和大小，50个铜板到100个铜板不等。这么多？哎呀，是啊，这么多呢。这么赚钱的买卖，我怎么就没留给自己做呢？真是的，哎，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自己做？你可拉倒吧，让你抓只癞蛤蟆都不敢，还想养一屋子癞蛤蟆，你做梦呢你！是，这美梦我做不了，只能你做。行了，我回家去了，今天晚上我再过来看看。娇娇，我送你。晚上你一个人敢不敢来呀？不敢来，我来接你。你以为是什么龙潭虎穴呀？还敢不敢的？净问废话。回去吧，嘿嘿，你就左右吧。放心，我晚上会来接你的。
娇娇，快，你家来客人了。来客人了？秦娇蓦地想起他和莫明成的约定。不是吧？难道不是偷偷的私下里来见面？莫明成不会让那个什么祥林敲锣打鼓的上门吧？秦姑娘，我奉我家大少爷之命来向姑娘赔礼道歉的。莫少爷，这又是耍的哪一出呢？正准备开口呢，不想旁边的人群里却突然冲出一抹身影。哎呀，娇娇啊，贵客临门，你怎么不把人请到家里去呢？还让人在这路上待着呢，真是一点都不懂事儿。这位小哥呀，我是娇娇她奶奶，娇娇不懂事儿怠慢了您，还请您一步去家里喝口茶，坐下说话。话落，便要上前去接祥林手里的礼盒，不想祥林却突然猛地后退半步，拉开他和侯氏的距离后，一脸不解地看着秦娇说：秦姑娘，这位是？他是我爹的继母，不过就在昨天，我们家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秦娇，贵客见谅啊，小孩子家不懂事儿，乱说话的，还请贵客别往心里去啊。说起来，我们家会和爷奶家断绝关系，这里面还有你们莫家的缘故呢。你说你是奉你家大少爷来跟我赔礼道歉的啊？是的，我家大少爷说姑娘您对他有恩，他的本意是使了府里下人来向姑娘道谢，不想恶奴自作主张，坏了公子的心意不说，还糟践了姑娘的名声，为表歉意，也为表诚心，我家大少爷愿36里聘姑娘为妻，不知姑娘意下如何？祥林的话似一道惊雷，炸在了众人耳边。莫家大少爷要娶秦娇为妻？娇娇，你爹和你娘呢？快去把你爹和你娘喊回来呀！这么大的事儿，哪是你一个姑娘家自己能做主的？秦娇也是懵的，她是真不知道莫明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是狼狈为奸的做件坏事而已，有必要变成穿一根绳上的蚂蚱吗？但对上祥林冷得像冰一样的没有一点温度的眸子时，秦娇整个人瞬间清醒过来，人家哪里是想做一根绳上的蚂蚱，人家这是做戏做全套，送佛送到西，替他挽回名声呢。他要是真敢不自量力的应下这门亲事，那可不就是老寿星吃砒霜找死吗？替我谢谢你家大少爷的好意，只是婚姻之事讲究门当户对，大少爷才高八斗，貌比潘安，我不敢高攀，也不想高攀啊。姑娘言重了，不过我家少爷必然尊重姑娘的意愿，这是我们大少爷的一点心意，还请姑娘不要拒绝。东西有点重，我替姑娘送回去吧。秦娇脸上仍有不愿之色。哎呀，小公子呀，我给你领路。错了，不是那边。王林将东西放下后，便打算告辞离开了。哎，小公子啊，你赶了那么多的路，坐起来喝盅茶，歇歇脚再走吧。蓉蓉啊，你去烧水给客人泡茶。蓉蓉，不用烧水的，客人就要走了。话落，还不忘拿眼去瞪祥林，一副你这人怎么一点眼力劲都没有的表情。我家大少爷还等着我复命，这就告辞了。哎，我送你。不用了，秦姑娘留步。还要的。说着话，秦娇率先朝门外走去。娇娇，你这么急着把人送走干什么呀？是才你三婶儿已经让道信去地里喊你爹你娘回来了。秦娇心里无比后悔，当初应该和莫明成约定在镇上见面的。不过说起来，这事最该怪的就是莫明成，要不是他整什么3书6礼，能有这么多人围着看热闹吗？秦娇对着说话的人笑了笑，以示谢过他的好意，脚下步子却是没停。秦娇将祥林送到路边停着的马车，说了声山路不好走，一路上走慢点后，便打算退后，让祥林给马车掉头回镇上。余光处却见秦希如撩着裙摆疾步走来，秦娇眉头轻蹙，眼底有了不悦之色。等，只可惜当他气喘吁吁地站在秦娇身边时，祥林已经驾着马车走远，就算他想追也追不上了。娇娇，不是说莫家又来人了吗？人呢？走了，他们又来干什么呀？有没有为难你？哎呀，你也是的，怎么不让人来我家喊我爷呢？人家是来赔礼道歉的，不是来强抢民女的。赔礼道歉？石英，你不知道吧？莫家大少爷说要娶了秦娇回去做正头娘子呢。啊，不是说纳妾吗？娇娇，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那天莫家那个管事明明说的是纳妾，
不是。越解释越乱，石英急得脸都红了。没有纳妾的事，是莫家的下人自作主张，曲解了他们家主子的意思。那正头娘子又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因为莫大少爷是个君子，不想因为他的缘故坏了我的名声。也就是说，莫明成愿意3书6礼聘秦娇为妻的事儿是真的了。石英内心深处一时间五味缠杂，脑海里不自觉地想起玉树临风、气质高冷的莫明成。娇娇，我怎么好像有点嫉妒你了？嫉妒吧，换成是我也会嫉妒的。哼，知道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去了。嫉妒什么呀？真以为是什么好事不成？叹了口气，秦娇转身往自己家去了。三婶，今天的事谢谢你了。娇娇啊，你今天的事儿做得太鲁莽了。三婶，你不会以为莫家大少爷是真的想聘我为妻吧？娇娇，你什么意思啊？祥林当着半个村子的人说莫明成愿意3书6礼聘秦娇为妻，这还能是假的吗？莫家大少爷真有心聘我为妻，就该请了官媒上门才是，又怎么会让一个下人来说这话呢？那不是怕你不同意，先让自己人来探探你的口风吗？哼哼，婶子，婚姻之事我只听说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没听说过两厢情愿媒妁之言的呢。三婶，莫大少爷是个好人，更是个君子，他应该是担心之前的事情坏了我的名声，特意让人来替我证明的。啊，原来是这样啊。莫明成听完祥林的话，薄唇挑起抹若有似无的弧度，韩星式的眸底有笑意一闪而过。秦娇的拒绝在他意料之中，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丫头连片刻迟疑都没有就回绝了。是该说她太聪明，还是该说她太冷情呢？什么冷情啊？她都在想些什么呀？那小丫头翻过年也才9岁吧。莫明成狠狠地鄙视了自己一番，接过祥林手上的黄纸包，摆了摆手道：你下去吧。他有没有告诉你这东西怎么用？没有。等了等，见莫明成没有再开口，祥林转身离开。不想才刚出门，便看到正带着陶菊走来的沈氏。夫人来了。屋子里正琢磨着手上黄纸包的莫明成闻言，拉开书桌的抽屉，将纸包放了进去。这大热天您怎么来了？有事让陶菊说一声，儿子过去就是了。你让祥林去马岭村了？是的。川儿，按说娘不该多嘴的，可婚姻大事儿戏不得，你怎么能如此草率呢？万一那姑娘应下了这婚事，你该如何是好啊？没有。那是因为呀，秦姑娘是个聪明人。川儿，娘不是要管你，娘也说了，你娶媳妇儿，娘什么也不管，只要你自己喜欢了就行。只是有件事儿呀，我一直没和你说，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也想不好怎么跟你说。今天就同你说了吧。你说，我听着。你舅舅想把你姚表妹嫁给你。我对姚表妹只有兄妹之情，并无男女之爱。娘明白，你放心，你如果不喜欢不愿意，谁也强迫不了你，就是你舅舅也不行。沈家对沈氏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莫明成更清楚的了。可就是这样，沈氏却仍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莫明成向来淡漠的眼底有暖意一闪而逝，他轻轻地揽住了沈氏，再次坚定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不依靠任何人，凭自己能力护住自己想要护住的人的念头。大山，得赶紧回家找大夫。秦娇这会儿哪儿都痛，可他知道自己是几人的主心骨，他要是乱了，道武他们就得更慌了。我没事，就是破了一点皮，你们别担心。娇娇，你痛不痛啊？不痛，真的。哎呀！秦娇扯了扯嘴角，本来想笑一笑的，不想却扯到耳后的伤口，痛得他顿时眉头拧成了一团。你别说话了，我们下山回家，赶紧去请大夫。我背娇娇下山，这几篓竹仙桃光你们俩背不动，倒掉2篓吧。命都差点没了，弄来的东西这会儿却要倒掉，说不心疼是假的，可再心疼到底还是人重要，不是吗？别倒，命都差点没了才弄来的东西，怎么能说倒就倒呢？我脚没受伤还能走，背回去吧。他预感得到，今天回去他爹和他娘肯定不会再让他上山了，这怕是他们在山里赚的最后一笔钱了。不行，你都伤成这样了，还管这些干什么呀？
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当然是人重要，可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人命似乎又不是那么重要了。秦娇明白道武是一片好心，正因为明白他才坚持自己想法。谁家的日子都艰难，石英家算是马岭村条件最好的，可就这样，他们家也只是比别人多吃口饱饭，衣裳少几个补丁而已。背上吧，今天回去，家里大人怕是不会再让我们进山了。一句话说的道武三人脸上齐齐的升起了一片悲色。秦娇这会儿已经同道武他们分开了，正想着怎么糊弄他爹和他娘，却不想早有村里的小子跑去他家报信了。娇娇啊，你没事吧？我要说没事儿，你能信吗？娘，我没事。哪里就没事了呢？这山里呀，再不能去了。看吧，秦娇暗暗地叹了口气。他说什么来着？这山他怕是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去不了了吧？哎呀，我差点忘记一件大事。什么大事？爹，你们不知道吗？秦娇今天进山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他自己说是摔了一跤，可我听周光庆和郑秉德说，头都摔破了，2只手也是破破烂烂的，一点都不像是摔了跤那么简单。该怎么就没把这个小蹄子摔死呢？秦茂山瞪了眼侯氏，确实也没说什么。秦万县犹豫着想开口，只是张了张嘴，到底什么也没说。秦道元看着他爷和他奶，爷，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娇娇姐？放屁！你要是敢背着我们去那边，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堂姐弟做弟弟的去看看受伤的姐姐，怎么就不能去了？阿元，你想去就去，别管你大伯和伯母跟我们怎么样，你和娇娇是姐弟，总没错。你个混账东西，老娘说的话不作数了是吧？什么姐弟呀？你把人家当姐姐，人家把你当弟弟了吗？侯氏指着秦道元、秦英、秦道成3兄妹，你们谁都不许去，听到了没有？否则被我发现了，我打死你们，扔出去喂狗！3兄妹吓得打了个哆嗦，齐齐地说：知道了，奶奶。还有你要是敢往那边跑，从今往后你就别认我这个娘，我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你大可放心，你就是让我去，我也不去，我没那个脸去。秦晚风闷声说道。话落，手里的碗重重的一搁，转身出了堂屋，去了自己的房间了。你这个烂心烂肺的坏东西，我是前世做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正用个托盘端着3小碗蒸蛋羹走来的刘氏蹙起了眉头。道元，带着你妹妹和弟弟来吃蛋羹吧。话落，端着托盘转身回了厨房。侯氏眼睛一瞪，便又要开嗓子骂：娘，我想明天去趟镇上。少爷，鲁太来了。莫明成的目光自书本里抬起，淡淡的瞥了眼4平8稳走过来的鲁太，不过是一眼，又收回目光，重新看起手里的书来。厉雨便没有再开口，安静地站在莫明成的身后。鲁太见过大少爷，可是有事？回大少爷的话，老太爷请您过去一趟。走吧。传儿，祖父这里有件大大的喜事等着你呀。哦，是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喜事，能让祖父高兴成这样呢？来，你随我来。说着话，牵着莫明成的手去了他的书房。传儿，你猜这信是谁写来的？信里又写了什么？可是祖父的童年，半山先生来信了。真的是什么都瞒不了你。不错，是你半山爷爷来信了。他说清溪书院的山长已经同意你入学了，你如果愿意的话，等天气凉快点便可以启程出发。当然，如果你不畏热，这2天就动身也可以。清溪书院位于明经书院、玉山书院、南湖书院并称府城4大书院。4大书院中，明经书院和玉山书院为官府书院，由官方出资兴办；清溪书院和南湖书院则是民间出资修建的。20年前，大儒陈若水坐镇清溪书院，亲为旨授，并时常作文以示范，以致这20年蟾宫折桂的学子多为清溪书院所出。自此，清溪书院一跃成了4院之首，甚至是整个大梁朝都名声斐然。莫老太爷一直便想送莫明成去清溪书院求学，但因为清溪书院每年对外只招40个学子，莫明成因为年纪小又声名不显，一次次的被拒门外。直到今年开春，莫老太爷打听到自己同窗岳半山在清溪书院任教，
便让鲁太亲自跑了一趟，这才有了眼下的好消息。祖父，我不去清溪书院。莫老太爷脸上的笑戛然而止，脱口而出地问道：为什么？因为不放心，之前的教训还不够吗？莫老太爷苍老的脸上绽起抹复杂的颜色。有祖父在，你也不放心吗？祖父，妹妹她都还没看过这个世界，便走了。莫老太爷猛地闭了闭眼。都是祖父的错，是祖父没有教导好你的父亲，才让你们母子俩受了这么多的苦。再给祖父一次机会，这次祖父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莫明成本想说，之前我离家去府城时，你也是这样说的，可我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呢？结果在对上莫老太爷苍老的面容时，那些怪责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其实人生在世，到哪儿都少不了斗争，而人和人之间，无非就是你笑笑我，偶尔我笑笑你，你欺负我，我忍一忍，退一退，你又欺负我，我再忍再退，你还欺负我，那就只能弄死你了。川儿，你……祖父，都说年轻时种什么因，年老后就收什么果，你收下的这个恶果，你打算怎么了结呢？婶儿，这是我娘买给娇娇补身体的，本来还想买只猪脑壳的，结果我爹去晚了，猪脑壳卖完了。这一只猪脚下来，怎么也得40-50个铜板才行啊！施氏说什么也不肯收，坚持要留下带回去。不想留下却说道：婶儿，我娘说以形补形，娇娇伤到手，吃了这猪爪子好得快。你要是嫌麻烦，那我拿回家，让我娘烧好了再送来，也是一样的。秦娇知道留下说的是真的，施氏不收，她肯定等会儿烧好了再拿过来，何必这样麻烦人家呢？娘，收下吧，一只猪爪子我还是吃得的。对对对，别说一只，就是4只也吃得的。施氏这才接过篮子，施氏见留下来了，端着早上没来得及洗的衣裳去洗了。留下这时候欲言又止地看向秦娇：怎么啦？你这一副拉不出屎的样子，不会是告诉我你心疼了，反悔了，想将这爪子要回去吧？我说什么呢？我是来告诉你，我爹他决定送我大弟去跟舅舅学种花了。学种花？不是种药材吗？这是好事啊，咱们老祖宗不是说了吗？艺多不压身。我可能也要跟着去。你也要去？我舅母让人捎了信来，说是城里的贵小姐们在烧香点茶挂画后忧心起了插花，她让我去跟着她学，说不定以后能在那些小姐的身边谋个差事。秦娇听了，心里顿时打翻了5味瓶。前世她怎么就没培养个业余爱好，研究研究这烧香点茶插花呢？以至于这会儿只能干瞪眼吗？去吧，好好学，学好了学精了，我就等着你带我飞，带我浪，带我吃。装逼2个字在对上留下懵懂的目光后，默默地咽了回去。什么时候走啊？我大弟等过了这个农忙，我明天一早就搭了牛车走。行，明天我来送你。不用，我又不是以后不回来了。娇娇，我跟我大弟说好了，他跟着大舅先学种花，回头让小弟去山里弄些药材试着种种，要是种得活种得好，以后就把家里的田批出2亩来种。可以的，还是那句话，技多不压身，花种得好可以卖钱，药材种得好一样也能卖钱。最主要的是花不一定有人买，可药材却是不愁卖的，到时候说不得还要麻烦你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朋友之间不说麻烦，更何况还是举手之劳的事。留下话里的意思他明白，无非就是到时候希望他能帮着一起进趟山，找些好养活也能稍微卖得起价的药材。等等，秦娇目光突然一顿，好养活又能卖得起价的药材？我想到了一种可食用又可药用，成活率高，价格也不错的药材。是什么？百合。眼见留下满眼的疑惑，就是山野间开得像大喇叭一样白色的山丹花呀。百合的种植时间在每年的3月和9月上旬，马上就8月了，得赶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去山里找齐了种球才行。留下，你陪我去一趟狮子岭吧。留下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秦娇他们家在狮子岭开了2块荒地，也想到秦娇这会儿提出去狮子岭应该是去看那2块荒地的。2人一前一后的出门，
正准备朝着狮子岭走去，不想才刚走上村路，便听到一串嘟嘟的马蹄声。马车？这是谁家来客人了吗？秦娇却是慢慢的拧紧了眉头。哎，娇娇，我怎么看着那马车有点眼熟啊？挺像是上回墨家来的马车。有事？祥林点了点头，目光自秦娇身上移开，扫了眼秦娇身后的留下。秦姑娘，我家夫人想见你。什么意思啊？不等秦娇开口，祥林已经侧身让到一边，摆手做个请的姿势。不是，秦娇有点傻眼了，她这是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娇娇，留下上前抓住秦娇的手，尽管心里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我陪你去。不知道是福还是祸，秦娇自然不会同意留下掺和进来，当即拒绝他的提议，但他也没有立刻便跟着祥林离开。你稍等片刻，我去和我娘说一声，不然她回来看不到我会着急的。可以，你单去无妨，我在这里等你。秦娇便要转身去找诗诗，谁曾想一回身，却看见诗诗正深一脚浅一脚的朝着他跑来。娇娇，他来干什么呀？诗诗抓着秦娇的手，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祥林给抢走了。娇娇，你回家去，娘来同他说。娘，莫夫人想见我，我去一趟就回来。不行，诗诗的反应在秦娇的意料之中。说实话，她自己也不想去，一切和墨家有关的人和事她都不想沾。可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她一个小农女，凭什么拒绝人家高门显贵的夫人呢？哎呀，让我去吧，可能是夫人有什么话想和我说，不方便让别人传达呢。我和你一起去。还是我自己去的好，夫人只说要见我，您陪着我去反而不好。再说了，我也正想和夫人把话说清楚。可是你回去做饭吧，爹中午还得回来吃饭呢。我们走吧。娇娇，娘，您回去吧，我很快就回来的。婶子，您别担心，娇娇不会有事的。我知道的。这时候有妇人围了上来，向诗诗打听墨家的人为什么来接了秦娇去。娇娇她娘，你们夫妻俩的福气来了，莫夫人这是接了娇娇去亲自相看了吧？哇，你怎么没有一起去呢？你可是亲家母呀，怎么只许婆婆相媳妇，就不许丈母娘看女婿了？就是娇娇娘，这会儿马车还没走远呢，你去追还来得及。叽叽喳喳的说什么都有，诗诗连个敷衍的笑脸都懒得给。同留下说了几句话后，拔腿便走上了回自家的路。切，得意什么呢？这还没和墨家结亲家呢，就眼睛里容不下人了。真要结亲了，怕是整个马岭村都摆不下了吧？哎呀，福生娘，可不就让你说着了吗？这真要结成了亲，人家还稀罕住在这山窝窝里啊，肯定是搬去镇上住了，说不定搬去县城都有可能呢。羡慕吧？谁让咱们没生个有本事的女儿呢？什么本事啊？我看是狐狸精才对呢。才多大的年纪啊，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就学会勾搭男人了。我家大娘要是这样，我2巴掌抽死她，省得丢祖宗的脸。诗诗气得整个人都打起了哆嗦，她一个转身，正准备跟秦福生的娘秦潘氏撕扯。哼，这世上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可真多，不过这也算不上是什么稀奇了。可猪鼻子插蒜装象的还真是不多见，也不知道是谁当着娘家兄弟的面被打得椅子都坐不住，差点就被休回了娘家。留下的话一说完，全场顿时静得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秦潘氏的身上。顶着那么多的目光，秦潘氏臊得脸红如血，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年前马岭村出了件大事儿，那就是秦潘氏跟人在山里通奸，被他家男人秦家荣抓了个现行。秦家荣把秦潘氏捆回了家，谎称秦潘氏突然发疾病，把他娘家兄弟喊了来，然后当着潘氏几个兄弟的面将潘氏打了个半死，床上躺了1个月才能下地的。这天底下不要脸的多，可既不要脸还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的，还真是头一回见。行了行了，散了吧，日头都要过严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潘氏狠狠地剜了眼留下，转身愤愤地往家走去。谢谢你啊，留下。谢什么呀，婶儿，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帮没帮的，婶儿心里有数。娇娇有你这样的朋友，婶儿替她高兴啊。秦姑娘，要见你的是我家大少爷，不是夫人。他倒是没有傻乎乎地问祥林为什么要撒谎，
而是想了想后问道：“大少爷为什么要见我？”哎，你是不是有个姑姑叫秦西如？见秦娇点头后，眼底掠过抹厌恶。她今天一早敲响了我们府上的大门，求见大少爷。秦西如这是李代桃僵不成，打算毛遂自荐吗？我小姑她为什么是找大少爷？你小姑的原话是你受伤了，伤得很厉害，就是那种快死了的厉害，你懂吧？秦娇摇头，她不懂啊，她一点都不懂。就算她真的快死了，秦西如去找莫明成，也不会是想救她的命吧？看着一脸懵逼的秦娇，祥林叹了口气，想着还是别拐弯抹角，直接说重点吧。秦姑娘，你小姑她要给我们家老爷做妾，这玩笑不好笑，真的一点都不好笑。只是等秦娇在蓬莱长楼2楼雅室见到莫明成时，她终于相信了，人祥林真的没有跟她讲笑话，人家说的都是事实。人是半上午的时候到的，因着是个大姑娘，找的又是我，门房便把人放了进去，安排她在角门处等。凑巧这时候我父亲从外面回来，听说你小姑找的是我，便把她带去了少年院。少年院是白氏住的院子。秦娇张了张嘴，本来是想问为什么要把人带到少年院，但想到莫家复杂的人际关系，话又咽了回去，转而干巴巴地问了一句：“那怎么就变成要给你爹做妾了？”不过话一问出口，秦娇便觉得自己这话问得真多余。为什么会给莫明成他爹做妾呢？当然是为了打莫明成的脸呢。这世上总有那么一种人，我过得不开心，那么你也别想过得好。为什么会给我父亲做妾？想来应该是烂猪头碰到烂肠子，臭味相投吧。毕竟你小姑想要荣华富贵，而我父亲他不想要什么，但只要能让我不高兴，他总是乐见其成的。秦娇叹了口气，想着你这哪里是父子啊，明明就是仇人好吧。那妾应该也是需要流程的吧？怎么，你有法子断了你小姑飞上枝头做凤凰的野心？秦娇摇头如拨浪鼓，她可没那本事。怎么，你不愿意让你姑姑给我父亲做妾？难道你愿意呀？我自然也是不愿意的。不愿意又能怎么样呢？秦娇烦躁地挠了挠头，她其实无所谓秦西如做不做妾，可给莫明成他爹做妾，她总觉得这件事成功的背后是她无尽麻烦的开始。不愿意就想个办法把这事搅黄了呀。你给我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话题转换得太快，秦娇怔怔地看了莫明成。什么东西？这里面是什么东西？毒药啊，不是你问我要的，能让人不死但却没有意识，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的毒药吗？怎么控制剂量？吃多了会怎样？吃少了又会怎样？那个，你手里这一包的量，估计毒死9头牛也不在话下。当然，如果只是想要一个活死人，那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就够了。有解药吗？解药？没有。别说这个落后上千年的异世，就是他来的那个医学技术异常发达的时代都没有。没有解药，那也就意味着一旦出手，再无反悔的余地。你小姑的事，你希望我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原本是打算怎么处理的？他不相信事情出了以后，莫明成会没有应对之策。此刻问他的意见，只怕更多的只是出于一种礼貌和客气吧。绑了，交给牙行，卖到扬州去。他不是想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吗？还有比扬州更适合他的地方吗？扬州去当瘦马？只是话一出口，他便脸红了。扬州瘦马这样的话，怎么能从他一个8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来呢？莫明成却是毫不掩饰他的赞赏之色。不错，你一个小农女，竟然也知道扬州瘦马。这是夸他呢，还是夸他呢？还是……秦娇心虚的低下头，全当就是夸奖吧。扬州是什么地方？那是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富甲一方的盐商生活奢靡程度可与皇家媲美，因为他们的富足也养活一大批傍其生存的行业，养瘦马就是其中之一。你觉得怎么样？他觉得怎么样？他和别人合伙把自己的亲小姑卖到扬州去当妓女，这要是传了出去，他还能活吗？秦娇愤愤地瞥了眼白衣如雪、高贵不可亵渎模样的莫家大少爷，还是算了吧，到底是我小姑，给个教训就好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决定还是把人交给你，你来处置吧。
秦希如苍白着脸，被祥林拿刀架在脖子上逼了进来。娇娇，你救救我！你快告诉大少爷，我是你小姑，让他把我放了。秦娇没有吱声，只是不赞同地看了眼莫明成。没办法，祥林嫌脏。因为嫌脏，因为秦希如的不配合，只能用这样的办法，让他自觉地离开墨家。好吧，您少爷是老大，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正事办完，莫明成和秦娇一前一后地走出了蓬莱茶楼。秦娇正在行礼同莫明成道别，不想莫明成却突然开口说道：你头上和手上的伤还是再看看吧，也别去找医馆了，我看就去对面的百草堂。秦娇确实是打算去趟百草堂找廖老先生，但却不是看伤，而是谈事儿。再则莫大少爷的关心，不管他成不成情，感谢还是要表达出来的。我真有这个打算，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少爷的关心。一直装鹌鹑的秦希如眼见着莫明成乘坐的马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立马原形毕露，恶声恶气地对秦娇说道：我告诉你，之前每次你欺负我也就算了，可是这次你要是敢坏我的好事，我跟你没完。我为什么要坏你的好事啊？你给莫老爷做妾是你的事，别说已经分家是两家人了，就算没分家，你做不做妾也和我没关系吧？你知道就好。我知道的，我再知道不过了。只是显然他的这番表态的话并不能取信秦希如。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顺着莫明成的意思把我留下来？为什么不拒绝他，成全你的心意，是吧？小姑，你知道如果我不答应大少爷留下你会有什么后果吗？什么后果？大少爷说了，要么我把你带回马岭村，要么他找个牙行把你卖到扬州去当瘦马，扬州管青楼的姑娘叫瘦马。他敢？他一个做人儿子的，他能管到老子房里去不成？再说了，就算我是妾，他是大少爷，那也是他的半个长辈吧。秦霄差点没一口啐到了秦希如的脸上。半个长辈？天还没黑呢，你搁这儿做什么春秋大梦呢？心里万般的不耻，却又不得不小意的哄着秦希如。小姑，给人当妾也是有讲究的，咱们家虽然穷了点，可到底是清白人家，莫老爷要纳你做妾也是要按照礼数来的。什么礼数啊？秦娇，你怕不是同莫明成合伙骗我吧？我骗你有银子拿还是有金子捡呀？我要不是看在你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我跟你说这些。行，你爱听不听拉倒，我还不高兴说了呢。话落，拔脚便朝百草堂走去。秦希如却被秦娇的话撩拨的心里像是揣了只老鼠，挠心挠肝的难受。他的认知里，妾就是妾，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受宠和不受宠了。可听秦娇的意思，好像并不是这样的。眼见秦娇一只脚便要跨过百草堂的门槛，秦希如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你说说看，是什么样的礼数？我听听。要是你说的对，我不白让你帮忙。秦娇不想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说这事儿，可又知道他不把话说清楚，秦希如势必不能善罢甘休。当下言简意赅地说道：妾也有良妾贱妾之分，莫老爷要纳你，就得写了纳妾文书来，有了这份文书，莫家便不能卖了你。真的？那你知不知道那个白氏是良妾还是贱妾呀？良妾也好，贱妾也罢，和你有1毛钱的关系吗？不知道。不过小姑，我真的很好奇，你怎么去了一趟莫家就被莫老爷看上了呢？话落，上下前后打量秦希如一番，迟疑地问道：小姑，你不会被莫老爷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吧？秦希如脸上有片刻的慌乱，只不过这慌乱明显不是生米成熟饭的慌乱，更多的似乎是怕被秦娇窥破心事的慌乱。别胡说，莫老爷是个规矩人，我也不是那没脸没皮的。呸！秦娇恨不得一口百年老痰啐到秦希如的脸上。这世上就属你这样的最没脸没皮了，上赶着给人做妾。再不屑再不耻，这会儿也得把人哄着，不然倒霉的只有自己。只是秦娇抬头看了眼莫家的方向，暗道：大少爷啊，喂，你倒是快点动手，别磨叽，只有解决了麻烦的根源，才能杜绝麻烦的产生啊！哎呀，小姑，
有什么话等会儿我们回家在路上说。哎呀，这会儿头痛的厉害，我先进去找廖老先生看看啊。话落，也不管秦西如是什么反应，秦娇撇下他，拔脚便进了百草堂。这西如长得也不怎么样啊，怎么就被这莫老爷给看上了呢？哼，白送上门的贱货，不要呗，他做妾做妓都好，跟我们挨不上关系啊。可是凭什么因为他要连累我们娇娇呢？今儿要真是莫夫人的人来啊，咱们娇娇回不回得来还是个问题呢，你想过吗？秦万岭怎么会没想过呢？这世上哪个女人乐意给自家男人纳妾呢？莫家已经有一个一手遮天的白姨娘了，再让莫老爷抬房姨娘进去，莫夫人还活不活了？要是让那个莫夫人知道是因为秦娇的缘故才使莫老爷看上了秦西如，他家娇娇……我找他去。大哥，别去，没用的。是呀，这会儿呀，我这大伯娘她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呢。你去也不过是找场骂挨，还不如坐下来商量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呢？爹，你放心吧，小姑她做不成这姨娘。于是几人目光顿时齐齐地朝秦娇看了过来。娇娇，你为什么这样说？是不是大少爷同你说什么了？秦娇自然不好说，莫家怕是要翻天了。他想了想才开口道：我奶她不要脸，我爷他可是要脸的。再则不还有族长爷爷吗？咱们村可是几十年没有出过好好的姑娘给人家做妾的事了，这要传了出去，秦家人的脸还要不要了？是啊，娇娇说的对，这事儿你去找大伯说一说，在私下里找太叔祖谈谈，我再找个机会跟万县说一说，他也是有儿有女的，这以后都娶亲不嫁人了，有用吗？有用没用都试试呗。我大姑不是给我小姑说了一户人家吗？那家条件也不差，你跟我爷说，只要我小姑嫁过去，我们贴补她20两银子。我们哪来的银子呀？把莫家送来的那些东西都卖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只要能让我小姑正正经经的嫁人，别说20两，就是40两，咱们拿得出都拿。当然秦娇心里很清楚，只要挨上一段时间，怕是秦西如自己都哭着喊着不去做妾了。只是眼下他们得想法稳住他才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得快点把他扫地出门。秦家的人纵着他，别人家可不会，他就不信秦西如不怕死。谁也没有想到，施家兄弟俩第二天鸡叫头遍，便敲响了秦娇家的门。施氏打开门，看到门外站着的兄弟俩时，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一边将兄弟俩往屋里迎，一边回头喊着还没起床的秦万岭和秦娇：娇娇他爹，秉仓秉和来了。你们怎么来了？还来得这样早啊？啊，听说娇娇去山里摔了一跤，摔得很厉害，本来打算昨天晚就来的，想着山路不好走，就等到天麻麻亮才来。其实哪里是山路不好走走不来呢，是因为知道自家姐姐家连张床都没有地方搭才没来的，硬是忍着满心的牵挂和煎熬，等到了5更天微亮，这才动身来的。还好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蹭破了几块皮。没出大事就好，以后就别去山里了，小姑娘家的本就该娇养着。是啊，以后啊都不让她去山里了。说起来，我正打算找人带口信给你们呢，让你们来一趟，不想这么巧你们就来了。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和秉和来办，8月底不多说，100-200斤总能挖到。听完秦万岭的话后，施秉仓当场许下了军令状。小舅，你们不是也有2亩旱地吗？留个3分地种菜，别的都用来种山丹吧。种，肯定要种，地也不用留，我回头把窝子西边的地开出来种菜，够我和你小舅吃1年了。那2亩旱地就全用来种山丹。山地贫瘠，产量有限，这年头能用的只有农家肥，产量肯定是达不到预期的。可就算是1亩地能收个600-700斤，那也能有3-4两银子的进账呢。刨了吃喝拉撒的开销，每年还能存下5-6两的银子呢。这笔账划不划算，是个人都知道。大舅，光靠您和小舅2个人怕是还不够，如果你们村有剩余的劳动力，您可以出钱雇他们挖。雇人挖？倒是有几家人多田少的，只是这工钱怎么算才合适呢？按大小不等，10到20个铜板1斤算。这么高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小舅你想，1斤种精可以收获2到3斤的粮，这么一算，其实还是我们占便宜了。
对不对？再说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等明年他们卖百合赚的钱，有的是人眼红。到时候想到今年这个时候他们收购的价格，即便心里再羡慕嫉妒恨，也说不出个不是来，是不是？就按娇娇说的办。施家兄弟俩除了来看望秦娇外，还把这些日子采的药材都带上了。吃过饭便挑着担子去镇上卖药材。哎呦，娘的乖囡囡，你可真是给娘争光了。等以后我进了墨家，我每个月给您10两银子花。好好好，娘就知道你才是娘唯一的指望呢。秦家老宅子那边突然响起一道粗厉的吼声，声音大的半个村子都能听见。秦娇下意识步子一顿，朝老宅子方向看去。这声音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他小叔秦万峰的声音呢？正犯着狐疑，突然便看到刘氏抱着秦道成骂骂咧咧的一路走了出来。吃屎喝尿，天打雷劈的丧门星，也不打量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老娘还没死呢，老秦家还轮不着你做主呢。坏心烂肝的毒妇，老娘告诉你啊，你滚尽管滚，老秦家不稀罕你这样缺德冒烟的玩意儿。老钱婆，老秦家倒了8辈子血霉才会娶了你这么个搅家精进门，你们娘俩不要脸，不想做人，我儿子女儿还要有脸做人呢。秦熙如那个贱货上赶着给人做小妾，我不拦着，让你儿子拿了和离书来，我多在你老秦家一天，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要滚趁早滚，要和离书呀门儿都没有，休书有一封，今天休了你，明天我就给万县娶个新媳妇进门。秦万县，你要是个男人，你现在就去找李正来把和离书签了，我不耽搁你娶新媳妇。爹，我要娘，我不要娘走，我要娘。秦万县烦躁地扒了扒头，抬头目光猩红地看着一语不发的秦茂山。爹，您说句话吧，再不说话这家就要散了。秦茂山却仍旧垂着眉眼，如同老僧入定般的一言不发。秦万县急得用力地跺了跺脚，抱起秦英便要往外走，不想一道身影突然自门里冲了出来，一把将秦英抢了过去。哭什么哭啊，好好的家都被你们哭晦气了，他都不要你了，你还要他干什么呀？熙如，你胡说些什么呢？秦万贤一把将秦英抢了过来，一边哄着哇一声放声大哭的秦英，一边向秦熙如道：这事还不是怨你，好端端的你跑去墨家干什么？你以为做妾是件多光荣的事儿？走出去我和爹的脊梁骨都要给人戳断了，你知不知道？那是他们嫉妒我们家的日子比他们好。你怎么就这么不要脸？脸能值几个钱呢？脸是能让我吃好的，还是能让我穿好的？哥，亲哥耶，这穷日子你还没过够吗？你没过够，我可是过够了。我告诉你啊，谁都不能阻止我进墨家，不然怎么样？我就不同意你去墨家做妾。说吧，你打算怎么样？谁都不能阻止我，不然别怪我六亲不认。秦万峰抬手便一巴掌抡了下去，啪的一声响，屋子里瞬间静了下来。在秦熙如满是错愕的目光里，秦万峰回头对怒目朝他看来的秦茂山说道：分家吧，我要分出去单顾。放屁，你媳妇儿都没有，分什么家？不分出去，哪个正经人家敢把女儿嫁给我们这样的人家？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了？这世上谁不是小皮肤小娼？有钱了，什么样的媳妇你娶不着啊？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要钱不要脸。半个村子的人围在老秦家看热闹，指指点点的，说什么的都有。虽说分了就是两家人，可秦娇还是觉得脸上烧得慌。他看了眼身边指着侯氏和刘氏说三道四的村民，正打算不动声色地退出人群离开时，手上却突然一紧，一只手牢牢地攥住了他。娇娇，听你小姑说，这莫老爷之所以能看上他，还多亏了你呢。莫不是你替你小姑保的媒？周广全媳妇汪大丫嘻嘻笑着问秦娇道：秦娇最烦的就是汪大丫这种人，说好听点呢叫说话不过脑子，说难听点就是蠢且坏。婶子，你知道什么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吗？秦娇，我是你长辈，有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你爹娘就是这样教你的。婶子，你想我怎么跟你说话呢？你既然说自己是长辈，那你是不是得有点做长辈的样子？
什么叫我给我小姑保的媒？你这么能干，怎么不给启林爷爷保个媒呢？周广权的娘3年前一场重病没了，汪大丫是个懒货。周广权的爹放出话想要娶续弦呢，秦娇的话说的汪大丫脸上一阵红一阵青的。你当人人都跟你似的呢？人不大，心倒不小，什么龌龊阿杂事都做得出来。汪大丫，我撕烂你这张臭嘴！老天爷给你一张嘴，是让你说人话，不是让你满嘴喷粪的。石凤云，你疯了！你快松手，放开我！哎呀，快来人呐！石凤云要杀人了！哎呀，娇娇她娘，有什么话好好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别动手啊，动手伤和气。是啊，娇娇她娘，启林她娘嘴巴是抽了点，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出气就好了呀，真把人打坏了可怎么想？秦娇是发现了，别看他娘平时里跟只小绵羊似的，可一旦涉及到他的事儿，绵羊瞬间变成大灰狼，来一个灭一个呀。劝的人多了，事也不好闹得太过，顺势松开了汪大丫。汪大丫咚的一声坐在地上，嗷嗷的喊着这里疼那里疼，话里话外都是这事情不能善了的意思。我呸！你听着，今天还只是警告，往后再让我听到你嘴巴里不干净说我家娇娇，我一定会弄死你的，大不了我以命抵命就是了。启林他娘，你就别闹了，今天这事儿原就是你不对，嘴上也没个把门的，什么话都敢往外说，不怪娇娇他娘抡你大嘴巴，是个人都得抽你。说话的妇人姓彭，嫁的男人和族长秦德顺同辈，只是几十年前就没了。秦彭氏没有改嫁，愣是凭着一己之力拉扯大了几个儿女。在马岭村，别说秦氏族人，就是周氏族人对他都是极为敬重的。秦彭氏发了话，这件事儿也就算是定性了。汪大丫不敢再闹，涨红着脸爬起来，灰溜溜地缩进了人群。施氏牵着秦娇的手，正在上前谢过秦彭氏，突然有人说道：娇娇，你爹来了。不只是秦万岭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族长秦德顺。都围在这儿干什么？地里的活不用干了。人群轰的一声散了开去，热闹再好看，那也没有吃饱肚子来的要紧，不是吗？都到了，你就跟我一起进去吧。不了，柳叔祖，我发过誓，这辈子都不进老宅子半步。经过侯氏和刘氏身边时，老人家浑浊的眸子狠狠地剜了婆媳俩一眼，末了没好气的道：把你们的男人都喊出来，我有话同他们说。柳叔，让把你们男人喊出来，耳朵都聋了是不是？这一嗓子也把屋里秦茂山几人给惊动了，父子几个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柳叔，您老怎么来了？柳叔，有什么事进屋说吧。秦德顺摆手拒绝了秦茂山的提议。万林刚才来找过我了，他说让你给西如找个正经人家家，他愿意拿出5两银子给他当陪嫁，再另外出10两银子给万峰娶媳妇儿。六叔祖，您说什么？我大哥他真是这么说的？没错，你大哥亲口和我说的，不过条件是西如端端正正嫁户人家，而不是给墨家去做妾。我呸！侯氏冲上前便要歪扯。你给我闭嘴，你个败家的娘们儿，滚回屋里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秦茂山，你个丧良心的老东西，我做牛当马的伺候你们一大家子几十年，临了连个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秦万岭，你这个天收的瘟神，一肚子坏水的畜生，你以为搅黄了西如的亲事，你会有什么好下场吗？老天爷他有眼，你这辈子都生不出儿子来，死了都没个香火供奉。虽说骂人没好话，可侯氏这样骂法简直是诛心。别说是秦德顺这个外人，就是秦茂山都气白了脸。他走上前，二话不说，一个大巴掌扇了下去。侯氏没防备，随着啪一声响，身子一歪，咚的一声摔在了地上。娘！秦希如看见了，急急跑上前。爹，您干什么呀？您怎么可以打娘呢？打他？哼，我还要休了他！哼，你个老东西，我和你拼了！侯氏一咕噜爬了起来，抬手便冲着秦茂山挠了过去。于是乎，马岭村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奇观的一幕：2个年近花甲的老头老太扭打在了一起。秦万宪和秦万峰连忙上前，一人一个将人拉开。侯氏犹自拍手跳脚地骂道：你们家的事以后别来找我了，秦希如给人做妾可以，只一条，这辈子
都不许再踏进马岭村半步，对外也不许说是马岭村人。老秦家鸡飞狗跳的时候，秦娇一家3口已经走在了去狮子岭的路上。秦万岭去周家说事儿的时候，秦娇和他娘也没闲着，两人将墨家送来几匹布搬了出来，4匹丝绸，4匹绢布，不论是颜色还是花纹都很是淡雅精致，踩在秦娇的审美上。留2匹吧，娘给你做2身像样的衣裳。那就青色的和杏色的留下吧。你喜欢青色就留青色吧，杏色的就别留了，颜色稍稍的老气了些。杏色您做衣裳正合适。知道诗诗要拒绝，抢先说道：杏色不留，那青色也不留。唉，依你，杏色也留下吧。末了恋恋不舍地看了那4匹丝绸一眼，他是真舍不得，这样的好东西曾经是他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呀。别舍不得啊，相信我，只要你喜欢，以后会多的让你的屋子装都装不下。相信呀，娘怎么会不相信你呢？我就等着享我们娇娇的福呢。凤云，凤云，开门！师爹回来啦。怎么样，衣柜叔他怎么说啊？衣柜叔那块地送我们4两银子，明天就去量地。不是说了谁开的荒就归谁吗？怎么又要4两银子了？难不成你还真想白得那8、9亩地不成？我怎么会想着白得呢？但也不能4两银子那么多吧。秦娇其实很能理解他娘的心思，毕竟之前是块无主的荒地，原本想着开出来就是自己的，谁知道苦心巴力的开完了，最后还要出4两银子。有钱倒也无所谓，可谁让他们家穷呢？别不舍得了，我和衣柜叔说了，4两银子8、9亩地，哪里还有比这更合适的买卖呢？是啊，娘，你要知道，1亩旱地也得3、4两银子呢。我们那可是实打实的8、9亩。我知道是我们占便宜，这不是娘心疼银子吗？别心疼，你就想着我们很快会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了，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有盼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高兴的事？秦万岭上前揽了诗诗的肩说道：娇娇还在着呢，怎么连个正形也没有啊？我也没干什么呀。再说了，娇娇是我们自己的女儿，她难道不愿意我们俩恩恩爱爱？我愿意，我1000个1万个愿意。行了行了，不早了，上床歇着吧，明天还有事儿呢。农村没什么夜生活，天黑睡觉，天亮起床，枯燥的几近乏味，同时却又成为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娇娇爹，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家还有什么事要商量的？你做主就是了，我还能反对不成？诗诗摇头，欲言又止地看着秦万岭，一副想说不敢说的样子。哟，这么为难，难不成是你相中女婿了？等房子造好了，我想让秉仓和秉和一起来跟我们住，你看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从前是我们没有能力，想帮帮不上，还连带着拖累他们兄弟俩。现在我们有能力了，能帮自然要帮。这会儿得了秦万岭的答复，高兴之余一把抱住了他。当家的你真好。有道是啊，保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诗诗这一抱的后果可想而知，只是苦了1丈之隔的秦娇，她僵着身子，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庆幸着自己有个成熟的灵魂，而且还是曾有幸观摩过岛国动作片的成熟灵魂。吃过早饭，按昨晚商量好的，秦万岭去找周衣柜量地，秦娇则去找了秦道武，让他赶着牛车载了他去镇上。娇娇，山丹好重吗？1亩地大概能收多少斤？你知道吗？你这问的可真是难住我了。我虽然知道山丹可以种，但好不好种，1亩地能收多少，我可真是说不上来。没事儿，我也就是随口一问。路上，兄妹俩少不得又说起昨天老秦家的那场热闹。昨天夜里，你爷他们家闹了半宿，你不知道吧？秦娇摇头，他是真的不知道，他还以为白天闹过了就结束呢，没想到晚上还能继续闹。你奶和你小姑要来找你家学晦气，被你爷和你小叔给拦住了。你小姑在家乱摔乱砸，你小叔说他如果一定要去做墨家的妾，他就打断他2条腿。
再划划他的脸，他和你二叔养他一辈子。秦娇真心没想到秦万峰还能有这样的魄力。你二叔也表态了，说如果你爷和你奶敢让你小姑去做妾，以后你爷和你奶就跟着你小姑过去，他们管不了也不管了。我奶是不是把他们俩好一顿嘛？那可不，把阿信都给吓哭了。一路说着话，一路到了镇上。从前也没觉得他们家生意这么好啊，怎么今天这个点儿就坐满了人呢？秦娇扫了眼蓬莱茶楼，没等牛车停稳便跳了下去。哟，秦姑娘来了，是来找老掌柜的吧？老掌柜他们在后面，你自己去还是小的领着你去？小哥你忙吧，我自己去。后堂廖家父子俩正说着话，一抬头见秦娇走了进来，当即停了话头，笑呵呵地说道：秦姑娘来了。老先生，廖大叔，我来镇上办点事，顺道来看看你们。来，坐下说话吧。你出去忙吧，我跟小姑娘说几句话。老先生，我看外面热闹得很，对面的蓬莱茶楼都坐满了，这是出了什么事吗？你不知道吗？也是，昨晚上才出的事，你又不住在镇子里，怎么会知道呢？秦娇其实已经隐隐猜到出了什么事儿，但还是想从廖老先生这里得到最终的证实。那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呢？莫老爷昨天夜里中风了。我记得莫老爷也就30几岁吧，这个年纪怎么就中风了？廖老先生欲言又止，秦娇看在眼里，心下一个咯噔，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脑子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做坏事被人发现了。娇娇，你听说了没有？莫老爷他昨晚上马上风，差点就没命，幸亏。秦道武挠着头讪讪地对廖老先生说：老先生好。五根好啊。道武嘿嘿笑着站在了一边，像个犯错的孩子似的，当然他确实也就是个半大孩子。廖老先生却是暗暗地吁了口气，他不用同小姑娘解释莫老爷正当龙虎之年怎么就中风了。秦娇提在喉咙口的心也放了下去，原来不是做坏事被发现了，是因为这中风的由头不好说呀。不过秦娇心里又泛起了嘀咕，莫大少爷是怎么安排的那般神妙的？既让莫老爷如他所愿的成了活死人，然后又成功的把这锅甩到了白姨娘的身上呢？此时的莫家在经历半夜的人仰马翻后，总算是安静了下来。把人放了吧。夫人，怎么能把人给放了呢？他这些年仗着老爷的宠爱，从来没有把您放在眼里啊。这会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就是把他乱棍打死，他也没处喊冤呢。再不济找个人牙子来发卖出去也行啊。怎么就……我干嘛要做这个恶人呢？把他打死了，又或者是卖了，谁来伺候莫和正啊？这10几年，他不是一直恨我占了正妻的身份吗？委屈他心尖上的人吗？我这就成全了他，让他们不是夫妻，胜似夫妻。妈妈，按夫人说的做吧，我适才问过大少爷了，这也是大少爷的意思。张妈妈无奈，只得退了下去，将被羁押起来的白氏放了出来，送回少年院。大少爷还在老太爷那儿吗？是的，祥林替大少爷回的话，大少爷还说等他回来就让人把老爷送去少年院。夫人您还是如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凡事有他。沈氏莫名的红了眼眶。知道了，你下去吧。屋子里很快便剩下沈氏独自一人。莫和正，你也有今天呢。只是笑着笑着，眼睛便湿了，很快豆大的泪珠便掉了下来，却被他倔强的一把抹去。相较于主院沈氏的情绪外放，此刻书房里祖孙俩的情绪便有些微妙了。你要祖父做的，祖父都做了。你答应祖父的事，什么时候兑现呢？1个月后，孙儿启程去清溪书院。莫老太爷抬头，浑身带伤的眸子钉子似的牢牢锁定着莫明成。考举人，中进士，入翰林，封侯拜相，让莫氏成为整个大梁的荣耀。你答应我的。孙儿不曾忘记。没忘记就好，就算你忘记了，祖父也替你记着呢。你去吧，祖父会看着你的。孙儿告辞。莫明成一手行礼便要退下。那药可有解药？背对着莫老太爷的莫明成摇了摇头。
本就沉闷的空气一瞬间变得机遇令人窒息。也好，他本就活得糊涂。后面再说了些什么，莫明成便没有听到了。一直维持着同一个姿势的莫老太爷目光轻抬，朝鲁太看了过来。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他浑浊的眸子里有水光闪烁。老太爷，你想开一点，姜老先生不是说了吗？老爷没有性命之忧，只要精心侍候着，活个50、60年不在话下。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这话鲁太不敢接了。你去把昨天晚上在少年院屋里的侍候都发卖了，记得一定要卖得远远的。是，老奴这就去。处理完少年院的时候，你回家一趟，把鲁宁带来，以后就让鲁宁去川儿身边侍候。鲁宁是鲁太的大孙子，之前一直都是管着庄子上的事情的。听说要让他去莫明成身边伺候，鲁太先就吓出一身冷汗，下意识的便想拒绝，却又知道他没有拒绝的权利，只得硬着头皮道：老奴知道了，老奴回头就去办。你放心，把鲁宁放在川儿身边，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川儿虽然冷心冷情，但却是非分明。我把鲁宁放在他身边，他知道我的用意，不会为难鲁宁的。再说鲁宁人又聪明又机灵，是该放出去练练了。老爷说的是老奴愚钝想差了。去吧。大少爷，鲁太来了，还带着他的大孙子鲁宁，说是老太爷的吩咐了，以后鲁宁就跟在您身边，请进来吧。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一进院子便看到躺在地上不知道是死是活的莫奇。发生什么事了？二少爷怎么会在这儿？老总管，您发慈悲跟大少爷求个情吧，二少爷要有个好歹，小人也没法活了呀。不知死活的东西。鲁宁去了眼书房隐约露出半张侧脸的莫明成，轻轻扯了扯自家祖父的衣角。爷爷，先去见过大少爷再说吧。书房里，莫明成已经将今天的大字补完了，这会儿正拿了卷书在看。老奴见过大少爷。小的鲁宁见过大少爷。行了，我知道了，鲁宁以后就跟着我吧。老奴谢过大少爷。鲁太也不知道莫明成这么痛快地把人留下，对他们一家来说是福还是祸。老总管走的时候把外面的那个也带走，还有麻烦转告祖父一声，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是，老奴一定把话传到。你去打些水来，把外面的地冲一冲。啊？为什么要洗地啊？话一出口便惊觉自己说错了话，涨红脸的同时连忙说道：小的这就去。话落，几乎是逃命似的跑了出去。很快屋子外面便响起哗哗的洗地声。棉花布庄的管事使了人来回话，说是有个姑娘拿着咱们柜上的货去卖，问您收还是不收。什么时候这种小事也要我来定夺了？确切地说，棉花布庄并不是莫家的产业，它是莫明成的私产。当年莫明成考中秀才时，沈玉南大手笔的送了这个铺子给他当为贺礼。沈玉南生意做得大也做得精，棉花布庄的进货渠道和人事是他一手安排的。这2年棉花布庄的生意已经稳居乌石镇的第一了，其中功劳最大的自然是铺子里的管事。可现在听莫明成话里的意思，却是透露出了他对铺子管事的极大不满。来人说，那姑娘送来的4匹绸缎里有2匹羽丝锦和2匹浣花锦。羽丝锦和浣花锦可不便宜，是刚从江南那边弄来的，1匹要卖30两银子，便是整个连县城加起来也不会超过20匹。这姑娘一出手便是4匹，也不怕管事的要来问一声了。莫明成寒星似的眸子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逝，只是很快的便被他掩饰过去。去跟管事的说一声，15两银子1匹，随同一起拿来的绢布给5两银子1匹。秦娇直到出了铺子，人都还是懵的。他想到了顶了天只怕也就40两银子，怎么会想到4匹绸缎2匹绢布一共卖了70两银子？70两银子呀！他感觉脚都打飘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里一样。娇娇，你可把那些银票都藏好了。秦道武小声叮嘱着一脸懵逼的秦娇，目光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的人。我说好了的。那个徐掌柜人真好，
怪不得他家铺子能成为咱们镇上数一数二的布庄。棉华布庄的管事姓许，给的价格不但高出了秦娇的预期，还贴心的把现银换成了面额全部都是5两的银票，说这样不管是携带又或者是去竞换都方便。所以说会做生意不难，难的是会做人。秦道武嘿嘿的笑着附和：走，我们买肉去。拿来。什么？银子啊，你不是说要拿15两银子贴补西如和万丰吗？怎么，难道只是嘴上说说？秦娇知道斗嘴皮子他爹肯定斗不过侯氏。奶，我小姑要嫁人了是吧？定的哪户人家呀？还有我小叔是不是也要成亲了？早在侯氏走过来时，便有不少的村民远远地站着观望。呀，这么大事儿，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娇娇她奶可真有你的啊！不声不响就把儿子女儿的大事一起给办了。去，滚一边去！有你们什么事儿啊？一个个的都跟3岁的孩子似的，怎么就那么喜欢凑热闹啊？哎呦，婶，这你可真是冤枉我们了。我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我们是来看热闹的。轰的一声，人群发出一阵大笑声。侯氏张嘴便要骂人，可等看清说话的人后，却是悻悻地闭上了嘴，转而瞪着秦万岭道：西如5两银子，万丰10两银子，是你红口白牙自己说出来的，怎么这会儿不想认了？拉出去的屎你还能吃回去不成？我爹没说不认啊，可他说的是5两银子给小姑押箱底，10两银子给小叔娶媳妇。你要银子，行，那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我小姑嫁的是谁，小叔娶的是谁。侯氏哪知道自家女儿要嫁谁呢？儿子要娶谁呢？他只知道秦娇家买地了，秦娇家晚上要请李正和族长吃饭了，他得赶紧来问秦万岭拿他答应的那份银子。一边去，缺教的东西！一个姑娘家成天娶啊嫁的挂在嘴里，你要不要脸呢？还是说你这小年纪就知道想男人了，也不怕误事太大，囊死你！人群瞬间哗然，不敢想象这样的脏话竟是一个祖母用来骂自家孙女的。秦娇恨不得回屋拿起菜刀砍死眼前这个老女人，这是人嘴里能说出的话吗？可是啊，她非但不能去拿刀，她甚至骂回去都不能，因为这个老女人是她的继祖母，这个亏她不吃也得吃。秦娇正打算捂脸装哭，演一波同情，日后找准机会再来个反击时，耳边突然响起一阵喧哗声，一道散着恶臭的弧线自眼前划过，哗的一声兜头盖脸的泼在侯氏脸上和身上。啊！围观的人群争先恐后的散了开来。秦万岭手里抓着自家的粪勺，远远的站着，脸色铁青的看着跪在地上哇哇大吐的侯氏。秦娇是真没想到他爹还能有这样的神操作。听到消息赶来的秦茂山父子被眼前这一幕弄傻眼了。这是怎么了？便有人将事情原委讲了一遍。秦茂山看着脸色铁青，恨不得杀人的长子，想说什么，却几次张嘴闭嘴的都说不出句话来。大哥，娘有千错万错，可她到底是长辈，你这样对她就不怕报应吗？天打雷劈尽管来，我等着，就算有报应，那也是先报应在她身上，等着吧，看看老天是先报应她还是报应我。秦万县还待再说，被秦万峰给阻止了。秦万峰走到侯氏跟前，脱下短褐擦了擦侯氏的脸。做完这一切后，他蹲下身，背起吐得要死要活的侯氏，一言不发地往自家走去。秦娇原以为一场闹剧自此就该结束了，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围观的人群还没有散去。秦娇，我和你拼了！你给我住手！秦万岭抢步上前，3下5除2地将菜刀夺下，反手便一巴掌抡了过去。秦万林，你不得好死！你就是个白眼狼，你们一家子都是白眼狼。还有秦娇，你这个丧良心的贱蹄子，都是你！要不是你，我这会儿已经在墨家享福了。你们一家子黑心烂干的坏东西，老天爷瞎了眼，就该打个雷把你们全劈了！秦万岭气得还要上前动手，被秦娇给拦了下来。小姑，你就这么想给莫老爷做妾？是，
我就是想跟莫老爷做妾，怎么了？是杀人了还是犯法了？我自己的事自己还不能做主吗？莫老爷不就是年纪大点吗？大点怎么了？你们不都是年纪大会疼人吗？不，你只想着莫家的富贵，可你想没想过想什么？我有什么好想的？你就是嫉妒我，你自己嫁不进莫家，你嫉妒我能嫁进莫家，所以你就千方百计的坏我好事。小姑，你是铁了心要去莫家做妾的是吧？是，我就把话撂这儿了，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莫家的妾，我做定了。秦万岭气急之下，二话不说的冲上前，便要再次动手。哎，爹，行吧，既然你铁了心，那我也没什么话好说的，你就去吧。你说真的？我说真的，你只管拿出你的本事，让莫家抬了你去。还有，想必你也看不上我们家那5两银子，这话就当我爹没说过吧。娇娇说的话，你认不认？认。他是想开了，阎王拦不住情死的鬼，秦西如自甘下贱，他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啊。能省下10几两银子，他为什么要跟银子过不去呢？秦西如这几天也算是想明白了，他爹他小哥之所以不同意他去莫家做妾，除了名声不好听外，不就是因为秦万岭那15两银子闹的吗？现在银子没了，他就不信他爹他小哥还能拦着他。这么一想啊，秦西如爬起来便往家走。他得回去和他娘好好的谋划下，怎么让莫家来抬他去做良妾。